无爱通去医书啦。啊，即种诶吼，我感觉讲这嘛是无得好啦。所以讲，伊规个人安尼，其实吼，为个较庄脚诶人吼，伊若艰苦吼，伊拢去问神咧，拢无咧看医生咧。啊，毋过当然吼，人讲有时啊，嘛免讲伊安尼是完全毋对。啊，毋过你袂使先去看医生，啊，看了安怎无够好，咱才去看其他诶办法。有只会当吼在咧问神诶吼，我是感觉吼有一点仔较袂信啦吼。啊，再来我要讲诶就是动物园，就是动物园，咱吼。人讲如果在人拢讲哦，你若是一个较老医的、较老的医生，伊吼伊会先重视患者的饮食，啊，再来才重视伊的药仔，为虾米？咱自咱早以来吼，你看伊的药仔就是会当做食的物件嘛吼，通做乌枣、金针瓜、大虾、枸杞，吼，啊，跟迄个薏米啦、山药啊。吼，啊，跟迄个红莲啊、白木耳，啊，迄个胡桃，吼，白果，种个咱咧菜内底拢放在咧放，较水药啊咧。啊，假如讲一个人身体若是较虚，啊，伊并无真大的问题，咱就是咧为即个饮食内底来调整就好啊。无一定就爱食迄些苦的药啊。啊，毋过伊就是讲，你爱去找医师啦，袂用家己一直学白食吼，因为。有个人伊来食即个年龄大点，感觉讲，身体打嘛有可能啊，还是讲伊会胀啊，迄嘛有可能。啊，再来我来你讲的是迄个运动甲按摩保健身体，运动甲按摩，这是当然我咧向你讲的吼，因为吼，大家拢较有会啊，我讲较简单的，其实咱人吼就是讲咧老化。是对咱的脚开始，所以你看一寡老大人吼，伊若是跌倒袂行了后，伊身体就去歹吼，啊，就倒动了，倒动门床袂当落来啊，啊，伊就啥物病拢开始啊。所以伊跌倒以前身体拢是足好的啊，吼，啊，你有个人中风了，伊就拢是大震动啊，啊，就疼嘛。伊咧中风了手，伊就难按嘛，啊，就是疼。啊疼，伊去甲福建吼，看我心，不疼，迄个疼起来拢歹做啊。毋过感觉安尼就无法度啊，为虾米？因为吼，咱若有会了，咱的筋就愈来愈暗，吼，包括讲咱的腰、咱的骹，伊的筋拢愈来愈暗啊，愈来愈暗了吼，伊身体就变歹。啊，所以讲咱即马运动吼，就是讲。咱若像讲你运动，干嘛做疼？你用你平时的话，你就家己按摩吼，家己按摩了，一个所在做几条的，其实吼，我感觉你老大人上重要的是顾家己的身体健康尔，了后你莫莫伤人烦恼吼，顾家己就好。啊，规工现济时间透早起来你就来按摩，啊，你若一天按摩一点、一两点，你拢袂要紧啊，你就一头到骹。拢来抓咧啊，互伊做传足好诶。吼，我感觉这对身体有绝对诶帮助。我看过吼，因为即马有迄个市面上有出侪迄个咧教人养生诶片吼，因老大人嘛是重视按摩，伊出侪材料诶迄个烧钱出上会做诶人吼，伊是会晓按摩，啊食了是不清诶，啊所以大家吼，因为身体啊拢真好啦。我感觉讲这是真诶用功啊，足对啦。吼，啊，你看，等下若有新诶时间吼，我来教大家做一寡简单诶按摩，啊，搁运动诶方法。讲较简单诶就好，只要你愿意做，一定拢有帮助吼。啊，再来吼，你讲诶就是讲，咱要咱大家咧。建立起这潮的生活，这是咱人的追求的啊，吼。啊，要安怎咱才会当做了这个程度呢？第一吼，咱就爱第一爱减少迄个老翁某的感情，为虾米？即摆的人少年人心无平啊，啊，所以讲两个人
啊，还是老母好，安尼生活一定会继续好哦。你就是爱去珍惜你份的感情，因为少年的时阵做夫妻，啊，即马老啊做伴，啊，你若是有这个伴吼，你就袂孤单，嘿，安尼生活你就会感觉讲靠代志做，两个会当讲话。他们两个就嘛是有关系咯，一个人孤单吼，一般拢会，你会感觉讲两个人，啊一个人若去了，即个就感觉做一直做一直啊无人过得去啊，吼，即个人拢会安尼，啊所以讲，若是感觉讲吼，两个人爱互相爱护啊，互相照顾安尼吼。啊，再来就是讲吼，第二就是爱惜饮食。我有讲过，饮食吼爱清淡啊，爱多元化，啊唔好食伤济，吼你看你要想哦，就是你若讲啊，你免菜都真正济，你就讲好啦，要停就停，莫停啊好啦，你爱伤济你就莫停啊好啦，安尼就好啦，莫搁食，因为食这物件落来吼，你是会较艰苦，啊袂感觉较好啦，所以吼咱就食寡好。大人吼，会用一工会用食差不多4、5顿都袂要紧，啊毋过莫食伤济吼。啊，如讲少年人嘛是共款，你若是一工食2顿、食1顿，其实这种的人吼，伊对伊的心脏拢无好。啊，有的人要减肥就是食2顿，还是食1顿，我感觉你身体拢袂好。为虾米？因为你若食1顿、2顿的人吼，咱身体的迄个储存能力吼。会将伊的咱身体会马上来去，会马上知影讲，你一工爱食1顿、2顿啊，所以你食物件拢完全吸收起来，你共款会大块。所以讲吼，这嘛毋是一个减肥的好方法咯。你若食较少，啊身体感觉较轻松安尼，啊袂不到了就过来食，安尼较好。吼，啊再来就是吼，时时爱进食，就讲咱即马吼较无代志啊，咱就讲哦。活人的时阵，当然你碰到活，因为足活嘛，你从他厝里解感冒，碰到活就要紧。啊，活人嘛天嘛较紧暗，较早困嘞，吼。啊，热人天就较来较暗，较暗困一下，啊，较早起来，你拢会知。只要莫讲差伤济吼，咱就是看日头，若是起来啊，咱就好起来；啊，日头落，咱就表示爱休困啊，迄拢袂要紧。啊，毋过。差不多为人吼，他写的纪律哦，也讲9点困，我是讲困下休息，拢9点爱困。我是感觉讲，咱只要莫讲尽量差不多9点至10点以前，吼，咱就准备好困啦。较早困咱都袂要紧啦，吼，啊，毋过就是爱进食，吼，啊，再来爱吃清心寡欲，莫讲吼，我是人吼，我来咧主动。我过来看偌济是互我囝出来看，吼，还是讲有足大的欲望去卖啊？即摆吼，常常就是抽烟啦，啊，甲身体顾好，啊，迄个莫互家孙仔烦恼，安尼就足好个呀，毋免做较济啊。只要即摆爱照顾家己啊，吼，啊照顾家己，互伊足好个安尼我感觉讲你是上重要。啊，再来爱持续，你就讲人吼有足济。无同的所在，只是主要拢看讲你家己的想法啦。你若感觉讲我安尼就好啦，我做感恩的安尼就好啦。安尼你就会感觉较快乐啊！你就会感觉讲，哦，我啥物都无，啥物都无安尼，你就会感觉较快乐吼。啊，再来爱家己找你的乐趣啦。比如讲，画人都爱种田啊，啊画人都爱种花啊、种树啊，还是画人都爱种农作，你只要。会当找你的兴趣，啊，对这个兴趣内底吼，有这条快乐，啊，每一天拢安尼过吼。我感觉讲安尼就诚好过，安尼嘛会较长退休咧，因为你会感觉讲，哦，我规天拢闲闲闲，我拢无代志好做安尼，伊无代志好做，伊规天带坐，啊，一工食3顿，你会感觉讲这种生活起来是足无意义的吼。所以你要去找你的乐趣哦。来到上课嘛好，读册嘛好，不管做啥物，只要有意义的拢好。你感觉你兴趣做啥物，你就去做安尼吼。啊，再来爱选择咱住的环境。其实吼，选择做是有一点仔困难，就是因为你就是去住
了惊。啊，毋过这是甲咱的想命有关系呢。较拄讲，你住迄个所在，吼，伊就是即车人非常紧会撞着，吼，啊，大家拢有抓着车经过，也是讲即个所在吼空气真歹，吼，啊，你到了遮就是常常拢会感觉讲身体无好，所以讲咱嘛是尽量莫住到即种环境，咱会选较好的，啊，无一定厝无一定爱水，我选择较好的所在来住，安尼吼，啊，再来，咱最重要就是讲咱注意老大人的运动。啊，我讲过，咱尽量莫同事校啊，同事校吼，你就感觉讲，就是讲规工拢毋知要创啥物啊吼，咱就感觉讲咱家己有家己的工作要做，坚持就爱锻炼身体，坚持就爱运动，吼，啊，生活就是爱正常，安尼，吼，咱就是讲爱注意这方面老大人的活动，就是我头拄仔讲的爱运动就对啊，吼，啊，再来爱食水果。咱台湾的水果吼，继续有，即马有拄侪农药的污染啦。啊，咱若是讲厝呢，有啥物地，咱会用家己种瓜嘛会使啊吼，啊是食一寡较无污染较侪水果，爱食哦。有人拢感觉讲，吼，我规日透气拢咧扫，我无爱食水果。我拢慢慢食讲吼，你会使水果来食食咧，啊，用一点仔小小的茶，落去打打咧。食了一定袂到，因为吼，你拢惊，你拢吼惊扫，啊，这个拢感觉自己唔敢食，啊，叫你个营养不良啊，你身体就较袂恢复啊。我是感觉讲水果吼，会当尽量莫到暗时啦，因为暗时有较紧啦，尤其是迄个鸡仔类的吼，也是香蕉来啊，西瓜吼，啊，你这方面人较紧，咱会使尽量拢平时食，莫到暗时食。啊，毋过爱食，安尼营养才会够哦吼。啊，再来就是爱解薰解酒。我相信应该拢无人要食薰解酒啊吼，所以这个是免讲。啊，再来就是爱迷雾丢无，啥物叫迷雾丢无？就是讲吼，你若是要落雨啊，要落雨以前，你爱先准备雨伞准备了好。啊，你若喙焦以前，你着提前听好。吼，啊，你若感觉讲啊，我老啊，以前咱嘛是爱先准备一寡家己的经济费用，也是各方面的，尽量拢家己会当参与落去处理啦吼，趁免麻烦着囡仔，吼，啊，再来心中爱放好看，安怎来看？吼，你就是爱乐观，像我头拄仔讲着啊，吼，就是讲你若是有啥物代志要出去的，你就爱想着讲哦。爱做一个心平气和的啦，爱做一个乐观的啦，爱做一个可爱的啦，你就是安尼想哦，吼，啊你气就较重一点嘛，吼，啊你逐项要想较开咧，人生的代志可能有，若讲不如意十之八九啦吼，啊想较开咧，你就感觉讲，其实吼来吼人做这个世间吼，无一定逐项拢歹啦，啊毋过也无一定吼，逐项拢会互咱注意。最主要就是你安怎想，你对一个角度来想吼，啊想好开，啊你心情若放好开，你来地就加出少的啦。我感觉讲，一个人若是心情上袂开吼，安怎伊拢医袂好啊？这是我做医生10几年的感想啊。伊个阿婆仔来吼，心脏病，啊我讲，啊你看起来这忧愁啦，吼，啊就甲我讲。吼，你咧真无钱足可恶诶，安怎拢毋知笑，拢无咧哭啦，拢规句话听。啊，毋过我感觉讲，较拄啊吼，伊若是想袂开，无一定，伊搁对足好啦吼。啊，慢慢，尤其伊这辛苦啊，感觉搁会对好起来啦。你嘛无一定啊，啊，反正你是想袂开，放歹家己诶身体呢，啊，我感觉讲安尼对代志嘛无帮助，啊是讲你老大人吼，上无烦恼。烦恼囝、烦恼孙，吼，逐项拢烦恼着，我感觉伊拢无啥物帮助，因为你嘛无法，你除了烦恼，也无帮助囡仔生命啦。所以吼，尽量拢就是爱心理建设，吼，爱做心理的保健，互伊身体健康起来吼。
啊，所以讲即马吼，较主流大人来当知影要安怎保养，啊，佫会当佫较领落去做，吼，啊，你身体一定会好起来哦。啊，你若咱的社会啦，咱的家庭啦，咱的政府一定负担越来越少，所以咱是毋是应该大家拢爱较认真来学习了，对无吼？啊，我即马吼想在遮，啊，我毋知影，一位大家你有啥物问题来问无？来，大夫，这里大家拢都歹势吧？来，有请讲无要紧，只要我知影拢甲恁讲。大夫，无吼，大家拢保养了都好，对无？是吼，对，恁吼，我对你拢无啥物好问的吼。啊，你我甲你讲一段啦，因为吼，你现在这个年岁，上惊是啥物事？除了癌症以外，迄无法度，迄癌症吼，你若讲，你就是讲若有啊吼，你几拢会当切除，啊切除伊嘛会容易自杀呢。啊，所以讲，这方面吼，若有着这个病吼，实在是较麻烦。啊，毋过我讲的这方面就是，伊讲你家预防就对啦吼。啊，平时常在看到的是糖尿病啊。啊，糖尿病吼，咱怎样去来保养？我会用提供一寡意见吼。第一，你若有糖尿病人吼，绝对是袂使食甜的啦，吼，这是大家拢知影，吼，尤其是饭，你若莫食白饭啊，食糙米饭，你若是想要食较济，你就是食糙米饭。你若食糙米饭，你的血糖一定会当控制良好。啊，再说你想要食水果，你若是做喙焦。你一当饮下来啊，食一粒，对，其中水来啊，也是两罐，就是较袂互咱的血糖偏悬。虽然讲来啊嘛是甜，啊，毋过伊会当互咱的迄个较袂偏水焦，啊，所以讲有一点仔帮助吼。啊，再来就是讲，像讲人咧啉迄个沙巴仔茶啦吼，我认为即种会是有帮助。啊，你若常常拢感觉讲，身体足大吼啊。啊，这个水当吼，毋知搁要食啥物吼，先食迄个绿豆茶，就是讲绿豆丝咧，家洗洗，吼，啊用冷茶冲冲的，啊你来家用打，啊你家用迄个小个东西甲泡5分钟，安尼啉，你对血糖有点仔降的当中，嘛有一点仔吼，啊再互迄西瓜迄个2两岁迄个吼。就是你外红的你吼，你部分莫食，啊甜的下底皮迄嘛莫食，啊中午去蘸白白，吼，你食下米豆来做食面，啊再来就是山药，山药吼，这种物件会当补肾，所以你食吼，你的身体会较旺盛，啊会当降血糖。我认为讲这种物件真普遍袂用食，啊搁袂歹食，啊所以吼，阮少年患者吼。加食一寡山药，淮山就对了，吼。这种青的吼，伊的功用甲青的无同款。青的迄种山药，大家你拢用日本的吼，伊迄种的较会当帮助的那个女性的，比如讲更年期食，啊伊食了较无迄种更年期的不舒服，吼，啊伊爱加豆奶哦。你会加豆奶豆头哦，你干那用山药吼做无够好，你会淮山啊，落去加迄个豆奶，吼，啊你若是迄个吼，咱要补肾的吼，当然伊即种的青菜会当利水哦，会当利水，啊而且佫会去通血，吼，啊你若补肾的吼，伊较补肾，伊会是食了你会感觉胃肠较好，啊迄个会较会兼顾着气血。你若较瘦的人，安尼食就会胖起来，伊的筋吼会较紧哦。吼，有一个人甲我讲，你讲我去运动，甲我讲吼，因的翁吼出去找别个查某人，伊足生气的，啊伊就吼，就拢袂惊袂困，啊就一直闪，啊闪了吼，伊就讲我一定无办法，我可能要翘起来，伊就去一条鱼走，啊去一个了，伊就讲，我哪会
经过一段时间了，心情就慢慢顺开啊，所以就活到今嘛。所以讲，有这个代志，当初你会去受气，啊，我啊吼，伊就受气，你就感觉无啥物啊。因为咱只要人拢爱活着，爱做家己的事尔吼。啊，迄个就是讲，迄个棉袄跟迄个棉袄汤，应该嘛爱常来煮来食，即种的物件吼，对身体嘛有帮助。因为即种物件咱若从讲常来控制啉吼，你若早食会当清胃火，虽然虚火，啊你若食了安尼食，你高兴无袂歹咯吼。啊，这个就是如果在面前咱讲，我就要讲。迄是古话，我在面前咱讲。古话，啊你食迄种燕麦粥吼，即个我来讲讲过，种五谷杂粮吼，对身体诚好。咱吼家煮做迄个黄糜安尼，啊一礼拜吼来食3摆，吼安尼轮流食吼，然后5、60年轮流食袂歹。啊你来进行苦瓜汤，吼你来进行煮苦瓜，嘿，这有帮助，因为进行吼会顾胃肠啊，啊免补肾啊，啊你煮苦瓜降血糖袂歹，啊嘛袂歹食啦，吼啊你来就差不多讲的来啊嘛袂歹，啊搁一项sau毛嘛补肾咯，嘿，啊搁伊香味足济，食了较袂起劲，吼，啊来当归。栽类饲料，吼，我感觉讲对伊小气，伊几项拢袂歹。我感觉即摆的人吼，着糖尿病机会最大。啊，你若莫食伤油吼，若莫食伤油，咱着心脏负担着较轻啊。啊，你着尽量咱特别你若有糖尿病吼，你心脏啊、心脏着死，还有会出问题。吼，啊，你是不最重要的啊！你若今日家着病，后暝家着轻起。啊，所以讲吼，你着食物控制过来运动，咱的迄个对症吼，咱的对症，啊，搁你神经较袂老化，较袂退化。你一个人若出认真运动，按慢互伊大考，伊这糖尿病人控制了偌济年，啊，莫烦恼，啊，莫受，这最重要的哦。有的人拢在怨叹讲，吼，食怎我人别人拢好好，我着糖尿病。我拢来讲，有的人吼，三日前就食跳跳，啊3日后就死跳跳，为啥物？心肌梗塞啊，心脏塌的啊。我讲啊，你长期糖尿病吼，你会当好好保养，你搁会去活过来10年啊。啊，你是咧怨叹啥物？吼，就是你来想讲，你若有认真咧来保养，伊嘛是会一直维持足久啊。吼，啊我感觉每一个人拢会衰老，啊嘛会死亡，啊所以咱嘛是长期有糖尿病，反正咱认真保养就好啦，迄嘛无啥物问题啊。嘿，啊再来吼，我再来讲到迄个按摩吼，啊即马泡大菜，第一个代志，首先搓热，好，搓一搓之后呢，再搓到很热，然后贴在你的马珠上，贴着。好贴，然后再搓一搓，再贴，好，安尼，啊，然后这个把就贴之后，就开始按摩。第二就是讲这个眉毛针，好按摩，好啊按摩了，再来到那个太阳穴，一个穴道至少要按20下，按摩之后再来将睛明穴再提起来。今天姐姐再来听管家，今天眉骨、咱眼睛在那边拢来做一个弧度的按过来，啊，下底将就在两百，那个这样有200穴，就在提的啦，好，咱就在轮流的，好，第六道你打开哦，啊，这样你就来等。我刚才刚刚就是跟你，这个是技巧嘛，对吧？好，那我们在这边。社会上的边缘的这些边缘，即使他们感觉上是个案，我们有个工作，我们有份责任，家庭，然后做完嘞，就不是讲背起来，背起来写。咱今日学做时都，真正咱人真心一手，重点给服务员。
是抢赢咱家己来保护家己，所以咱过去有听前辈这咧讲，亲近世间天老路呢，伊有敢修到无咱呢？伊有敢修到无？敢修到无咱呢？绝对物件，寸光寸果呢，天感应，咱过去人有咧讲人咧做，天咧瞧，有咧瞧无？人古早人讲话，咱咧金色良言，每句呢爱甲思考，爱甲思考有影无？咱咧做，天就甲咱瞧；咱做好，天就甲咱瞧好；咱做歹，天就甲咱瞧歹。每日时日节，就咧甲咱讲起。人讲寸光寸果，天感应，有影无？咱有自信无？无自信啊，爱有自信，歹势人唔敢应啦，寸光寸果，天感应。若无呢，话出时来，身体就真臃肿；话出时来呢，真富贵，爸母真有美味，生活真富足，爸母疼命命，话出时来呢，爸母美味较无，搁分担，搁唔爱紧张，搁不来食，出时来足艰苦，像学校呢，出时来足艰苦，3、4岁会晓讲食饭，就爱讲做伙，所以。我3、4岁感觉讲人生呢真痛苦，到47岁，到37、36岁就多。我有这遮好的高人好行，上天放这多呢，无想到名气，无较踏实的名气，所以就做了后，阮上一年，阮一人做15个，上去进做，亲口呢带大人囡仔无讲，囡仔咱个人做啲。大人15个呢，上37年拢是中啊，亲口的。咱今日要修道呢，大家爱同修，要行道呢爱大家同行，所以咱今仔日真正希望讲大家较踏实地，所以时间你换啦，人生最无情的，世间最无情就是时间。我虽然讲，阮老爸咧讲智慧无情，其实智慧要有情，火若咧烧水，来到后摆来活，水若来土来动，还袂爱调，时间有法度。我爱要较久咧，我爱要较忠心咧，我要去接受咧，就是有法度。所以，咱学了准备足济，遇到做了后，咱今日有心目的，就是要。到世界大同，咱就是未来世界大同的成功者，唔通未尽咱的任务，要甲咱目的。所以，咱受到了，咱就知讲这马文大中天，孔子呢2500几年前做这个马文大中天，要成这个大同，无法度成功，希望讲进化上成功。在国父也是同款，国父在集体时呢，有哪？叫恁孔子这马文大中天就咧随，在工作在政机关呢，甲看拢有迄个马文大中天。我请教迄工作人，话拢也无啥了解讲马文这大中天内底意思是啥物件，是真好。佮再来，恁今仔日修道，各位宗旨，咱今仔日在咧修道，各位宗旨嘛，唔知无知影是。佮再来，这个清净经、心经，咱今日要修道呢，要安怎才成就到迄个？成功目标，你那身体会当成功，爱清净。阮人上清净，现在世界规确实真正有不贵。所以这清净经就是老祖81种，或者数字经呢，浓缩起来做清净经，用这个白话文读浅的，普通人遐读呢，意思就知影。佮再就是心经，这点么呢？阮佛教呢？这番之前的这个经卷，浓缩到现在心经，互咱大家当真正去了解。三藏初经呢，往西天，要2年10几年，发到西方。要做转来，咱观世音菩萨用这个心经呢，互伊念，你好用这个心经，一直念这个心经到保领你无妖魔鬼怪。所以较早这书经呢，拄着真侪妖魔鬼怪，到尾做转来用这心经来念呢，就呢安尼安然自在。会当时转到咱中国，所以这心经呢，
就是讲平常国内内底经典非常济，以后呢，大家互相勉强，今日咱大家好好。几点钟的中间也较轻松的，若爱困的目睭面热热的，落去外口出来啊，唔通落去外口，唔通落去来面入来，落去来面入来，爱面爱消圆，袂清，落去较唔出去，啊就要提神的，爱提神，所以下昼我特别甲恁本市主编，啊甲在江市主编呢，普通时12:30分，到1点就要开班，我带人讲咱这老人大咧食饭慢。啊，动作拢较慢，特别差不多3点半，食饭大家坐在休息，静一下，下晡较袂爱困，这是特别的所在，所以希望恁大家轻松，比较较轻松的，比咱前较轻松、较快乐，道理听落，希望道理听落呢，咱这个修道的目标才会出来，修道目标哪会出来呢？目标就有目标，咱修到前头结实，无咱讲今日来做啦，多真多感谢非常难得的机会，这个宝贵物件呢，所以就是讲袂了最好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快乐上班。
你是年轻人，那个没有年轻人那里。被之前都不敢，那个不小心。哎，等一下，我再找一个对照组。唱的是说的好听啦哈，他说他做他们听，嘴他都听，但是为了开音，那你一定和唱完再给他读一遍啊，好，谢谢。没有说，没有先不要讲这个啊。再一次来鼓掌欢迎啊！好气气，因为好团，然后我看你们哇，来，来，来，最好的。
说真的，这一路下来，内心也是充满着期待，因为很难得有这样的一个机缘。那或许不是专家，因为听说专家都是专门害人家。那看到很多年轻的朋友，内心就有因为我们都曾经年轻过，是不是？时候也讲到一个故事跟一个笑话，你们想不想听？不想就不说。是这样子的因为后姐是从小就在道化的家庭，或者是感恩自己的父母在很小的时候就那一路这种感慨真的很深，而且很庆幸有这样的一个因缘。那或许就刚好看到一个故事，澳洲的小女孩，不晓得我们在座的少军学长有没有有没有听过澳洲的小女孩？有没有？没有，还有机会说。是这样子的，就是澳洲有一个海边住了一位退休的老伯伯，因为他很喜欢海，而且有的时候看到日落，夕阳西下的时候那种美景，所以他就是退休是在那个海滩旁边买一个房子，早晚都能够享受那种美好的时光。有一天突然发觉到说，海边的那一头有一个人弯下身子，然后呢捡起刀尖往海边往海里面去丢，然后边捡边丢，边捡边丢，他就很好奇说，到底这个人到底在做什么？后来慢慢走近靠近他的时候，他才发觉到说，有一位小女孩，原来是在捡海星，怎么样？我们海边都觉得海星。那么海星呢，因为海水把它怎么样冲上这个什么沙滩上面的时候，它如果海水退下去的时候，它卡在这个沙滩上，那是不是这个海星太阳一晒的话会死亡？所以这个小女孩是不是非常的有爱心？所以就是把这个海星捡起来把它丢回去。那这个老伯伯可能是因为经历过人生各种风光吧，他觉得说这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情，而且这怎么可能？怎么说呢？因为海星说，就是你把它捡起来，你把它救起来了，你把它丢到海中里头去，然后等一下海水又把它打上岸上来，那不是在白费你的力气，而且浪费你的时间。他说着说着就跟这个小女孩怎么讲？哎呀，就这么一声哎呀，可是这个小女孩呢，好有智慧啊。她跟这个老伯伯讲说，最起码我把它拿到我的手上的时候，我能够改变它一切，听得懂吗？那我们今天来到这里，很多时候我们也在改变很多事情。今天后姐觉得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这样的此时此刻，大家一起分享，一起学习，然后共同来参与这个参与我们修缮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是不是可以请各位学长到前前，把你的手拿出来，右手左手都没有关系，跟隔壁的这位到前前，跟他握着手，甚至可以来一个拥抱。我很高兴今天你能够来，因为你今天来了，你改变了很多，难道不是吗？很高兴我们今天都来这里，对不对？
像过节前几天有吃粽子，你们有没有吃粽子？超市无现场消息，当你吃了一粒粽子的时候，你年轻1岁。怎么说呢？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冬至的时候吃汤圆要多1岁嘛。那我为什么不能够让自己年轻1岁，再怎么样增加1岁，然后我今年就不增不减，然后让自己高兴哈？那这个故事里头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启发，人有爱心就有智慧。好，那我们今天就是学习说如何把我们那份爱心，然后呢用适当的智慧来把它做我们的付出跟关怀。所以刚才握手的意思就是我们愿意彼此在这边表达我们的善意，表达我们的关怀，然后愿意在这里头彼此支持、彼此鼓励。这个是故事。另外一个就是笑话。这个笑话是这么说的哈，就是有一个人到宠物店里头去买宠物。买这个宠物呢，他想买那个9公秒是不是会切那个声音？然后他就问这个老板说：“这只因为刚好有3只，这只怎么卖？”他说：“这只9公秒要卖5000块。”就觉得说哪有什么9公秒一只要卖到1000块？凭什么？他就有点就是不以为然。就用那种口气跟那种态度，老板知道他的意思。他说这只9公秒为什么卖1000块的原因，是因为他会接电话。你们会不会接电话？会接电话，对，接下来，是这样的啊。旁边还有一只啊，这只会怎么样？这只要2000，为什么要2000？不只是会打电话、接电话，又会打电话，又会呢发妹啊，所以要2000啊。这个老板就表示这个客户啊，这个客户啊，这个人有点不服啊，我呢跑过去给他开玩笑，增加啊，他不去讲。他们不是放东西够严谨，有人说另外这只还要等，他说3000块，什么都不会啊，什么都不会，怎么有3000块啊？他说电子什么都不会，可是旁边2只都叫他老板。今天你们有没有当自己的老板的？有没有当自己的老板？所以你才能够来这里，是不是？我们不是刚才有见风客手吗？有没有？这叫什么？叩门，是不是按门铃？里面有门在家吗？是不是？叩手就是在叩你的门啊，你在不在啊？很多时候是要自在，可是我们很多时候都不自在。今天你们在这边有没有自在啊？因为放下，对不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很在意很多事情，所以才是烦恼很多。烦恼明明知道烦恼，可是又放不下，为什么？因为回力心啊。所以自在不在的时候呢，变什么？他在，哪一个在啊？所以有很多的烦恼在。那我们今天呢，来上这个课呢，就是要让我们能够自在，对不对？希望呢这段时间里头大家都能够在。好，那我们学会怎么样打电脑？因为现在的世纪是什么世纪？也是1世代，一切都怎么样？
数位化，是不是？一切都怎么样？电脑资讯化。我们今天修办大马上这也就期待呢所以我这个给去带来做3步路，开玩笑，因为这个方便很多不用怎么样大包小包这样的扛着是那很多地方我们的资料不是也是用到电脑吗？那我后面讲刻那个什么以前好像读小学的时候有没有那个蜡烛给再过来钉去那边这个也弄出来期待这个进步我们修道也是一样的。不是常常被人家叫做跟来讲就讲什么鬼鬼那么首先我们就是必须呢对现在的时代社会环境多一个了解，然后呢我们才能够回应到时代的脉动里头，在这里头做最好的加强，弄得怎么样？现在许大汉现在弄刚刚顶转了。现在呢做实体的工呢，爸爸妈妈实在比较多饭，无了解我，佫碎念。安尼是不是家庭的修理好吧？这个在潜意识里头就有问题。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年龄里头，我们要注意。第二个呢，12岁到22岁，这就是他起青少年。青少年又有一个什么称呼啊？青少年叫做叛逆期，也叫做什么期？黄标期，所以说标网，上网叫做标网。车呢叫飙车，也都标，不标都没赛。还有叫做危险期，他在这个时候心智就是他的智慧还不是很成熟。所以往往有些时候会做出一些错误的事情。好，那在这样的一个资讯里头的变动非常的大，很可能它不变，它很可能会变。那变里头会变好跟变不好，所以青少年的一个自我在这里头就很重要了。所以如果你家中有碰到黄标期、危险期跟什么叛逆期的小朋友，大朋友都是小朋友，应该从小朋友多关心大朋友的时候呢，大家呢不妨来学习一下。那如果两个对立的时候呢，两个对象吵架的时候呢，怎么办？有一个小女生呢，跟她妈妈吵得好厉害的时候呢，她竟然怎么样被呛呢？对我就把她气了那样。结果伊妈妈那个应呢，你对我怎么气了？我唔知怎么气。现在讲到这，这个是不是有我们在这里都叫中年了，对不对？快要步入了老年了，对不对？中年的时候，男士有中年危机，对吧？女士的他们怎么气呀？要不要跟我前奏？所以下期就变成什么？老年老年的话怎么样？最希望自己怎么样？抱来夫妻。所以咱是这一代慢慢老伴，对不对？看到有老公那在在呢，还有啥？对啊，起码起健康怎样呢？有没有两者防老？我啦，咱家人那弄的规矩啊。我当天都挂护理线了，要替他带怎么样？那叫做亏本老本对不对？老本本来都爱老什么？是吧？无事无要倒去遐大，唔咯？一个月换一个月，有没有？你这个是不是这个月到大儿子，那个月到第二个儿子了最好是要在那个老窝，少来多少？无钱我安怎？不钱多了两个看，愈看愈无了，就贵去
这当时香港都会2部片啊，看几10年啊。啊，对，不要怎么样？这个我们要，对不对？这个我们都要，不要怎么样？唔通搞不修了，听有啊？这个心是这个心，唔通掉了都被废掉了。他是老来要修，所以这里头牵涉到自我。什么叫做自我？现在我，自我就是现在的我。啊，那人为什么有这个我？这个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哈，那佛经有佛经啊，这个经典有经典的一个解释哈。我们今天是用很生活的化的方式，可能来了解说，什么叫做我的意思啊？既然有今晚我，是有过去的我，有未来的我无，有最后的我无啊。过去的我跟今晚我有相像无？不变了，变了，变了叫做成长，变卖呢，堕落。未来的我要不要比现在的我更好？所以我们是不是要学习？不是跟学习啊，还要怎么样？欢迎的意思就是你跟他们说，分享，就是怎么样，愿意去服务，愿意去付出你的关怀、你的爱心，对不对？我们道场就是这样子。最后呢会怎么样？会不会成长？有来了，有来了。或者今年在夏威夷的时候，跟他们讲一堂课，叫做人际关系，讲了8天，然后他们家里人都奇怪，你什么时候怎么变成这样子？很前进，他们听不懂。听讲那个给人就是那讲上这个课然后台湾要收3万块的学费。后来原来以为说我讲的很好，原来是他们为了省3万块。所以我们叫做学长，学长就是说每位道亲前大家碰面在一起的时候都称为学长，就是互相的鼓励勉励，说我们愿意在这个地方互相的学习，共同的参与，彼此的分享。一起成长，这样好不好？好。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来进入这个真正的课。过去的时间很几天了，这个被拿走了。在那边了我们第一堂就到几点？没有就中间没有就。就一路直达车，对，到晚上11点。11点半了。还好。好。那么这个我本身是一个概念。什么叫概念？这个念头的意思，这个观念。你对你家己的感觉，你是安怎看一个人跟你懂吗？你对你自己的感觉，认为说你是怎么样一个人，这叫做概念。可是有这个概念呢，一定要有怎么样内容呢？就是要有内涵没有是空的路，你跟他别人跟他别人心法，跟他别人心灵其实都空的。很可能变成什么白日梦，这些看似偶像所以一定要有内涵。那么这个内涵呢，就分4个部分。
我们具备每一个人都生有这个特质。第一个生理特质，有没有？我们有没有生理特质？长得高，长得矮，长得胖，长得瘦，长得漂亮，长得不太漂亮，长得比较丑，有没有？我们的弟弟也不错哈，生理特质哈。啊，讲到这里我又想到笑话，你因为刚才讲到这里能不能够用海外版？就有一个太太呢，天天怎么样？这个人就是怎么样？这个太太就是自我的自信心不够，没有办法自我肯定，很多信心嘛。所以刚刚很明显是讲哈，我漂不漂亮？天天问，啊，他天天先生被他问得很烦，所以有一天跟他讲说，你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女人，10全10美，听得懂吗？10全10美，太太会很高兴，可是好像有点假假的，所以他们更穷的那句，我到底美不美？美嘛，10全10美，美呀，10全10美。后面有一天又问的时候呢，他先生怎么跟他讲？他说啊，你今天呢10全8美，10全8美。他跟他说，哎，奇怪，啊你讲冷哎。就问他先生说，为什么是10全8美？就是因为少了内在美跟外在美。所以在这里头呢，我们就是学习认识这个自我的意思，要肯定，要接纳你的部分。你比方说，我这晚上爸爸妈妈呢，啊，谁来去教我？他们教我，那他想教我呢？啊，所以呢，这个是天生的，这是自然的。所以我们在这里头呢，不能够怎么样，有丝毫的一种负面的、负向的，所以我们才会讲一句话说：自然就是美。有没有这句话？就告诉你说，你要接纳你目前的你，还有内在美比外在美怎么样更重要？因为那说给没有外在美的人听的。开玩笑哈。好。那么接着下来呢，叫做心理特质。那么心理特质就是一个人的一个怎么样人格的部分。有些人比较乐观，是不是？有些人会比较悲观，有些人就怎么样？比较能够平易近人，有些人比较能够自我肯定，对自己能够怎么样，用一种很积极的、很正面的一个态度。有些人呢就很小气，心量不够大。那我们在这里头呢，被擦掉了。生理特质接着下来叫做智能，智能就是说你有你个人的特殊的才艺这么讲比较快。比如讲说你会写书法，有没有？笔字写得好漂亮，你会弹那个什么钢琴你会做什么？有些人怎么样？烧菜烧得很好，这个叫做智能，有没有？我家里头家务事做得让人家觉得很感动，这个就是什么？也是一个智能。另外一个社会智能就是说，你在整个大环境里头，你拥有的那种团体的这种能力，魅力的部分，很多人就有具备领导者的气质。他在整个团体里头，他可以起一个带头作用，是这样的人吗？有些人就怎么样？就做跟屁虫。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你说怎么样我就怎么样，说有没有意见？没有意见，什么都好，这也是他的一个社会特质。那么在这些特质里头，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提醒？就是说你自己要肯定这个部分。那么肯定这个部分里头呢，有分2个部分，因为既然有这个内涵，那么你如何去知道说你具备这样子的一个特质？也就是说，你为什么能够知道说你就是你第一个是
自己知道，对不对？他自己不知道的话就会讲。第一个，所以我们一个人要常常的反省自己。心理学叫做察觉，我们今天在道场叫做什么？反省，叫做怎么样？观上，回光返上，是不是？醒察你自己啊！你要比如说，哦，我现在的身心，我现在的一种身心状态是这样子的，啊。所以第一个你要能够知道有这样自我察觉的能力，自我察觉。刚才说的说你懂得反省，所以我们早晚烧香不是有线上的吗？那就是在察觉说我现在怎么样啊？第二个，父母从父母的身上来知道你。常常有些时候，我们父母在教育教养子女的时候呢，都很忽略的说，他们之间的一个互动对小孩子的影响很大。一句赞美的话，跟一句责备的、命令的、惩罚的效果绝对不一样。常常呢，我们小孩子会不会有很大的压力，来自于父母过高的期许，你就给他托帮。有无？有安尼哦，有安尼讲啊，阮迄啊，3分钟好啦，而且无啦，我马上100，嘿，啊若个台南出去讲啊，啊你了伊讲怎啊？看迄介贵啊，无人要查，一定嘛是要互伊叫迄去讲，哦。很多时候会给他有压力，比如说他这次考试考过。正来其实呢，他在学校就开始怎么样？新的开始啊，你当然呢，哇，他这些就是正来做的时候呢，爸爸妈妈唔知什么颜色给我看啊，他们在用心理的，好回来的时候呢，一看啊，我带你老爹老母安尼给你拍拼啊，安尼打拼啊，安尼强灯啊，我唔知啊讲。哦，安尼，结果你安尼读册，你安尼补习啊，你讲补一个就这样算补。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有稍微疏忽的错误嘛，对不对？你若安尼给责备时，他压力会不会更大？他以后就会怎么样？想办法去掩饰呢？来分手再盖头。对咯，即摆国法法制做咧，盖到你拢唔知啊，爸爸妈妈都讲啊，我讲叫你别怕啊，是不是安尼啊？如果你换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时候，你这个可能嘛，前年考试的时阵吼，人无讲，是讲你小可无要注意着，我相信的你嘛唔是咧，你家考无好啊，那你以后一点好一点考不较好，啊，这囡仔听来安怎？有鼓励了，有关心了，啊，伊会拍拼了，对啦吼。好，这是父母。如果全部都是负面的，这个考不好的时阵呢，有的父母呢就是刀子口豆腐心，刀子口听了吧？啊，你跳干啊，你无道理嘛，我这就是刀子口了。啊，你死死气打出去啊，你看看都叫你死出去了，你会靠过来干嘛？叫做豆腐心啊。啊，话又说回来了，嘿，话又说回来，就是，这个小女生考不好，你以后变不了啊。安尼会是嘛？咁我哋讲讲，咁咱路做保这块流水嘅，小我代志啊，计不啊？更过分了说啊，你孩子啊，你对不起业主业主，我说8代拢请着啊，跟他那些叫背起来嘛，不怪我们不了，你点人打摇头，是吧？都唔对嘛，都活动嘛，都无去改善歌类，无去改赞美嘛，没有给他肯定嘛，他下次就摇给你看。所以现在有没有摇多玩很多？所以摇，你摇我也摇啊，嘴巴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父母就要很注意了，因为是自我受到伤害。你若当小孩就特别去讲，我最近安尼，你这个这乖是压力啊，这乖是你无帮他安尼讲反抗嘛，但是他怎么样？狂飙不看路的时候，谁怕谁不怕路？
还有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好，另外一个就是师长红牌。那有些说不简单，不简单，但是不简单要有恒心，第二个要什么心？这个做老师的对子女的教育，对以后他的一个成长，包括他的成功，非常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关键。这是一个实际的一个心理的作用。就是一个老师哈，一般来说，伊一个对于特别课就是对于特别高课，啊，这个高课定定去后面，啊，这个定定红鼓励对吧？啊，大家成绩啊，鼓励你较好嘛，你安怎甲鼓励嘛？安怎你家念你知影？就是讲老师你上过，啊，迄个定定去后面迄个出面啊。大部分，啊，叫老师了解了，是这样的，骂的怎么样？口头的意见。啊，黑嘛是吧？啊，老师那东西在哪？你们看，那位同学多用功啊，连睡觉的时候也在读书，听好不？啊，这是不会啊，但是这样子可能讲，起码你睡觉的时候也在听道理啊。所以自我在这个部分里头啊，就是会受到这些的影响，别人给你肯定，给你鼓励。对对方来讲，具有很大的一个激励。各位相信吗？现在你的心掌声，要给人家掌声哦，要给人家牺牲，没有啊，我这样看到我的烦恼，牺牲啊。去到我的公司，看到我的烦恼，很多时候，我们都怎么样？乐于不给人家怎么样掌声，都这样去的。妈呀，不要吹了哈！落井下石的心理，酸葡萄心理很重。这可能人就是自我自信心都无够，应该是可能看不懂的。所以为什么咱做人一定有一句话是吧？存好心有没有？说好话有没有？做好事有没有？啊，度呢？度大，唔通啊伤贵啊，度量大，无度大大啊。这里头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有一个怎么样良好的人格特质，就是自我来自于彼此之间跟别人的互动，跟别人的察觉。所以，咱起码来做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哦，因为咱这个奖励来对面都有一个奖，也就是说多阿里斯、多阿里康，有没有？有。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一个人他要能够成长。甚至说他会挫败，除了他个人本身自己以外，跟别人的互动也很有关系。所以为什么说我们道场为什么要叫做成全？成全能听到不？成全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头有一个怎么样正向，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所谓的生命态度。有一个新的一个思维，然后甚至在遇到困顿的时候，去通过那种难关，这个就是一个成全的一个过程。那成全的一个过程里头，我们可以从这个部分里头呢去做这样子的一个什么察觉啊。我们如果到人家的家里头，比如按门铃都没有开门啊，你想说大概会怎么样？没有人在家哈。可是有大家讲，他们大呀，刚才是无对，无一个人厝的门铃开起，无一个人无听到，啊，你刚刚门来看一下无？对，啊，这个说哈里斯方就是这个意思啊，就是透过他们的方式，就把人了解到，啊，咱嘛去了解到，啊，再来互相鼓励，啊，这个很有用啊，很有用。那后面今天在这里啊，跟大家稍微讲一下子。可是这个部分里头，它只是一个观点，但是觉得角度啊，还是一个观点而已。啊，我们最重要的还是道场的这个所谓的信理心法的一个出现。怎么说？有一年后就到菲律宾去，然后我们当然到那边也有机会去怎么样去玩耍。我们
在5点讲的刚刚玩耍啊，有时候道心嘛，对不对？人之常情啊，所以或者说不容易运动，唔敢讲玩耍，都会运动到那个很漂亮的风景区去，他们会照相，会照相啊。啊，我们有些时候会被摆 pose。我常常会去观察人，有时候很好玩。那个婚丧喜事小姐都会站这样，有没有？这个脚都会这样。我们就有一个婚照的学长啊，他说帮我照怎么样？照半身啊，对啦，照出来的这个就是还客观的就是照半身嘛，边那个镜是无定嘛，我讲一个看镜啊。我就是讲，还叫一个特写是吧？这较经济。你知影，你相是洗出来，安怎洗出来你知无？咱呢，这个照片或者给我很多的启示，伊安尼直上就注意啊。你讲半身，咱普通是唔爱叫半身，其实讲。半身啊，你若看过安尼相片，就讲这半身啊。这介真有啊，这条听来，敢若这条片啊，较目睭啊。咱有当时看人就是安尼，听有无？你不看别人就是这样子，耍碎吧。很多时候你看你自己也看不对，完全呢。所以是不是要学习？是不是要靠别人给我们的一个怎么样鼓励呀？所以才这样嘛，讲咱赚钱，咱爱受谢，爱欢喜，也爱感谢，感谢啊。所以即摆要讲感谢啦，但是啦，拢袂安尼气几啊工。好，首先来看讲开放的，有没有人有没有这个部分？你塞吗？这个我们觉得好多啊，非常好。对吧？我们家今年还没有实行嘛，我们会有这份自信。那这个人啊，因为大家做工厂，不工商害我都很清楚，所以做电脑关注呀。我们大概你觉得不是，因为这是开放的，大家都是这样。影响他的职业、他的家庭、他的个人、平常的为人、他的外表，是吧？一个外表，一个样子，这是开放的。他们有没有这个开放的部分呢？有没有？我对第一领导有没有一个开放的？另外一个有个叫平常的，这个是别人知道，我也知道对，这个是我知道，别人不知道。那我按哪个什么？我们有没有这样的部分？这个部分叫什么？这个部分叫什么？天书啊，这个会讲天书下人知，隐秘嘛，隐藏多人知，有一肚子苦水，到现在叫做隐藏的火，现在呢，比如说，我们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出航险？不要讲啦，讲的不是隐藏啊，被开放啊，听有无？叫人每个时都拢是赤子的心啊！我会记你讲要无出航险。尼听有无啊？隐藏的啊，普通无人知啦啊，朋友你愿意互人知，那嘛袂要紧啊，因为即摆嘛，你话你甲咱通过啊，讲会使安怎？我建议给他们公开啊。还有没有一个叫做盲目的？有盲目的，你看你唔知，唔知。咱有当时啊，有咱常讲咱比大人的时阵，比啥？这讲安怎无看到这拢看会到，这个就是盲目的，听无？有当时你支持足歹，可能足无好斗阵的。你怎做啦？我就是安尼啊，我的个性就是安尼啊，直来直往你直来直往，别人却怎么样，在那边不高兴不舒服，在那边生气好几天了。你拢讲安啦，我全就是我安尼啊，你安尼做你安尼，慢再来甲你做朋友。我天天讲过啊，心直口快，
可是呢，这里头你不去察觉说你这个地方对别人的一个伤害或者是影响，它会变成说我们的盲点，这样子。所以咱就是按靠这导流，靠这个啥呢？开发研究，靠这咱办事的中间不断的去察觉，不断的去努力，不断的去怎么样调试分对嘛咧？到底大家讲会晓讲，我袂生气啊，但是有阵时嘛是安尼想一下安尼，安尼这个安尼放着，然后慢慢的评估，叫做调试以后才有可能改善以后才有可能改变，安尼听好吗？所以你从调试到改善到改变，这是正常的。因为像我拢没有，拢没讲过的哈。如果 A 时阵呢，你就要懂得怎么样在这里头给自己做这样的叫做自我调试。盲目的，另外一个有没有未知的？是不是？未知的让你在把它盲在，这是哪一个部分？潜能，我们有没有潜能？有哈。我们921的时候在那个山西做那个心灵志工。都去访问其中有一个太太因知道接触挂大白当去讲看那物件拢歹摕，就变相感冒了。这就是潜能，我是比喻说潜能就是这样子。第二感冒是无？安尼就是有讲就使安尼讲讲咧。无你拄啊拄着大白当你咧摕啥？我们要拿什么？钱没得用嘞，这些物件不能刷卡，因为收音机嘛拢中无啊，有啊，起码拢有调嘛，有啊，计小无去检查，一定要袂哩，听得懂吗？有啊，起码拢安尼，讲那个啥那个宝马机有啊，怎么知？摕信用卡无得刷卡，逃命要紧啊，是不是？他们这个是对的，留着青春在路上没来刷。好。这个潜能的部分呢，今天就是要讲我们怎么样，讲我们的自信。你看那个自我，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真我，真实的我，最后的我，这个真我，最后的我，这个部分呢，是人的本性所性。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不是说奇哉，一切大罪都是借性如来得相，是不？你本来嘛唔知啊，但是最后伊讲咱所有的众生，每一个人拢都有一个不贤之人，是最后的。所以大姐不是讲说自离自在，这是最后的真实的我。所以我们今天认识、探索自我，最终的是什么样的一个用意啊？不是后姐今天在这里头呢，跟你讲一讲，让你怎么样，开开心笑一笑，然后11点半呢，好了，再见，不是，而是有一个终极的目标，我们叫做终极关怀。我跟你来这中看，发挥探索自我的个体关系，就是说最后的这个，我们叫做终极。终是最后，对吧？那另外看前面我到最后的时候会有一个终出来，最后嘛，它最后是表示说从头到尾你都清楚，所以这个叫做什么？最后的真实。极就是最高的意思，所以我们老母就是无极老母啊，极点。这个就是大，终极就是在探讨大。如果以人来讲，就是我们的生命。人有没有生命呢？有哈。最后的真实就是人的实相。有没有心灵世诸法空相？有没有？不生不灭，不增不减，不垢不净，是故空中有没有？空
中有没有？这个空中是指什么？是指这个，这个叫做什么？中极，有没有？有没有找到了？要在这里头安顿，因为最后只有最高才能够最后，对吧？通关在最后，无你还够一般啊。像说，如果以佛来讲，等觉上面不是有一个正觉吗？才叫做无上正等正觉无修嘛。所以最高就是无上，最后就是怎样正相。所以今天在这里来讲，就是我们的性理心法。我们今天得到的是不是大道？得到的是什么？性理真法，是不是？那什么叫做性理真法？就是生命的真相。你原来的生命是这样子的，可是我们来到了后天怎么样？都忘记了，都迷失了。好，后天刚才有没有跟我们画这个圆圈？这里有没有不明白的？我们是不是都已经求过道了？都求过道了。或许觉得说我们道的老子非常的有智慧，他在这里头呢，把它解释这个是玄，这个也是玄。他说呢，同出而异名，就是一体的一配。所以我们都是怎么样？严明佛子，那我们就走清楚，比方说一配，叫做生命共同体，对不对？好，同出而异名，然后呢，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玄叫做什么？玄。好，你先把它画好。玄啊，外面这个玄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放之明六合。这个玄呢是怎么样呢？这个一直对不对？要来这个啊，退藏以命，对不对？一个叫做开展，所以我们才有命。我们今年几岁了？就是已经开展了几年了，所以也寡年寡下去那，是吧？看面相还有命存在。那这个呢，要是我们生命有一个根源，这个根源来自于哪里？无极，来自于诸天啊，对不对？那这个地方为什么叫做众妙之门？我们现在来看哦，每一个宗教都不离开这个圆圈，怎么讲？这个是两仪，有没有？好，道家对不对？十字架呢？基督教、天主教，再这样去画的话是什么？这个万字是什么教？有没有一？有没有十？闻一而知十，有没有儒家？好，这个道在物理、化学、数学都有它的原理。怎么说呢？因为科学家发现了这个原理，所以他才能够怎么样？去创造、去制造出很多利于我们生活的一些物质产品，对不对？可是它都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所以这个地方叫做众妙之门，没有这个就不妙了，有没有？这地方，我拿到这个不妙，为什么？就走了，是不是啊？代际挂标啊，就是因为这个啊。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呢，无锡的时候是给我们画这个，现在的点轮是有没有跟你一样画这个？以前4000多年前画圆圈跟现在画的圆圈有没有一样？叫做真传嘛，叫做一贯道嘛。挑了，它在哪里？这个弦可以看得到。我们现在把这个手拿出来，这个指纹是不是弦？弦哈，它现在有弦了。有的人讲两个哦，你们看过哪个的？后天在这边去看哦，他比他爸爸还快。因为爸爸拢叫计划计，1、2、3个1、2、3，我想讲哎呀，都中中啊，出家人我按这个点哪去啊呢？张老师在旁边，我都教文啊，6个啊。好，脚底也有啊，这个弦从哪里来？是不是从这个来？按你听有无？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有这个，我们才有命。我们
们都知道啊，我们早晚烧香恪守的时候，你知道那个姿势叫什么姿势吗？就是我们还没有出血以前的姿势，啊，跟我们恪守的姿势是一模一样的，就是告诉我们说，先天的根源在老母那边，后天的根源你要在这里头怎么样，好好的怎么样行道，听得懂吗？天地，老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有天有地，还要有人嘛。人就是怎么样？道德经讲的“主万物之自然而复敢为”，有没有这句话？所以我们在这里头才叫做三才嘛。人为天地人三才之一，就是我们性命的尊贵跟可贵。那今天我们来谈自我。一般是心理学的范围里头，只能够谈到这个什么心的层次，还没有办法谈到灵的。所以我们今天就是很幸运，我们能够怎么样跨入比一些的心理学家更专家。听有无？这个无办法呢，咱就因为为了爱个去催眠，你知影无？咱有相信前世即世后世人无？无吧？咱有相信轮回无？咱有相信耶稣无？有。咱有人拢有敢？有无？有啊。我当时爱大声的，你嘛你来拢安尼咯，变大声，过修他。我们道场都是这样子啊，我们道场都很和和气气的。好，那么呢？我应该喝一下水。这边是水哈。有一个医师，因为后学事业中从美国回来，然后到台中文化中心去参加一个叫做生命科技与人文专访那希望控制的那边的一样有啦无现在我们可以复制人类的干细胞，干细胞可以生长成器官。咱以前马人心狗会，即嘛马人心狗会是你马人，因为现在我们可能会高啊个来复制，甲你移植，甲咱换个物件，甲你换。高潮喵青鸡你以后鱼可能就种地对吧？听无啊？种什么？就阮人讲的迄种听无，好啦，这鱼甲换一个喵青鱼摕去。以后就安尼咯，人心狗会嘛，靠的是啊，这是真的。即马就是咱今日其实收到就是帮病人着急其实咱用现代化，你知影无或者有点现代化可能有点经济拍点他哪有得罪的地方老母亲会说出来好，就有一个医生，他是内分泌的专家，你来给他讲。他家庭环境非常好，他说他40岁以前要游遍全世界，可是在38岁的时候，他的小儿子差一点被卡车弄死了。伊才发觉到说生命中间、生活中间、人生中间有你所我爱的物件会你啦，听得懂吗？这叫做什么？无常。所以我们要刷卡。像我们大飞机都会刷卡。或者去年是刚好911过以后才去美国，那边那里都打，我们模板摔下来，基本上都回前期前期吧。刷卡呢，金卡1200、2600，后学又有一个平安险，又1000、3600。我那天打过来不过那样没掉而已。好，他开始去探讨。去看透你先看透生气，看透这个讲信仰怎么样，对不对？但是呢，最无法去突破的，也最期望，也最好奇的，就是生死，就是怎么样轮回。有个条件台大有一个医师专门心理的医师，他是专门在做什么？做催眠。全台湾就是他第一个
他为了要了解说人到底有没有前一辈子嘛，因为说，我这岁数拢看你多岁啊，我这个啊，我家世啊，我现在我工作派来你，那你自己列了解，他就想说我前一辈子到底有做了什么事情，所以今天才会发生这个事情嘛，他要印证，否则他因果不能相信，否则他也不能够去确认说到底有没有前世今生啊，所以就会把那个催眠，去催眠他之后。人家就很好奇，就说：某某意思，你去催眠了后，你有相信因果，才有相信轮回无？是讲无相信才讲的。讲现在啊，因为做一届费钱几科啊，你若无相信是讲啊。咱今日有讲到无？咱今日拢无安那，无开费钱几科嘛。来了佛堂，我们就知道真相有没有终极啊？我们就明白这个道啊。我们的生命当中不必像他怎么样，有小孩子被创造以后才来开始努力呀，是不是要感恩？还要感恩林宝师、前贤嘛，点文师，道场中的前辈嘛。所以呢，这摆来讲是啥？感恩咯。做感恩爱做爱两这个声音呢，这是好学习个就是说，台南学手心哈，一家做的。我们在过年的时候都有聚餐，然后他就帮我们带塑料去，他带塑料去，塑料够了。你家做啥去啊？我今仔做塑料跟塑料在差水，塑料。还对还是好。我就刚呢，因为他搭头等舱，所以那个啥，塑料嘛搭头等舱，今日吃都起的。我家也该感恩嘛，某前啊，很感恩很感恩。你讲安尼啊，感冒嘞感恩，你若要讲感恩就你讲，我讲无是安怎讲？你讲感恩啊。所以啊，咱今日大家讲就感恩啊，安尼好无？感恩啊！你刚才也有笑呢，笑出来了。我后会来讲安尼话啊。我们要时刻感恩，还有怎么样？时刻忏悔，能在显用嘛，就是这样哈。好，人生里头就是要有这个忠跟这个喜哦，因为怎么样？只有最高是最后嘛，对不对？那么落实在人生里头呢，那就爱有这个讲，人生是要有一个理想。你的理想是什么？我们的理想人生要有一个理想，然后还要一个什么呀？真情理想是方向，真情是动力。什么叫真情？是真诚。你看啊，我们师说慈悲多伟大，在我们求道的业务里头，诚心保守，实心怎么样？修炼实心忏悔，诚实就是怎么样？发出我们内心生命里头的那一份真情。这份真情就是发心，发什么心？发菩提心。我们愿意在这里头把我们自己提升到跟佛菩萨一样，所以我们今天要有这份理想。无的时阵呢，我们今天为什么而活着？为了子女吗？他长大了才不理你了。为了什么？为了三餐吗？还是为了说我做两件欢喜？还是点？所以这个理想一定要最高。就是人世间里头所有的东西都有对待，唯有死没有对待，死都没对待啊，对不对啊？好，生死是最大的一件事情。那在这里头，如何去把生死做一个适当的一个解脱，就是修道。是不是？所以师尊来讲呢，行进天下路，唯有怎么样？修道怎么样？不能。为什么？因为它是绝对的，就是最高的。因为最高才有可能是最后。如果不是的时候，那么我们
是有无力哦，无力感。那我们人生的这个价值和意义怎么样，就会有时候差对。所以我们今天去看到为什么能够那么笃定，为什么能够始终如一，一心向道？因为他生命已经把他安排在这里，而且是最高的，而且是最好的。因为唯有最怎么样齐，才有可能最公平。比如讲，我们现在讲男女之间的婚姻，你的另外一半，老公老婆，是不是你的最爱？他的生活，然后他的现在年轻人的生活，然后他们怎么样到日后年轻人阿公阿嬷去学习，学习在六位，然后以后还在误导，去参与阿公阿嬷的生活。发现有平常都不想真正愿意承担推动我们未来道的一个，不然的话，我们以目前来讲，我们还停留在到华裔为主，这个华裔没有办法去变，这个可能也是我们应该要去努力的方向。他说或许希望知道新加坡、马来西亚去评选，那很多人就碍于华语为主，华语讲的不流利，结果就没有办法去推广这项工作。所以或许希望从我们无论如何希望能够来把辅导团工作带动起来，这是或许非常盼望的一项很久以来所以说很担忧的一件事情，因为就好像在台北10几年前，台北就成立了电视班，10几年后，虽然带动将近有100位以上的年轻的伙伴亲口，真的带动他们亲口，但是亲口的他们踏入社会，他们就事业为主，他们没有办法去真正来承担道路工作，所以这么多人亲口，结果没有办法去集合他们的力量来带动我们道路工作，这几内心里面真的非常痛苦，非常感动，所以一直要求他们无论如何先把他们拉回来，但是在激流的力度，这个是或许很担忧的一件事情。因为亲口的孩子，头发留的长，甚至于黄色的、金黄色的，哇，看着之类真的从内心里面真的好像刀在割我们心一样，真的好痛。亲口的他们还做这些事情，代表着他们对道真的是一个亲口是一个形式，爱家庭，爸爸妈妈希望他亲口，所以他亲口。当初他有肯定亲口是好的，对的，没有错，但是要他真正的去表达出亲口的好处，跟修道的好处是没有办法的。所以这次我们参加了，因为虽然说有100多位，但是事实上还有太多的学员没有参加，所以如何能够我们自己来入这班来带动他们，这是我们很迫切需要的一件事。最后，就希望我们民进能够来正视这项工作。那到上个礼拜才或许知道，民进已经到最后编排好，但是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好比说我们来这班如何跟我们原来各单位所设的班不冲突，然后这些学员能够来参与，那这一项工作目前到年底为止，问题不大，因为很多都是因为本身有单位的，但是至于怎么样来协调，怎么样来突破，就是我们学务局能够来想出办法，从基本的道义跟基本的礼节，能够让他们都能够慢慢的学习。落实在他们虽然亲口的，但是他们对道理不足，能够去加强，怎样来让他们不要很难得亲口的，结果一个就是他的原因，这个是一个很大的。
可以当为我们未来的后起之秀，我们的中间干部。但是后来现在发觉有很多我们认为应该的结果都没办法，如我们所愿，就是后有时间的时候，有很多需要我们再努力、再加强，在大家互相贡献基金啊，这边这些问题。大家研究一下，但是大家共识没有办法这样做，没有的话，我们个人修正是我们怎么样来改进，怎么样来加强。我们有一个结果之后，我们再跟报告，然后看怎么样结果是如何。我们需要确定。我相信，或者相信，应该这项工作。非常迫切需要，所以我们一定做这个工作。每一个人都很希望在道学方面，这些年轻一代他们要怎样去加强？这是一个我希望有一天这年轻一代不但他们本身有造就，而且可以担当我们未来的重任。应该不可以一个人。因为这个课程，一定是首先第一年上半年跟下半年，你说从我们今年的下半年做了第一学期，明年他们做下一学期，我们再来推展。那这样推展当中，可能就上学期，今年的下半年这些工作，我们需要大家再对看看这个当中这些问题的一个克服，因为说起来。目前，当然这是一个社会现象，经济的压力，每一个人所面对的生活，每一个人都担忧现在的工作很难找，那难找社会这个整个形态的变化，已经在上班的，随时随地都好像心里面都必须要准备着，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被之前。或者是公司会倒闭，这个压力在无形中就变成很多我们的伙伴就是那种心态，就是说在现有的社会里面，自己就感觉到自己的学艺不足，所以在台北很多高中毕业、大专毕业或者五专毕业，他们就一直在继续念书，念书一边上班呢，晚上又要上课，所以在上课的压力跟这个上班的压力双重的压力之下，好像大家都无形中就把这个事情当作好像这一生当中不可或缺的，无形当中把学到的这个观念就好像摆在旁边，久而久之，好像追求这个名与利是我们非常需要的，不然的话，好像面对着失业这个事情，好像摆在眼前，非常的恐惧，好像很恐惧，所以要鼓励同修大家来突破这个关键，突破这个困难，是好像不知道从哪里下手，所以或许在台北所面，相信在我们南部也是有这种同样的问题存在。那这些问题，我们最根本的，我们要改变他们的心态，可能也就是必须要从道学方面去充实。但是我们对道学非常充实，而且对道非常肯定，应该对这一种想法，至少应该可以疏解这些人生观。因为毕竟人的一生，我们要能够肯定命运，是必须要自己怎样去创造，怎样去改变，并不是我们从名利上的追求就可以改变我们一生的命运。当然，这个对于事实上，我们是不能够去认同我们一生的命运，或者是我们怎样去改变我们自己的命运。但是我们能够去认同的话，那又怎样才能够
把后天能够顾及可以去顾及到先天的问题，所以在先后天我们都能够去兼顾的话，这样子才能够真正去突破我们心中的障碍。不然的话，可能我们对这些问题，不知道如何去改造。有几个问题没有问题，大概一个好，这个是今年6月6号今天内，还有想到还有第三，尽快把这些问题大家讨论一下，然后希望大家能够在这方面共同来付出心力，来突破困难，让我们的领导对于这个道学的知识这一方面有一个很好的位置。那我们是，我们有点成功，不到对不对？基本上都是这样，我自己的经验也是，我大学的经验也是。可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想一件事情，叫做这里的到底生活是怎么样，跟我要设计的东西是不是重要的，跟是不是我去到那边我所想象的就真的可以如常的进行。为什么我们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因为来参加活动的都很容易，对不对？大家都去那个山区南投的深山里、信义乡的深山里办暑假活动，很多人来参加，每个人都很高兴啊。最后一天那个什么晚会的时候，大家呼成一团，舍不得你走啊，对不对？大家都有这样子，对不对？不每一个人的经验都是这样哦。为什么？明明人都不一样哦，环境也都不一样哦，这怎么可能能跟
思考的问题。那个助跑要过远。对啊，靠近一点呢。背部要让它好按啊，对吧？背部要让它好按得到比较好。哇！哎呦！破纪录了！谢谢，不好意思。
人生转弯处要小心的人呢。反正向中间用力，成一直线向中间用力，两端用力要向中央，两端用力向中央用力。他会一直滑下去。要两端用力。两端用力。啊哈哈哈！啊哈哈！啊哈哈！啊哈！啊，小心车子，小心车子！好，不要浪费啦，去喝一喝啦。别伤心了，哦，有天气，天气允许。闯关游戏，大关，你就要考生产业。对面公司要上，对面关。哇，大地闯关游戏了。闯关游戏了。闯关游戏，闯关游戏。研究所的人，又是。哦，里面凉快多了哈。哦，里面好凉快啊。外面热，里面好凉快。危险，自己要平安，怕压坏了。女生背部，对，好靠膝盖啊，他头要看膝盖，嘿嘿。头要靠膝盖啊，头靠膝盖，哇，运动细胞好。
哦，是，运动细胞，啊，嘿嘿嘿嘿，嘿嘿嘿。mang gì mà cũng à, gì cả cha bé mang gì mà cũng à, ai ăn khác rồi, gì cả cha bé mang gì mà cũng à, cha bé不是要脖子啊，哦，哦。
跟六道，是吧？四圣拢无要到遐去，拢到六道去，对不对？好，我们今天懂得来这里，这是叫正常。对呀。他跑到哪里去？四圣啊，不跑到六道去啊。或者前年在旧金山啊，然后碰到一个老道士，他好神奇哦，每一个礼拜开班都有来，然后或者就问他，你家离这里远不远？你讲近近啊，10分钟就走到。然后我就说，哇，你看呢，3年来这样子都那么神奇，每一个礼拜都来。或者就问他说，你哪把就可以给家来搞啊？眼睛闭着走得到吗？他说走得到呢。那敲门那就那把就可以给家来到正常了，马给5枪。在死的时阵，目睭闭起就惊会到，有一天目睭向上开就惊会到了。最重要的是什么？不变的心，人心会变了。他会变，变了会心。今天我们要讲那个什么不变的，什么叫做不变？什么就是不变？就是能够超越时间跟空间的，就是不变。那起码比加，起码比时间加就是空间，对不对？时间跟空间，我们现在没有办法超越，可是我们的心却能够超越哦。今天你来了，下次来不来？不来就变了，我会变心加变，是不是？所以佛菩萨，你看阿弥陀佛离我们现在叫做法界，法界我不是跟你那样了，他的业力也怎么样？不退还。所以老祖师为什么叫弘持，就是你的观念。我们今天当下在佛前立了志愿，做这样的一种表白，你要知道那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光那个愿心一出来，力量一出来的话，就能够让你成佛做主孙呢。你奇怪，我这个没有讲过呢？因为第1年就做在心中啊，第2年在身边啊，第3年在办公啊，第4年放给你啊。那这样的愿力就退转了嘛，因为随着时空的变化就不在了嘛。我以为时间到了呢，还有快1个钟头。所以我们今天就是要追求这个，它最后。因为有最后，所以你现在的自己是不是要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充实、不断的成长？有一天你就怎么样，就近圆满，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在这里头，就是去发挥、去探索，愿意在这里头做这样的一个努力，希望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成就，好不好？好，既然好的话，我们给大家一个鼓励大家彼此鼓励。接着下来我们来看，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基本上当然咯，我们有没有手机？小朋友拿的手机都是最怎么样？最新的我们拿了呢？像后面的手机都是最旧的。现在看到没有？不要去了。人际关系跟人际关系，有没有？人际是指人文的部分，人际是指科学的部分。那个矿学广告诺基亚有没有？他说科技来自于人性，对不对？所以科学跟人文它是一体的。你不能够让它分开的话就有问题了。像我们现在我们现在的环境里头，自然环境跟人文环境有很大的一个怎么样问题耶？什么叫自然环境？是生态，
是吧？我们的表有没有？那个标本什么？补充啊，先使众生如炭，未得就成水火皆散。水火皆散就是指自然环境的问题。那么呢，众生如炭是指人文环境，就是道德、人心发生问题。像现在人文环境里头，八卦充斥，有没有？八卦新闻，造成人与人之间彼此一个不信任感，你一定一个念头说，这个今天要给他，是吧？为什么？人际关系都很疏离，彼此之间很难去表达善意。善意听得懂吗？所以还是道场温暖，看到懂？后天不晓得已经拿了多少次的这个毛巾，好感恩。这5算了，这边是牛奶，怕我忘记喝错了。这边是怎么样？你煮干完没？你家有没有？没有了。很多时候都是一条毛巾、一杯温开水去感动一个人。我们现在最新的是什么人？家人，对不对？把这个道场文化带回去好不好？好。你在家都把同乐和别人，厝的拢感受袂到，我为他们打抱不平。而且有一次在我们中树道场上一个课，然后就谈到这个部分。因为一般怎么样？坤道都很伟大，因为今天坤道比较多，他们讲很伟大。很多时候呢，家里都得在帮忙，是不是都是坤道，是太太嘛钱道怎么样？饭来怎么样？3手，茶来怎么样？4手，就让我给他感谢别贴对。所以后面请他们回去的时候怎么样？给太太递个毛巾，那有贵不呢？那卫生坤道的学长，你们感动不？一条毛巾就给背起来。好，2堂课1个礼拜1堂课。第2堂课的时候呢，就请他们跟我们分享，其中有一个签到的这个浅就是举手，表示我愿意分享。那一天晚上回去，我就开始怎么样，把我的那份对道别的那份关怀、善意，怎么样，给我太太也能够感受，所以他就怎么样，回到家里头呢，很匆忙的赶到洗手间怎么样，毛巾就摕过来热呀，你知影无？毛巾要摕热伊啊，你讲热伊就安尼啊，我准备是好势时阵呢，这个是门口。哎，这很多是不要看电视。你看这条的，身上一阵红，一阵是奶水。这就是像咱做的连段，听的惯习，都听的惯习啊。我怎么不是那个够讲道理？那你根本就这样呢，叫做道化家庭，对吧？道化家庭呢，都带到家里头啊，形成家庭的一个文化。水龙头都不一样，家庭他们无限水，我给再讲水啊，我专业啊，我们听他这边就是呢，有点窒息的感觉，我把它穿给出来，请问听起来，水龙头都关起来，给我算了，然后就说对哈，每次上台讲3宝大会开这句话。平心静气还看国灯呢，冲出去啊，安汹涌赶太太旁边太太请进走了，我太太请进走了，没有那个，我太太请进走了，太太请进走，你知你太太那个意思？你知你太太那个意思？卖给呀！这个需要多说所以说太高调了。安尼家庭会好无？
所以你先生老是感到困难安尼吼，安尼个你安尼看你教过你就对了，你唔通讲卖假啊，你会讲话哦。老公我爱你，是不是啊？安尼家庭人好个时阵叫做一人吃两人补，听有无？你以后嘛要来做阵，先生甲你讲。啊，先生安尼做阵，太太甲你碎碎念了，对吧？我们来进去了，啊那来到我们先生不会变坏，是不是啊？那个好，所以人际关系在这里头就非常的重要，对不对？夫妻之间、妻子之间、人与人之间也是一样哦。按照这个人际关系里头呢，就是有怎么样？天比说重要，咱很多时候都忽略了。咱以前给人讲的是先给人听话，啊，拢讲啊嘛，彼此都在争着说。我们要知道边边顾的是安怎讲较重要，还是心里讲较重要。怎么说跟说什么不一样哦？听得懂吗？怎么说跟说什么是不一样哦。边边是顾的讲的是，咱这个干嘛？会直直对吧？像他讲迄个唔对啊，讲卖假啊。其实对啦，先太太有什么潜在心头，可是怎么样？可以讲说，先生点了叫马假，因为婚道跟前道，前道的这个怎么样？这个大脑里头关于语言的部分输婚道，婚道的语言很精准，就是说骂人的时候是婚道名。啊，意思是讲哦，这句的意思讲啥你知吗？希望我们婚道怎么样？不要这边来，这边来，这边出去。啊，我这个就是怎么说？我说，你们婚道啊，以后不要长舌呢，不要常常骂你先生呢，安尼讲对吧？但是我们讲这句话是怎么说比说什么更重要？听得懂了没有？所以要看问题对了哈。所以听的话就是倾听，咱即摆吼有注意对吧？即摆大家拢在讲话的时阵吼，拢无去注意看对方，没有注意在看对方，有没有？东看看西看看，还是忙你的，然后呢听你想要听的，说你想要说的。其实他讲来讲一大篇的，你拢无去甲听，啊，尾下来你就去讲你家己去讲尔啊。在听的过程当中，你都进入，我怎样去讲啥？事实上他在说什么，你知道吗？你不一定知道。所以请听，听的这个听来对我分生理的跟心理的。生理的，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小小的练习你就有好处。首先，我们眼睛要看哪里？看对了，我当然知道，难道看地板吗？当然了，看地板的时候，男女刚开始认识的时候都哪里？或者你说大点这个业绩的嘛，大点业绩啊，标准都不错嘛。或者把这个快一点，把这个米啊，这个打，这个地啊，好不好？眼睛要看哪里？看他什么地方？看他眼睛哦，我就经常会看资料，我就给他挂线。是不是要看哪里呢？看鼻子跟额头之间这样上一下，知道吗？不能够直接看到眼睛，看到这个时呢，列把地马胸口，难不成你要放电啊？所以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种方式，你就会让人家觉得说，哦，你很真诚，你很尊重他。因为后学有些刚才都讲说，有些时候是态度不是内容，然后呢，态度决定高度，听得懂吗？你的态度愈低哦，你愈悬啦，听不懂？我们道场有没有？是不是都很低心下气？可是都是最高，有没有？以前的国父上是不是都最低？能够就同啊，今天一个别样哦，今天暑假开始了，我们还坐在这里看，是不是的？还好啦，有冷气。所以
态度决定道路，所以我们人际关系里头就在这里头没有几句话啊，事实上你就可以收掉，常常说请、谢谢、对不起啊。好，那人际关系里头这里头后节要特别讲啊，人际关系讲血缘，有没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比如讲说你有父母嘛，兄弟姐妹，对不对？你就才产生所谓的同学、同事、夫妻、子女，对不对？不相干的人。另外还有一个呢，一个是人际。法律，咱人在世间12多年之间，什么叫做法律？就是法律上的，有没有财产法人？有没有财产法人？哈，这个叫做法统，这个叫做血统。只有我们道，只有我们中华文化，所有世界各宗教，跟咱中华文化有谈道统。道统是谈什么？天人关系，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生命来自于哪一个地方？我们生命的故乡在哪？人从天而来，要从这个地方回去。所以我中国人的智慧你可以看到，咱几次学习中几回，有没有？一出生就算1岁，心凉不是啊，出去满几年才会几岁。这就是我们的智慧，因为生命在母亲的怀胎里头就已经开始了，对不对？出来的时候是软的还是硬的？能不软硬呢？很柔软，对不对？我们现在呢，骨头都很硬，对不对？骨头都很硬了。我们想法这边我就变了呀。以前小孩子口水很多，对不对？我们现在呢，口干舌燥。以前小孩子有没有什么火气？很天真活泼嘛。现在大家的火气都很大。为什么口气很大？为了一口气，是不是哈？好，我们来的时候柔软，回去是不是应该柔软？可是我们回去的时候，很多人都不柔软呢，对不对？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能够肯定说我们回去会柔软？因为我们的祖师在古时代的时候，他视线复大事，善会大事，然后他走的时候就视线深暖如绵的吉祥相。由于他的愿力，所以我们以不上道不对反，所以我们走的时候得到他的答复，所以我们身体也一样怎么样恢复柔软。那么表示说，我们的生命在生生世世里头怎么样不会沉沦堕落，听得懂吗？无咱今来讲嫩的物件拢有性命对吧？变的物件大家拢有性命，有没有？你们大家看，鸡啦、鸭、蛇都是硬的，树枝如果硬的话怎么样？会断掉嘛？会拿去什么地方？丢到垃圾里头，能源回收会怎么样？风暴会不会把它收掉、烧掉？对呀、我们硬的话也是会被烧掉。所以在这里头就是告诉我们说，人际关系里头一个因缘里头，还有一个我们必须去追寻的、去探讨的、去把握的、去掌握的天人关系。那我们今天有没有找到？有哈。后面的大朋友有没有找到啊？有。接着下来就是积极主动与乐观积极。人要不要乐观？我们不可以决定天气，可以决定心情。所以我们现在来看我们每一个人，你早上起来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会到哪里？三样的热啊！会不会照镜子？脸是笑笑的还是臭臭的？还是有点不甘愿光？看你看得出来精神，气的。早上就先气
们脸有没有很好看啊？早上起来的时候，有没有笑容？很少哈。你都把笑容给别人，然后都对自己都不会笑，常常都苦笑，然后怎么样都不笑。想不想给自己一个笑容呢？每天早上起床的时候对镜子对自己笑，好不好？开水练门爱关点。我讲比如讲，今日我妈妈行路就行到起笑。怎么笑？不要学的呢，所以你今日来看这个，我这都爱修的呢。真正的笑要美美的，对不对？美美的。好自然哦，好可爱哦，好欢喜哦，对不对？啊，不是啊，就是安那样，何必，对不对？对自己那么虚伪，要真诚真情对待自己的时候，用最美的那个笑容，是要面积的，啊，以后你就会自然，能够习惯成自然。啊，笑的时阵哈，请你对着这个镜，啊，看讲你笑的时阵哦，水气哈，倒在我水气。你们笑的时候，牙齿跑出来多少？钱多数，钱多数怎么样？你牙齿白啊？难道你用黑人牙膏哦，不能白人牙膏掉？笑的时候，你以后注意一下，刚好要露出8颗牙齿，好不好？那叫他冷气，背一蹦，我要个水气也好，我看掉，我都刚好8颗。你顺着，我拢全拢对，我练3个月，所以修道嘛是共款啊，修道爱练啊，修道难道不要练吗？啊，所以怎么样？要有那真心，要勇敢，要有勇气，要精进，告诉自己说，我好喜欢我自己哦。很多时候我们都不懂得怎么样。给自己好多好多的压力。虽然说欢喜做甘愿修，但是人家口讲听说啊，所以在那个时候，没有人会打扰，无人会打扰嘛哈。啊，你就好自然快乐放松。啊，晚上要睡觉以前卸妆的时候也是啊，让自己快乐一下子。想到厕所又想到一个故事。我故事很多，他做的时间花费。有一个小朋友在那个天主教那个教会学校读书，神父总是有些时候怎么样，会说一些道理嘛，圣经啊，圣经就会提到上帝啊。有一天他就问说，你们知不知道上帝在哪里呀？有一个小朋友马上就举手了说，发了就是神父，我知道上帝在哪里。那个怎么样？神父就好高兴说，今天终于有一个知音。在睡觉就说那我啦，我来去哪里来？谁让上帝在哪里？请问你们上帝在哪里？啊？天哪！对呀，在天啊。那个神父就很高兴，你说。他说上帝在我家厕所。神父，上帝在你家厕所，这什么话？他有人说这个小朋友在无理取闹、无厘头啊。接着他就是说，因为今天早上我妈妈对着那个厕所门口在喊一句话：“老天爷，你就赶快出来吧！”不是老天爷，上帝在我家的厕所。所以这个讲天人的一个负面循环，我们今天要确认生命的一个伟大来自于怎么样上帝的一个赋予，所以我们叫做为王降功。我们那个末一早不是说民人在此树一关嘛那根据这个尧舜禹的禹末，禹是一个末。快有提到。
上。哇，上。你都可以看清楚。一个2个好，谢谢。是这么多个100多个人这是大禹王跟对百姓讲的话，他说这一部的看这个开头话的意思啊，万方所众，就是所有的这个百姓万民，民丁以一人故，就是说我今天皇帝的书信叫做故，为皇降中以下语，若有恒心，就是告诉我们说有一个主宰。这个主宰就是为王上帝，就是民民上帝。我们的自信，我们的生命的根源是从那个地方来的。好，我们现在来看民人，是不是民人？因为当时尧舜禹，就是尧传给舜，舜传给禹，这个是什么呀？有道，就是圣法、心法、道统的传承。然后他今天在这里头给我们做这样的宣示。那么同样的，我们今天此时此刻，师尊师母老大人的恩德无边，一样的告诉我们说，名人在这个地方跟你讲的是一模一样的，听得懂吗？所以人际关系里头一定要回应到我们今天中国文化道统的一个精髓，就是儒家思想里头的天人合一，而不是上帝是上帝，人是人，听得懂吗？那上帝在哪里？在天没有错。可是往往有些时候我们的一种心态，却会有这样一个想法，怎么说？我那里做高水，我也是很认真在修啊，在办啊，什么都没有什么感应，也没有看到什么。可是这里头或者想，对哦，我们难免会有这样的一个心理。那这种心理不就是把上帝把这个道当作自动贩卖机吗？你今天有20块，把它投进去以后，黑松汽水就出来了。还没听懂吧？你今天把这个怎么样？这个水果棍在这边，然后明年上帝出来说，你想快点给过来，给他那种这种心我们要了解，要理解。你做你该做的。上帝先活，自然他也会做他该做的，听得懂吗？所以西洋他们的一种思维里头就很好玩，因为我又想到一个故事，就是在美国一个小村庄很丰富，不卖酒不卖香烟的，一定他会有一个酒在混的地方。有一天突然怎么样？这个村庄里头来开了一家夜总会，夜总会听到吗？村民呢就很怎么样，很反感很反对的说怎么样会破坏他们当地的善良风俗，就想办法怎么样，希望他开不下去。可是他们都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法律上他们不能犯法，唯有这个时候怎么样？每一次如果做礼拜的时候就祷告说你经条中会容易作弊，祷告的时候赶快给我休息火烧家，听到不？有一天真的那家夜总会真的怎么样？灰熊一修起来。原来那个夜总会的老板不晓得怎么样，夜总会是有人在祷告让他烧掉的。后来知道了以后，他会很生气。在美国不是生气我们到那个法院见面，为什么要告他们请求赔偿？这个时候呢，夜总会的老板本来有没有相信上帝？他相不相信上帝？不相信。现在相不相信？相信。他本来是很虔诚的那个基督徒他们现在呢，承不承认？承不承认？他承认都还归西他不会。不能承认了不能承认的时候呢，会不会背叛他们的信仰？所以你看法官怎么看，你知道吗？他说今天这件事情最让人家感觉可恶的地方，就是这个夜总会的老板呢，竟然相信上帝，然后呢，这些基督徒呢，他们却怎么样？不相信上帝。所以我们今天到底相不相信上帝？如果相信你后面有目的的话，就跟那个夜总会的老板一样。所以我们要怎么样？真诚，对不对？无我。
你不能把它当成一个手段，你不能当做一个目的。我今天到你家好几次，我就是受了你的气了嘛，我就是什么什么什么，那你们走回来一波人了，一波水村了，你当过了，这样对不对？不对哈，所以人际关系是要靠经营的，是靠这个什么彼此之间去布置、去这个分析的啊。接着下来，我们讲到这个主动积极，讲到乐观，跑到这边来，在这里，就有这么一个故事，有一个员外养了3个孩子，这个3个孩子真的是不长进也不重要，真的是让这个员外当做了老师，然后请很多的老师来教到最后这些老师都不愿意怎么样继续教他们的孩子，因为真的是教不下去了。然后拿人家的钱就怎么样，误人子弟。后来呢，好不容易呢，就有一个教师给老师来应征。来应征的时候呢，这个员外特别跟这个怎么样，老师讲我的儿子是这样子你想好水你再搞一个来看，我没救啊。这个老师说，自信满满说，我建议我可以教他们。经过1个礼拜1个月以后呢，这个员外要来验说，老师呢就把他们3个孩子呢怎么样叫过来，然后呢就当场的这个老师就出一个题目呢，给这个3个孩子一个一个去答。首先对大儿子讲说，东边1棵树，你知道这个大儿子怎么回答吗？东边1棵树，东边嘛，这个东边1棵树，员外说，老师跟你说东边1棵树，我立马讲东边上那1棵树，那老师说东边1棵树，你也说东边1棵树。这个时候老师讲，你大儿子好棒怎么办啊？他记忆力很好，老师马上讲，他马上记住。他这个马上记住那边登记的这个老师，好像有录音机他不会去真的加起，人家大儿子比我们强。好，第2个叫过来问，题目一样的是东边1棵树，你知道他这个弟弟第2个儿子怎么回答吗？西边1棵树。他这员外说，什么西边1棵树，这里头没有什么学问嘛。结果这老师讲了，哇，这个2儿子也好棒怎么好棒？他很有方向感。说了，咱在家都在家迷路咱不能迷路我们今天有方向感，懂得来这里。第2个儿子很有方向感，第3个儿子呢，他一样也跟他讲说东边1棵树，结果这个小儿子呢一直在说，员外都气跟他讲，你是去靠啥？你要去考对吧？结果呢，这个老师呢就讲说，这个第3个儿子呢真的是太棒了，太好了。什么呢？因为他有羞耻心，所以我们现在的社会就是找这些有道德、责任、良心的人。你看有没有乐观？你们把它当成笑话，对不对？所以说有没有乐观的？是这样子的。后姐曾经有去听过这样一个个案就是有一个年轻人怎么样发生这个截肢，是吧？截肢的时候呢，20几岁，对他的打击是不是很大？然后呢，他会不会就这样子怎么样，很消极他就是1年多的过那种不是人过的日子，可是他的亲人一直想办法怎么样帮忙他。后来找了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諮商的老师辅导他的心理，可是他不愿意去就知道他们去他们讲说不来我怎么帮你下次再来，我说我会给你挂好就不什么下次今年再到不我这里改错你跟我让他那样，我拜托的，他就是让他拜托，然后跟他讲说，把你的那个怎么样眼光从你的这只脚离开，可是能不容易做到不容易经过很多的过程，到最后的时候这个人你们看后面讲这样子他们跟这个老师已经建立很好的关系。有一天他进来跟这个老师讲说，老师你按说唔离开呢，我是离开就会晓行
惊死人啊！他有没有乐观？有没有乐观起来？对，所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是很在意什么？失败，很在意失败，就会形成什么盲点，很在意这个得失。人一旦有得失，就会有什么取舍，就会有是非，就会有对错，就会怎么样形成烦恼，听得懂吗？有烦恼的时候就会想不开、看不透、放不下，就乐观不起来了。所以心情就是不入，听得懂吗？蓝色的注意哈。话又说回来，人生里头有很多的忙。那今天我们就是要用一种很乐观进取的一个态度。接着下来参与社会服务及社团活动事实上，后姐从小就是在道场，然后刚好后姐一直很感恩说，我们道场一路来都能够提供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依靠跟气垫，给他依靠的方法。现在很多人都会去买保险，对不对？买保险跟大厂它是保障某一个部分。其实我们的道场提供怎么样？提供的保障更大呢？我们功德费才多少？刚我刚们讲，终身保障，不止终身保障，还做不退转嘛。那多钱有多少？那不要再爱安工人了，是不是？所以你看，民政组织要让我们在怎么样衔接星座节，能够持续出国，世尊如来世尊。那我已经不久的时候，因为不久的时候那个后长啊，能够成熟，懂了没有？能够拔出我们不在六道里头，然后让我们在弥勒净土。那这个部分里头，就我们有共同的一个承担哦。也就是说，我们既然有这个权利嘛，就是他给我多大的时间，可是相对的，我们也要有这个义务啊，做这样的努力跟承担啊。话说有一个小朋友，刚才有一个故事出来了，我讲几个故事的小朋友，他读的学校读到没有可以读的，读废题了，三后他父亲母亲的老。这个囡仔唔知，无人要收啊，这下两三工尔啊，小就是天天给人家惹麻烦，天天给人家破坏，那边那个玻璃跑题，那边那个同学被他打了，那边跟老师怎么样，在那边胡闹，所以学校就把他送回来，送到最后呢，天下无不是父母，总之还是要帮他找怎么样学校啊，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私人的教会学校，然后呢？一段时间，一个礼拜过去了，怎么每一次回来都好用功哦，好乖哦，好努力，好认真哦。那些人说今天做什么？考前期的老师叫我按心呢，前期这个同学跟他处得很好，要不这个现在突然间怎么变了？再过一阵子呢，再看，依然如此。所以呢，他就问他这个儿子啊，说儿子啊。是什么原因吼？你怎么你这样讲，请老师啊？你知道他儿子怎么跟他回答吗？他说爸爸，我每天去学校学我那跟对几个周三，大门有没有？还有一个钉我看到有一个人被钉在上面，我不希望被他钉在上面，所以有功啊，没有功。你们希不希望被钉在上面？被钉在上面是怎么样？谁？耶稣。耶稣他为什么愿意被钉在上面？佛爱，因为他愿意承担这样的使命，他愿意做真实的事情，真正的事情，而不是违背自己。所以我们业里面在关注晚来嘛。真实的自己啊，那这个小朋友确实有利害关系啊。我哪不会去开这块用这个呀？这些没有。好，那你今天你修办道是为了什么？真正的要发这个菩提心出来。所以
祖师的一个鸿雁，我们今天成为了弥勒祖师的眷属，我们的心是不是要跟他一样，愿是不是要跟他一样？所以心即是佛，即是众生，听得懂吗？心，因为你有这份心，就有这个法出来，这个法就是叫法，发心的意思。发出什么心？发出独立心，就发出智慧、慈悲、清净的心出来。所以弥勒祖师的宏愿是创建人间净土。那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愿意做这样的一个承担，共同的来努力度化众生，然后把这个人世间也把它化成什么人间净土？听得懂吗？所以在这里头，我们愿意参与社团所谓道场的服务，就是我们这边是不是有不断的一个学习成长的课程，让我们在这里头精进，让我们在这里头参与愿意分享愿意成长，是不是？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因缘，有这样的一个怎么样机会，我们就要做这样的努力跟把握。过去常常讲说，人类的未来，人类的共同命运，我们的一个出路在哪里？你看现在的我们过得怎么样？现在那个南北极那个冰点多1、2星期变化不是这样的，而且今年1月、3月在夏威夷，他们说17年来从来没有这样的天气，可见怎么样？大自然的变化。我们讲说天有天气，对不对？人有脾气，社会有风气，经济有景气。你看今年跟去年，从911以后，有没有很大的变化？台湾又常常发生地震、土石流，弄得人心惶惶。人类的心灵在这里头，如果不能够得到适当的安顿身心没有办法得到适当的安顿，心灵没有办法在这里头得到一种所谓的一种怎么样开展的时候，真的是寒死跟叫做苦海。所以很多的一种所谓的各行各业的专家、科学家、宗教家什么，他们共同一致的一个结论，这些家不会害人他说，人类的一个发展重心不是在物质，而是在心灵，听得懂吗？因为过度的追求物质的一种满足，造成了自然生态环境的破坏，听得懂吗？你看热带雨林的砍伐、废气的排放、工业废水的污染，是不是造成我们现在遇到的问题地球只有一个，不能够像汽车一样换零件呢。好了，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空环境里头，我们必须共同来关心，共同来努力环境的维护跟保护，叫做环保，还有心灵的一个环保，是不是呢？那么我们在股票里头有叫做风险管理是吧？风险管理听到无？我今摆呢，当时下载对，当时来紧张，无我就爱长期我有一个避险动作。避开怎么样？亏损叫做避损点。好，一个叫做利空，一个叫做利多。今天我们很幸运的，今天我们在这里头，我们站在决定性的多数，因为我们愿意在这里头做心灵的一个努力，跟做这样子的一个开展，希望我们能够安度这个难关。我们愿意在这里头去开创人类的希望，就是为弥勒家园做这样子的一个努力，做这样的一个根源，把我们的道场做这样子的一个带动跟发挥，让更多的人能够站在这个天师的主持的宏图之下，每一个人都能够圆满，每一个人都能够成就，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能够光明，每一个人的生死都能够得到超越，这就是我们的共同的使命。我们在这个实际这样的一个时代经验里头，我们有我们应该要走的一段路，我们愿不愿意承担？我们愿不愿意被钉在十字架，回来给你捡钱所以我们是不是大家怎么样？再做一次手好不好？说今天此时此
刻，我们很幸运的能够共聚在这里头，我们彼此愿意在这里头携手同心一起呢来承担这个使命，我们愿意彼此来这里头做这样的祝福，好不好？最后就是叫做善用服务资源，掌握实质自己资讯并且不断的充实自己说真的，现在呢，我们现在的社会有一个叫第二技能。你讲2点到那个水考的其实看困难，有没有？他会问你会不会要？那现在以后还要变成什么？你会不会讲英文？你会不会第二种语言像后节3点头，他们现在高中生要选修第二语言，很多去选修什么中文？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全世界中文人口说中文的是最多的，以后会影响整个世界、整个世纪。所以为什么有一句话说21世纪是什么世纪呢？对，同样的也是我们修道者、我们修办者的世纪，因为我们在这里头打造希望工程，我们在这里头去怎样把整个地球呢，把它经营成一个地球村所以四海一家，是不是呢？好，在这样的一个里头，我们不能够怎么样？在夫妻班里头我们必须怎么样做对外的一个开展，对外的一个努力。像以后学的一个经验里头像后学常常去参加一些学习、一些讲习，那甚至说我们在国外国内也常常做一些怎么样社区的一个互动，然后呢，提供一些怎么样知性的、感性的、生活化的这样的一个人性化的一些课程。那希望在这里头大家不断的充实、不断的努力、不断的提升。说真的，我们现在如果以现实的一个家庭里头，教养子女容不容易？对所以这里头我们必须就要有不同的学习。希望我们大家共同能够拥有生活的智慧，去面对你的各种的挑战跟问题跟难关那这里头是不是要不断的学习所以你看孔子好伟大，学了这里头，学了实这个是的永永远远，是不是呢？到处都是可以学习。来到道场，你看得到的不要都跟着你学习，不要说每天都早晚课本道场里面，你好好的去体会到说，它里头可以让你怎么样？熬夜哪一位来？来，专注学习的情况所以弥勒这边才会讲说，要想成佛心不在课本是不是呢？所以学习就是要走更远。同样的，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在这里的不断的学习、不断的充实，因为机会是留给已经准备好的人，是不是呢？相对的，你也能够把握当下，去怎么样？把握每一个当下，你等于就是去创造一切的未来，也就是说，一切的可能都在你的掌握当中。那在这里头，我们自己也要做这样子的一个学习精进，善用社会服务资源。学生也好，我们个人也好，学习生活技能或学习各方面自己想要做的、自己要能够做的，那自己所追求的目标，这里头有所谓的想要的、重要的跟必要的，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想要的？有没有需要的？有没有重要的？还是你主要？本来后节这次是有带一些活动来的其中有一个我是那个发给你们好了，进来运的
了，做了，做到对。你们自己参考啊。好。年龄、外貌、健康、聪明，你认为哪一个重要？你想要。可是小朋友就认为什么？外貌比较重要啊。有没有大朋友？你们认为现在是不是外貌比较重要啊？尤其又有认识那个比较喜欢的小男生或小女生的时候，外貌就很重要。有没有？好。家庭兴趣专长职业，你认为哪一个重要？或者你做这个分享，跟那个大朋友做这个东西，好好玩啊！好，没有关系。财务、学识、地位、权利，你认为哪一个重要？学识啊，重要。难道其他你不想要吗？你把2个就。我们中国人有一个忌讳哈，喜东歪哈，有没有？四都不要哈，你起码钞票可以赚。你剩下1、2、3、4，他适合吗？结果只剩下1、2、3、4适合吗？他没这样啊。当然嘛，是想要嘛，是需要，嘛是重要啊。现在不是说这个都不可以，重要的、想要的、需要的都要。问题是说你能够怎么样？而不是说主动这个什么，而很多时候都要的时候，要到最后是怎么样？有点像压力就来了，都要嘛，给当了，不会做。所以现代人的一个身材啊，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因为什么都要。所以这个地方大家都突出的，为什么？因为这样背嘛，背部这样突出的。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讲的。他这个是会穿，他这个什么身材？中广身材，中广身材。很有志气、休闲性啊，你认为哪一个重要？这里头我们叫做什么？生涯规划，对不对？你把它做一个有计划性的一个安排。你们有人在笑了啊？看不出来啊？不能讲啊，心这么不歇，还好我讲完以后他再进来。这里头你要用智慧去安排，人生不能要太多，要太多的话就怎么样，早死早气爆。好，那我们今天就是说。善用社会服务资源里头，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别人的怎么样？别人的支持跟鼓励跟回馈给我们一个肯定人很难怎么样？很难自己独立的去面对自己除非你今天真的能够去办到。那在这里头就是说。去追求你自己的理想，然后你自己能够怎么样为你自己圆满的人生做准备？什么叫做圆满的人生做准备？因为圆满的人生是叫做全方位的成功。这里头的每一个部分呢，你都能够兼顾，又能够兼顾，需要智慧，对不对？需要智慧所以这就是对我们的期许。我们希望你不要只是想说我只要有休闲就好，不要有信仰，不要只要什么没有什么，因为很多时候你需要，不要只要想要什么而忘记了重要，听得懂吗？因为你只有1、2、3，如果没有4、5、6，也不是很完美，听得懂吗？所以1、2、3也要，4、5、6也要听得懂吗？所以这个就是给我们做这样子的一个期
希望我们的生活更圆满，希望我们的人生更幸福，然后希望我们的生命更怎么样，更有价值。那最后在这里头，寇学就用2句话来跟大家一起鼓励。爱就是在别人的需求上面找到自己的责任。我们每一个人是不是有那份爱心？既然有那份爱心，你就会有一个平等心。你在这里头愿意付出你的关怀，听得懂吗？然后你愿意在这里头跟大家彼此分享。具体的、积极的做法就是用关怀，因为对每一件事情，我愿意做这样的一个努力跟投入，是以服务来提升。那最后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动作。我们在路上的时候，有时候碰到的时候，都会跟他打招呼。如果你跟他打招呼，他不跟你打招呼的时候，你会感觉怎么样？怪怪的啊！你希望人家跟你怎么样回手？你跟人家挥手。你是不是希望别人跟你回手，是不是呢？好，那我们现在来做一个动作，说你跟人家挥手，大家举手好不好？你跟别人家挥手，对不对？没有人跟你回手吗？而我们是不是愿意给他回手？好，另外一只手回手，挥手跟回手。好，那我们现在就这样子挥手，啊，不能够举太高哦。举太高就在前举，举太低就怎么样？多时间多言常常好一点时间。有没有？有时候点完诗词杯，前言坛主慈悲给我们挥手的时候，你有没有跟他挥手？有吗？有没有希望他常常给我们怎么样？挥手就是在关怀我们，在服务我们。我们要不要给他们回手？好，同时你自己也愿意给别人挥手，你期望别人跟你回手。那我们今天大家共同的怎么样？挥手跟回手，感恩慈悲的今天就在这里头跟大家一起分享。这真是不忘我身上的伤损，在佛面前立即平复如故。于是颠倒以是愿力平复如故，普光如来告颠倒言：你若一心至诚念佛，就可以从一佛国到一佛国，能见无量无边诸佛世界，能懂诸佛世界不可思议宣说的语言文字。尔时颠倒于须臾间得无生法忍3藐3菩提心。文殊，你应该知道，
昔日的普光如来就是我的前身，颠倒女人就是你的前身，49人就是眼前49位心发菩提心菩萨。文殊，我于无量旷劫以来，常为你们宣说此经及护身之法，欲令一切有罪业的众生闻此长寿灭罪经半偈于耳，诸罪皆得消灭。何况现在又重新宣说。波斯匿王于卧室中，忽闻有女人高声嚎哭。我知深宫曾无世事，何故有事哀居之声呢？天亮后，匿王立即派人往大街小巷寻找哭声，使者带回王宫，女人惊慌错愕，闷绝昏迷倒地。匿王命人以冷水洒其面，女人渐渐苏醒。昨夜悲哀痛哭，大概就是你吧？是我在悲哭。你何故如此哀伤痛苦？是谁欺负了你了？我只怨恨痛哭，并非有人欺负我。连大王听我说，我14岁就结婚，30年来一共生了30个子女，个个样貌都非常可爱，唇红如珠，齿白如玉，又如春天的花朵。我爱惜它们如掌上明珠，亦如自己的心肝脑髓。我视它们比自己的性命还重要。可是，他们一个个都夭折弃我而死。现在剩下最后一个，才不过1岁大，他等如是我的命根。现在我眼巴巴看着他性命垂危，因此昨夜我禁不住悲痛嚎哭。所有百姓皆依我而住，有如我的子女，若不救护，为他解危，就不名为国王。大王，婴儿出生之时，应当做7星28宿神坛，求福延命，才能免除天折之苦。唯愿大王将此方法适合天下。当时有一位智慧大臣，曾于无量佛所种诸善根，名叫定慧，上前向大王禀告：大王明鉴。6位大师所说的方法，绝不能免夭折之苦。这种夭折之苦，唯有佛才能灭。这个佛就是现在的瞿昙氏悉达多太子。太子无师自悟，这正宇宙真理。现在在齐都节山说长寿灭之经，唯愿大王前往听受。若得闻此经半偈于耳，拜结前生，所有重罪无不消灭。
一介童子听到此经，虽未明悟了解，但以精兵之功德，自然长寿。那我要把李金老先生要秀，要写的。如何面对两性关系？王警官主讲，善心人士赞助，了凡弘法学会倡录。即此世纪交替，男女关系复杂，想要不被迷惑，唯有透视真相。如何面对因应？请听本代解说。两性关系和谐，自然幸福圆满。大家好，这个题目如何面对两性关系啊，很难讲不好讲讲了不好会出事因果很重的这两性关系在这个现代来讲的话，越来越严重，关系越来越恶化，互相在报仇，互相在抱怨，互相在残害，问题很严重。因为大家不明了自己的角色扮演，到底应该怎么样扮演，扮演的功能、效果，看他的这个将来的结果，这个一定要了解才行，要不然的话，问题相当的严重。你看我刚刚听到孩子这个小学高年级所谓的这个性教育的这个内容，看得我触目惊心不敢再看了。5年级6年级前2天我碰到我们的这个长官，气得要死。他的孩子是很有名的学校，台北是大概一流的小学。生理卫生老师叫他告诉他怎么讲，你知道吗？你们要懂得这个，你们要了解自己的这个器官特别强调这个更要懂预防。他们本这个心肺方面实际上预防结果很糟糕，因病成药。想要治好这个病，结果讲出来变成更严重。想要预防，结果在渲染，怎么办呢？这个问题，这个值得我们深思的。就这个题目让我来讲，我已经有点战战兢兢了。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不敢讲不讲又不行讲出来又不得了你说怎么办？现在的这个教育问题他们都学西方的这种观念，认为他们就没有问题，我们是落后。这是我们对我们中华文化没有深度的信心，才会有这种后遗症。好，我跟大家
就搞得他天下大乱，乱七八糟。我们那个长官跟我讲，这个小孩子一直要问这个问题，都老师讲的，到底什么叫做智慧？我们的科长说啊，这是哪一个胃啊？安慰的胃，他昏倒。小孩子5、6年级要问这个问题，5年级哦，怎么办呢？他说我一定要了解。你看小孩子现在变成这样子，好奇心嘛，老师讲的是半吊子，在那晃，造成他们那种好奇心态，这样同学的污染、媒体的污染。你看我们住在社区里面也是一样，非常严重。因为这很密集嘛，工业社会不像以前农业社会住得很分散。我看那个3、4年级、2年级、5、6年级的小孩在我们社区玩打球嘛哈，哎开始乱讲话了，我们就听得到，很近嘛，就10公尺、20公尺，声音就传到楼上来了。啊，我昨天看电视啊，看到几点钟？3点钟啊，看什么？就讲出来了，还想什么那个大人的哈，所谓的大人那个避孕的东西，他都讲出来。我听着哇，阿弥陀佛，这怎么得了啊？我们是40几岁的人，有的50岁的人哈，大概有30岁以上的人。想当初20年前解严没有解放之前，没有开放之前啊，我们可能这方面的这个资讯很薄弱。结果这个解严一解掉了，妖魔鬼怪全部出笼，到处群魔乱舞，加上这个电脑更严重，科技文明啊，对人心的荼毒，真的是无以复加，莫此为甚。我们要如何避免对污染？如何在这种乱象之中求得一个保身之道、保命之道啊？今天好好的讲一讲。要不然的话，真的是我们都是受害者，媒体资讯的受害者。你只要看看，走出马路，看到广告，都穿得很少的，让我们触目惊心啊！所以我们电视广告也是一样，这不像话了。以前3台的时候，电视广告哪有这样子的？现在真的家长要陪8点档要看电视都很困扰。那个演员啊，演的那个声音啊、仪态啊、穿着啊，讲那个话言辞中都带着这个诱惑、勾引。你叫小孩子的观念，他怎么会正确？先入为主啊，映入这个脑海之中啊，将来就发自于行为，行为一定偏差。这个行为偏差很严重，学生的行为严重偏差，加上互相的传染、媒介、诱惑，怎么挡得住这种洪流啊？所以做家长的非常的忧心啊，但是无可奈何啊，怎么办呢？所以我对我的小孩讲得很清楚，虽然他们很小，我照样跟你讲，可是我讲的方法和老师不一样，培养你的正面，不要有邪念。你小孩子你要把他免疫系统给他巩固起来，他就是碰到了，他有抵抗的能力。如果你不从这方面固本务本的话，这小孩子保证是受害者。他再聪明，更容易上当。聪明反对聪明误嘛。他没有智慧，挡不住这种洪流。所以各位做天下为人父母的人，我们都是人家的父母，可以这样讲。没有结婚的，现在的问题也很严重，几乎都是先上车后补票，先怀孕，生不下来就先堕胎。将来这个堕胎问题也很严重。我前2天碰到一个女众啊，她告诉我，她在公馆这方面碰到很多人啊，男生女生一大堆，公馆那一带就是台北市很热闹的一个地方，夜市，都是男女互相牵着手的，都是勾肩搭背的啊，跟他帮人家他卖一些东西很比较时髦的，他就问他问题，他说他拿些这个我们的了凡的书去送，就问起来了，这个就吐苦水了，怎么办呢？堕胎的太多了，他跟我讲怎么办？他说我们这本书写的堕胎的问题，大家看了会皮皮抓，
等等，我再跟你们报告一下，真的是这个问题啊，你不讲也不行啊，乱讲更不行啊。我们知道《论语》上面讲过，父母为其子之忧，各位都听过这句话吧？好像字面上的解释是说，父母很担心我们做儿女的这个身体一定要健康，不要染上疾病，是字面上的意思，还有一层很深奥的义理在里面，各位知道吗？知道的举手。我看到祖师的这个文钞里面，我才发现这句话讲了3个重点。就是说我们人啊，生病的关键是从哪里来的？就是这个色字害死人。当然，病从口入是一个大关键。第二个就是这个色字，它会让我们的百病丛生，免疫力系统降低，容易染上疾病，甚至减少寿命。所以我们中国人古代很重视这个，百善孝为先，万恶淫为首。现在人法律观念和一般的伦常道德，他不讲这个，一般老师也不认为是万恶淫为首。那怎么解释？就说怎么解释，怎么教都不会教。法律规定，这个两性关系哈，就是犯了这个所谓的不正当的关系，是告诉乃论，包括强暴罪，那时候也是告诉了，现在刑法要改，这问题很严重哦。而且是我们等于是犯了这个邪淫的罪，合法这样邪淫，侵害到这个别人的身体，妨碍人家的家庭，1年以下有期徒刑，还可以庭外和解，这怎么办？没有吓阻力量。你要看他们古代，民国20几年、10几年哦，那个县长还可以有司法行政权哦，还可以审判的时候，那时候的民法还没有修改，那是处罚的非常严重，变刑。你只要看古代的这个判案的就知道，有讲到这个事情，只要是男女发生不正常的关系，乡长、里长、保长啊，这个是组长这个处分，用火烧死这对这个人，要不然用放牛板给死掉，没人敢救啊，救不了，谁也救不了谁，地方解决掉了，所以大众会害怕，谁也不敢犯这种大逆不道的罪行，自然就会容易懂得戒慎恐惧，不敢肆无忌惮。现在就不一样了，观念开放之后不得了了，大家习以为常，平时谈话说笑、谈笑风生都会谈到这个。你看现在那个主持人节目的秀里面访问这个歌星、影视歌星，都在讲黄色笑话，都在言语啊，表示自己很有机智啊，很有这个风流啊，很棒。大家都习以为常啊，不以为怪，这都是荼毒人心的媒介，这是口业啊，所谓佛法讲的绮语，对不对？妄语里面有分绮语，令人家想入非非啊。你说我们怎么办？电视能看吗？所以我常常劝人家，电视是魔鬼，最好不要看。若是看了它容易害，大家都不相信啊。他演的这里啊，讲经说法的节目不多啊，都是商业色彩啊，广告哈，就算讲经说法了，广告来一段清凉的，哇，又昏倒了。刚刚培养的亲近心，下次又会被染污了，你说怎么办呢？如果我们再不遵守这个圣贤的教诲，不听圣贤的教化，我们真是受害而不自知啊！命短了，生病了都不知道为什么生病，为什么短命，你说怎么办？所以《太上感应篇》有一句话，叫“见他色美，起心思之”。你感应篇有1000多字，他讲到男女关系是讲这一句哦，重点的是重点。当然还有吮指堕胎啊，行多隐僻啊，淫欲过度啊，这些不多，最主要是见他色美，起心思之这句话，它的甚深含义啊，这个见色起心啊，是人啊一生受病的关键所在。你看这个见的眼睛啊，这个乱七八糟，
为什么圆圆的师傅讲，第一个是非礼勿视，不能看的不要看呐、一看了就开始起心动念，马上就被记过，还不能申诉，真的是这样。因为大家不了解，这一定要了解自己哦。对哦，佛法是觉悟之学，让我们了解自己，来了解我们的生存的环境，要不然这个题目要讲，大家不会怕。你不先认识自己，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你不了解这种大道理，你认为这是唱高调，糟糕了，那不要再讲了。如果你真正的了解，你就知道曾子是孔子的这个贤人嘛哈，那时候里面是个很高明的一个贤人，可以说圣人啊。他就讲到啊，孟子也讲到这个问题啊，守身啊，我们中国讲守身如玉啊。如果我们对这个身体不好好的保护，等于是轻视父母给我们的遗体，见识他，那个罪就很重了。曾子到临终的时候还讲这种话呢，起于足啊，起于手啊，就打开我的手啊，打开我的脚，看看有没有问题啊，是父母给我生下来的这个遗体，这个身体啊，我有没有保护的好啊？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啊，尔今而后无知免服啊。到了最后关头，曾子还很重视他的身体有没有父母给他的这个遗体有没有破坏掉，这么的谨慎戒惧。如果我们凡夫俗子不懂这个道理，那永远是凡夫俗子，不能够转凡成圣。第一个，我们就是轻视父母给我们的身体，我们就利用这个身体去造罪孽，去享乐，纵欲为乐，放纵我们自己的欲望，追求不正当的感官享受，那就产生了所谓的乐极生悲这句话出来。所以色这件事情啊，是我们这个凡夫俗子最容易犯的罪业，它比起贪财杀生等等的恶业，还要100倍以上难以控制。所以它的败德、败坏道德、取得灾祸，要比其他的恶业还要100倍的严酷惨烈，这是事实。所以叫做万恶之首。因为这个贪财杀生这个恶业啊，很明显，容易看得出来，容易知道，这个不可以做，比较明显，而且道理也不会那么深，是可以用语言文字说得尽的，讲得完的。然而呢，这个淫的罪孽非常的隐秘，而且道理又很深邃，是我们用语言很难诉说尽的。所以太上啊，才用灭除意念这个文字啊，从最初的一念来唤醒茫茫众生的痴迷。所以太上说，见他色美，起心思之。为什么呢？因为人啊，对于美色，当眼睛啊接触那一刹那，心若是一动，就会想念啊、思梦啊、贪求啊，这种种的念头就会缠来缠去，不结在心里面，解不开。若是心中萌生了这种的念头，不用等待身体去犯了，不用等到行为去做啊，就已经是违背了天理而堕入的人欲了。这时候就被阴间啊列下了无穷的罪业。所以太上是无量的慈悲，他不用繁琐的言语，只用一句话来点醒、来提示我们，在我们建设起心的时候啊，不可以不从我们的心源处来及早的禁止、断绝这种隐微又深邃不为人知的恶业。所以我们应当要在才起念头的时候，立刻就要奋勇的把它一刀斩断，不可以这时候有丝毫的犹豫，也不可以拥有丝毫的情念，因为天堂地狱就在这一念之间立刻分判。
若是这个时候稍微有点认识不清，看得不破，不能够斩钉截铁的立定脚跟，则在瞬息之间就会牵引滋长，蔓延开来，不知不觉就飘入了罗刹鬼国之中了。这实在是太危险。对太上说这句话的用意是，实在是博大精深，而且用心良苦，但是凡夫俗子很难体会里面的意旨，这是很不幸的，大家不以为然，尤其是现代人更难调教，中毒太深，很难回头，不给你讲清楚说明白，那真是没有救。因为大家不相信有鬼神的观念，不相信有因果报应的观念，那就跟着感觉走，只要我喜欢，什么都可以，肆无忌惮，大开肆无忌惮之门，那怎么得了？这天下大乱了。所以现在我们台湾的离婚率是亚洲第1位，这不得了的事情。破坏我们的家庭的基础，影响我们社会的治安，造成犯罪飙涨，跟色情泛滥有绝对密不可分的关系。所以大家若是了解其中的因缘，就懂得这个事情非常的重要，不能够轻视，否则各位也是这个受害者。你看现在女孩子坐计程车都会怕，你说是不是？家长还要抄计程车的车号，看到这个驾驶是不是面目可憎，还是面带慈善，说不定是假的，心足冒迟也不一定哦，也会上当的哦，一发不胜防呢。所以我们都是治安恶化下的受害者。我记得前几年不是有个很重的命案吗？彭婉如命案，对不对？各位都了解啊。你再高的地位都是一样会受害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深信因果，要懂得这个鬼神祭淫的道理。各位有没有听过？鬼神祭淫，有没有听过？这是一句成语啊。鬼神很讨厌这些东西的。孔子说：“敬鬼神而远之。”其实我们身体里面就有三尸神，我们的肩膀上有散热2部童子。各位可能对三尸神可能不甚了解。这个《太上感应篇》里面讲到三尸神，说三尸神在我们的身体里面，凡是人的心口意语啊，总是瞒不过三尸神的嘛。三尸神每到了庚申日，你要去查农民历就知道，叫庚申日，你60天一次叫庚申日，也就是天神决断人的散热的这一天。这个三尸神啊，就趁着我们人啊在熟睡的时候，与身体中的气魄啊，就上天去了，跟玉皇大帝报告啊，这个人做了什么坏事，心里面想了什么恶念，嘴巴里面讲了什么坏话，全部报告一五一十，不折不扣。当然他想给你加重一点是不太可能的，想给你减少一点也是不可能，就不增不减。你说怎么办？我们就知道这个事实的真相啊。上尸神就是上尸神、中尸神、下尸神，叫三尸神。上尸神叫做彭巨啊，它居住在我们人的头部，叫上尸神。它会令我们人啊多思考、多欲望，使得我们的人的眼睛昏花、头发掉落。中尸神呢叫做彭志，它居住在我们的人的肠子里面，它会使这个人啊喜欢饮食多忘事，而且喜欢做坏事。下尸神居住在我们的脚部，名叫彭敲，它会令人这个好色，喜欢杀生，使得人的手脚四肢、五脏六腑啊扰动不安，坐立不安。这个我们考究三尸神的所作所为，他目的何在？他总有目的吧？各位了解吗？他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个人啊拼命做坏事，多造一点孽，他好早死。为什么？我们要常常说
算尽则死。一个人坏事做多了，他的寿命会被减寿夺算、夺计，甚至夺计是12年的寿命，夺算就是100天的寿命。犯大的就夺计嘛，犯小的就夺算嘛。这个都是神明在帮我们算的。就像减寿都不知道，减到最后就算尽则死了，就早死了。你看那坏事做多的年轻人，对不对？他活不到老哎，一下子再见了，10几岁就再见了，20几岁就再见了，不是被车撞死就被人杀死、被枪打死的，多得很呐。你看所有的命案里面，就是所谓的算尽则死，自己没积德，坏事又做的不少，还不承认自己在做坏事，那就下去了。所以三尸神的目的就要使人快的死亡，他们好出去做鬼。做鬼的目的何在？你看那个我们不是初一15吗？对不对？这个过节过年啊，拜什么血食？现在拜祭哦，都不懂得用鲜花素，都会鸡鸭鱼肉，用血食的供养这些邪神邪鬼。三尸神出去就想做鬼的目的，就是希望人家对他血食的供养，他享受这个。你说我们要不要上当？不能上当啊！你知道我们身体里面有三尸神的话，更要谨慎小心了，因为它是在我们的身体里面的。你想什么念头，动个邪念，他都知道。人的身口意，所有的鬼神里面，三尸神最清楚，它就在你的身体里面。听都没听过，不说不知道，说了吓一跳，这麻烦。还有。华严经讲到，我们肩膀上有3、2、2部童子，就是所谓的天人啊。天人常见人，人不见天人。24小时在我们的肩膀上面收证录影。我们看到警察的收证录影，就不敢做坏事了，对不对？你看那个群众活动里面，这个要丢球袋，看到警察收下来了，录影机架起来就收下来，不敢那么肆无忌惮，害怕被收证录影。但是警察的这个设备是有限的，还有光线暗的，没有闪光灯，没有探照灯，就很难收证很清楚，就模模糊糊。但是这2部天神啊，3、2、2部童子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包括你做什么梦，他们都记得。人啊，只能够自欺啊，不能够欺人的。所以了解自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你要对天地鬼神要产生一种敬畏之心的话，自然我们的行为就会收敛，就会有自我约束的力量。否则你光会法律规定，你看法律规定的那么松散，那么轻微，怎么有吓阻力量？没有了，笑贫不笑娼就是这样子的。你看现在最有名的人，社会地位、功成名就的人，过不了这一关啊。最后还是身败名裂啊！虽然他的速度没那么快，但是已经够他呛了，够他难堪的。他本来的福报很大很大，因为这样子而损得很严重。但是他的果报在哪里？根据经历讲，果报都在3恶道。目前只是花报，让他的名誉受损，让他的家庭不和，让他的这个官位掉下来。这是花报，还不是严重，果报就可怕了。真的，我会跟你们细说果报的问题。所以各位要了解，原来我们男女关系这么的复杂，就是因为大家对这个道理明白的不够深入。刚刚我只讲了一点点，慢慢再给你们娓娓道来。光是医学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医学的观点就好了。我们中医讲得清楚，西医可能不承认，但西医也知道过度不好。人的身体不是金银铜铁打造的，它是血气所形成的。这个我们中国人啊，有个医生很有名，叫孙思邈，各位听过没有？唐朝的孙思邈，他讲到人的气血流行啊，是有节气，跟着节气是相应的。要不然的话，会非常严重的影响的生理健康。为什么呢？如果我们在社会上如果不加以节制的话，
开始的时候不觉得有害哦，但是久而久之，日积月累的损伤的结果，必然会使得精髓亏损、气血败坏，最后导致死亡。这是中医我们孙思邈孙真人的讲法。中医对这个易经都有研究的，他知道人的气血必须要每6天才能够走完身体的6处经脉，那必须经过7天经脉尽通之后，得到疏解，气血才能够完成通行1周。因此夫妻之间的每一次行房之后啊，易经的气血就会受到损伤，必须要等到7日周行到此经的时候才能够复原。所以易经说7日一来复，就是这个道理，就是人要经过7日的休养的意思。但是很多人还没有到了7日，便又重新犯的这个忌讳，导致一伤再伤，因此而百病丛生啊。所以特别立下这个限制，也作为这个节育保身的基础。但是这个7日是一种是对20岁的人讲哦，年轻人讲，30岁以上的人不是7天哦，是14天哦，40岁以上的人是1个月哦，50岁以上的人是1个半月，50岁以上的1个半月，60岁以上的是戒绝了，不能再有。但是现在医生讲法不一样，他认为是没关系，这个误导终生。如果你懂得这个洁身保育的话，你根本不会上医院，精神一定是矍铄，气色一定是光滑，脸色一定非常的红润好看。所以当时有个做官的，古代有个贾似道，这个奸臣，南宋那个奸臣啊，贾似道，他里面有个童谣，90几岁，声如洪钟，健步如飞。他也想健康长寿啊，但是他3妻4妾嘛，精神都不太好，身体都很虚弱，40、50岁就出现衰相、老相出来了。他就很羡慕那个大臣，哎呀，他童谣，你有什么秘诀啊？告诉我好不好？他就说啊，没什么秘诀啊，我只是吃了40、50年的独睡丸呐。什么叫独睡丸？各位了解吧？是一个人睡觉，是一个人睡觉，各位就懂了。是戒绝了这个方面的因缘啊。所以这个老彭啊，就彭祖啊，我们这个彭祖，他活了800岁啊，历史上传说活了800岁。他讲过一句话：上是一床，中是一被，不要百科，不如独睡。所以我们看到现在的夫妻啊，大部分都同房，而且又同被同床，这个都不太好，对身体健康都不见得好。表面都是感情和睦，其实感情真的和睦吗？不见得。所以各位不了解啊，就容易犯啊，就对身体健康就影响，就容易流产啊，这是就是不知道犯了忌讳哦。各位了不了解？妇女怀胎之后不能够行房的，不能够同房的，各位了解吗？同房1次，伤胎1次，胎是中毒的1次，胎气就动了1次，各位知道吗？各位可能不知道。西医不认为，西医认为在7周以后，或者是到6-7个月以前还可以，这都不可以的。所以小孩现在生下来，是儿童的这个疾病的健康啊很严重。哦，就有气喘啊，什么肺啊，这是水肿啊，一大堆的惊风什么都来。这个各位不懂得胎教的重要性。最重要是后面那3个，这是忌讳，非常严重的忌讳。所以刚刚怀孕不到半个月，还不知道怀孕就流产了，很多这个现象。那个科学再发达，能保证你不流产吗？很难哦。这都是夫妻年轻人不懂的这个忌讳，犯了不知道，还有这种道理。这是我们古代圣人的智慧告诉我们。但是我们现在的中国人，说实在的，没有民族自信心，不了解我们中国祖先的智慧，认为西方的智慧最高。就是西方是聪明，是他们科技发达，他们医学也发达，没有错。但是真正要死的病，他医不了。癌症就是个例子，对不对？真正要命的是要医不死的病，国度有缘人，对不对？真正到阎罗王那里报道的，医生没办法。你看那个医院里面，医生护士常常看到鬼哦。
这大医院里面都是鬼。只要是晚上，他们常常巡班临房，这个检查病房病人。只要看到医院这个病房的门口，这个病人的住的病房门口出现了黑无常、白无常，所谓的黑脸白脸，医生护士看到，他们心里有数，不出3天，这个病人就死掉，怎么救也救不回来，这药医不死病人，生死有命，确实如此。如何才能够健康长寿？哪那么简单呢？所以各位现在你看现在人长寿不健康，老人痴呆症、中风，对不对？就是这个很明显的例子。躺在床上想什么，跟平时年轻的时候没有节制、色欲有很大的关系。很多人不了解其中的厉害。你看“色”字这个字怎么写的？“色”字头上一把刀啊，“色”字头上一路杀机啊，没有这个杀进的身体。男人更严重。所以我们在座的女性，你对你先生，你希望你们长相厮守，你要劝你先生要节欲，不是好事哎，纵欲不是好事。没有啊，我家看到你要有智慧啊，所以妻贤夫祸少。看到我的烦恼又来了。就是这样子啊。我们叫做贤内助啊。这个事情可能你们还不懂，你不要以为先生怎么样，你要学顺他也不对的哦。你要有智慧去处理这个闺房里面的事情哦。闺房之礼啊，周公之礼啊，是很深的道理，不是随便。出发的心，加上你跟他长期抗战，所以夫妻里面还有很多境界，各位有没有听过？我刚才讲过鬼神祭云，你没有看过农民历？这是什么神明的诞生？这是什么菩萨的诞生？一大堆哦。你只要看寿康宝鉴就知道了，1个月就5、6天没有冲突，你看20几天都有问题。你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看从来没有想过，没有想过就会出状况。来的孩子不见得好，跟你讨债报酬的多。怀了之孕的时候，各方面的因缘都会产生业障、欠钱，会产生生事业，或者是这个命运的挫折，都有功名的折损、福报的减损、财产的损失，跟这个都有关系哦。它是遭到水灾、火灾都有问题哦。你看《寿康宝鉴》上写的很清楚，我们因此而编了一本叫《如何面对两性关系》这种小册子，就是把这个感应篇和《寿康宝鉴》汇整，跟这个小册子大家看得比较清楚、明白、简单、扼要。好好去看看，书上带的不多给你们参考一下。真的是这样子哦，有的很严重哦，甚至是夺计，轻的就是生病，要不然减帅，减少寿命，跟这个夫妻之间不懂得这个道理的有关系哦。还有生子不备，多有凶灾，你生下的孩子，说实在的，五官不全啊，所谓残障啊，跟父母不懂得这个道理都有关系的哦。你说怎么办？所以我们现在只知道结果很可怕，但是却不知道造的因呢更可怕。所以菩萨为因，凡夫为果。他有的人说，这个生下残障人怎么办呢？就问师父。你看净空老法师怎么答复的？他说，有的这个信徒说，这个超度婴灵所谓堕胎有没有效果？我问这个老法师，老法师说没效。你以为超度就没事了吗？那个也有就说，那万一这小孩子生下来是个残障，那不是很痛苦吗？不如就叫他不生嘛。法师就说了，我们要晓得，生一个小孩残障那是来讨债的，你欠他的债，还不让他来讨，还要杀他一条命。换句话说，你过去欠他的债，现在再加上命债，以后就更不得了了。现在科学家只看到眼前的这一段，不知道后世的因果。要知道因果通三世，一定是大罪。那莲友说，这小孩子还没有成型，只怀了1、2个星期嘛。法师是说不行，
神是一投胎，他就成不成形没有关系。他一投胎他就找上你，他跟你过去是有瓜葛，所谓报恩、报怨、讨债、还债。如果他是来报恩的，你把他杀害，这就是恩将仇报，以后就变成仇人喽。明明他是孝子贤孙来报恩的，你杀害了他，他就变成仇人了，变成冤家了，这还得了啊？那不得了啊！就不要以为做了一点功德，花了几个钱，安个牌位就能够超度，没有这种，那是骗自己，安慰自己，决定不是事实。这是老法师讲的。我们只能给1分钟哦，1分钟时间。这个各位了解。好。非常的严重啊！大家喜欢拜文昌帝君，你看考记到了。文昌帝君怎么讲呢？文昌帝君在民间很流行啊，日本都知道。这儿女不孝父母啊，自然会有天律来责罚诸路。儿女无罪，而父母却把儿女给杀了，这就是等于杀了天下的人民。而且父母欲杀儿女，为什么不自己节制自己的欲望？所以做人家的父母竟然敢杀人而不顾天理，今世像这种人实在是很多了。所以文昌帝君说，他看在丰都鬼城中受罪的人有很多都是受这个罪，因此期盼世人要积极的反省觉悟，不要使自己加速的遭到天谴。文昌帝君对我们的教导。我们一天到晚这个求神啊、拜神明啊、求保佑啊，很多这个世间的信仰都这样子，结果反而出事了。不是文昌帝君不灵啊，你没有依教奉行，所以不感应。以前还有一个故事，郭印这个人，他的女儿叫郭颖凤，有一天就被2个小鬼追出他的魂魄，遍历了18个地狱。他看到最后一个地狱，有位冥王坐在殿上，大殿下面有数百名妇人依序的在那排列，而且每一个人都有小孩，抱着他们的大腿、2腿抱着他们的脚在哭泣嚎叫，叫什么？还我命还我命跟着妈妈在喊这些妇人有的是因为女儿生多了，就把女人给溺死，以前有这个风俗，很不好的风俗。重男轻女，有的是因为家里面穷，生了孩子养不起就杀掉了；有的是因为妻子妒忌妾，这个妾就是小太太有身孕了，把妾腹中的孩子打掉，大太太有钱就整个小太太；有的是因为怀了4胎，男女之间没有结婚就怀了4胎，就把胎给毒死。有的是因为争执打斗，怀了孕没有胎教还打架，你看怎么办？还斗气不顾命，触动了胎气而使胎儿流产。有的是因为讨厌小孩子啼哭，殴打或丢摔孩子。有的父母真的，有的母亲真的个性比较凶悍，她很讨厌孩子啼哭，甚至就是不小心把孩子弄死。有的是因为照顾孩子不谨慎，而使孩子死于非命。我们以前邻居就有这种事情。喂奶睡着了就把孩子给噎死，有这种事情，我们常常就有发生过。所以这是妇人做妈妈的不仔细，使小孩子死于非命，都有罪过的。所以冥王都一一的加以诘问审讯，每位妇人的身上都带上了枷锁，而且都是面容憔悴，身体瘦弱，看起来都十分的可怜。这郭颖凤看到这种情形他返回阳间之后，就把他所知所闻告诉他的父亲。郭印就把这件事情写在天宁寺的墙壁上面，以警惕世人。这个往往会有这种印证的事情，借机教化众人。刚刚我有讲到堕胎的问题，一定有医生帮忙，要不然自己用药，以前都是自己用药，也有用靠医生的下药。以前中医也有这个药。现在西医科技更昌明了，更容易更方便你看医生的个案，所以我们看到刑案里面，我发觉警察里面发觉的医生被绑架勒索大部分都是妇产科医生，你没有发现？
有没有发现这个事实？所以世间处处是学问，就看你心专不专了。你只要稍微用一点心，就知道里面因果在哪里。照理说，妇产科医生功德最大，接生啊，上天有好生之德。但是现在很多医生啊，妇产科医生啊，他为了赚这个堕胎的钱，就昧着良心，扮上婴儿的杀手，都赚血腥钱，很容易得到精神耗弱，很容易来麻醉自己，很容易产生精神空虚，甚至精神关联症，甚至产生意外事故、车祸，在这个淹死，或者是反正横死了，这是真的哦，不是假的。新闻报道，你只要稍微注意一下，你会发现里面很大的学问，不是一笔带过。以前有个富人叫杨阿胜，啊，又贫穷又有病，晚年就更狼狈。他临终的时候，他自言自语的说道：“这是事情给我们看的哦。他说啊，我前生的时候本来是一位医生哦，帮病人看病的时候没有详细的检查病情。有一次，有一位妇人自称肚子痛，里面长了毒虫，他也不能分辨她到底有没有怀孕，他就马上给她服下的原花酒，可以下虫，把那个虫给肚子里面下出来。”把毒虫打出来，结果妇人服下的这个原花酒之后，与肚子里面的双胞胎一起都死，一死三命。因为这个医生他看错了嘛，他没有研判的能力嘛，研判错误，看错了病，给错了药，就因此他杀死了3条人命。那应试的民官就以杀人的罪名来处罚他。所以他说，我在阴间受苦，阴间的苦受满之后，又处罚我投胎做女人。这一生已经是第3次了，而且生生世世都是做下贱的奴隶，帮人家做女佣，经常必须忍受着饥渴贫穷的煎熬，很少有安宁的日子。我这种的遭遇可以告诉世间做医生的人，他以前是医生，一定要以我为戒。说完之后，杨阿胜就死了，临终前自言自语讲出来这句话。你说他胡言乱语吗？临终前会讲这种话的人不多。各位不要等闲视之呢。你看临终都昏迷了，他会讲话，这都是幽冥界的一种事情，给托他来告诉大家的。但是不是每一个偶自为之，警醒世人。你不要自以为是哦，世间没有地狱哦，没有阴间哦，没有刑罚哦，通通都有。所以这个女众啊，说实在的，我刚刚讲过，女众确实是比较辛苦一点啊，因为会有这个传宗接代的，有这种结了婚就要传宗接代嘛，会有这种现象出来。生儿育女都是女众，很辛苦的。所以各位要了解自己是女众啊，更要认真修行啊，知苦要离苦啊，要互相的勉励啊。所以说这个影视媒体啊，那种样子致命风流啊，给人家一种坏的印象。说我是男儿当好色，那谁该倒霉啊？谁该受害呢？不可以这样子。所以吕洞宾也讲过一句话：劝君莫借风流债，借得快时还得快。家中自有代还人啊，你要赖时他不赖。我相信在这个现在的社会中，男女关系这么的密切，没有像公知后面讲的那么清楚，保持距离与车安全，几乎都越轨了。要犯了，那要懂得忏悔之道啊！光讲这个会吓死大家。你要懂得忏悔，还有功德的，还可以灭罪的，这是真的。忏悔可以灭罪。现在很多小说家的笔下都是有点带着言情的小说里面，这个罪过很重的。以前有个公案，你看我们《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他写的《水浒传》是毁淫毁盗，极尽之能事，太会描绘了。所以他死的时候很难过。他死的时候，他子孙3代都是 A 告，都是哑巴，历史上都有记载。那《西厢记》是我们中国的小说很有名的小说，里面就讲到《西厢记》的情节都是男女私奔幽会的情节。所以《西厢记》的作者王师傅啊，他怎么死的？
嚼舌而亡，他自己也受不了了。意念呢，在胡思乱想，他才会写出那些东西出来啊。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就咬舌自尽。还有另外一个袁维崔莺莺，这个《会真记》的作者叫元稹啊，也是很有名的诗人。这自古世人多妄想，没有事就乱想，写出那些这个艳词来，验诗验词来，迷惑众生，颠倒众生。这个最很重要。宋朝个大诗人叫黄庭坚，就是这样子。他有一个公案，他就问了，当时那个圆通会禅师袁秀，那个禅师叫做袁通秀，好像是，这个得道的高僧。还有一天呢，李博士两个人去拜会这个当时这个得道的高僧，他就问秀禅师说，因为李博士一天到晚画马，就跟叶最白一样，画的比他还好。秀禅师说，哎呀，博士啊，你不要把你一生的心力啊，都投入在画马的功夫上面了，画马会变马耶，会这个心想事成哎，一切唯心造啊，你懂这个道理吗？这李博士听了吓一跳。因此的觉悟是不敢画马。袁通秀这个黄山谷在旁边笑，哎，那李博士画马变马，那我会变什么？他就逗他笑李博士啊，秀禅师就很呵斥他一顿。李博士画马变马只是他一个人的事情哦，你写那个言辞小说诗词，野燕的诗词，那让多少天下人受害啊！你可能不知堕马身而已啊，你还堕地狱呢！哇，吓得黄山谷，以后再也不敢写了。为什么？他知道这个秀禅师是得道的高僧，不会乱讲话，他的境界很高的。所以说，这个现在写小说编剧的所谓的媒体艺术工作者，真是问题啊！这方面的问题，可能他不知道这个公案没有读过，所以他们拼命的造这个奇语啊。照这个这个情节非常引人入胜的这个言情小说戏曲来让众生啊颠倒迷惑，这个业是很重的，很重的。我们谈到这个，我们古代啊对他们为什么那么重视啊，甚至认为会损功名，其实啊真的会损功名。我们可以用这个公案来解释啊。李登这个人，在18岁的时候就考中乡试中的解元，但是一直到了50岁都考不起功名，没有考起进士。李登啊就拜访叶净老法师，他问他其中我为什么考不上的原因。叶法师便替他叩问的文昌帝君请求指示。这个文帝啊就命神力拿李登的官籍，他做官的这个户籍给法师过目，请法师参考。上面怎么写的？上面这样写。李登出生时，天地赐玉印。这李登刚刚出生的时候，天地就是玉皇大帝赐给他玉印。18中解元，18岁就考中解元，19做状元，19岁考上状元，52岁官拜右丞相。因为18岁中了解元之后，暗中偷窥了邻家女儿洗澡，因此功名延迟了10年。而且还被降了2甲2等，又因为侵占了哥哥李丰的房屋的地基，功名又延后了10年，而且还被降了3甲，又因为奸淫一位郑姓的良家妇女，功名又因此而延后了10年，前后合计延了30年。现在又奸淫了邻居的女儿，真是造恶不断，不知悔改。上天已经消去了他的功名，因此李登终身都不会再考中功名。这个叶法师就把这些话告诉了李登，李登因此而惭愧羞愤而死。所以我们要知道啊，祖父啊、祖先啊，不知道积了多少年的德啊，才出了一个状元宰相的儿孙。李登却是自己造孽，把自己的状元宰相的功名啊，真是全部消尽了。这样不但是辜负了天恩，也辜负了祖宗。自己把这种男女间的欢乐看作最重要，功名富贵靠一边，根本不当一回事，竟然以些微少许的淫恨，丧失了原本自己许许多多的福禄，你说悲不悲哀呢？
所以于铁桥先生说啊，就算你是状元宰相的命，也是不难一笔销尽的。这是很有名的公案。所以说，这个犯了这种男女之间不规矩的事情啊，确实会影响我们的福报。大家都怕被损福、折寿、折禄，就要千万注意这种事情。另外呢，犯了之后怎么办？可不可以忏悔？可以忏悔。但是你是明知故犯，那就不行了，就罪加一等。这个不知道，以前不知道做错了事情，现在知道了，回头是岸，苦海无边，知道忏悔要改过，一样可以灭罪。所以上天不罪哈，以忏悔的人嘛，有这种话。我们里面讲2个公案来证明这个事情。以前呢，金华人叫齐望，他到了50岁都生不出儿子来。这个相士就看他，哎呦，齐先生啊，你这脸上有恶气，必定是做了亏心事啊。这个齐望听了吓一跳，承认了，我在年轻的时候不懂事啊，结果等于是做了坏事啊，没人知道，就犯了邪淫了。相士很惊异的跟他说道，你犯了这种的罪孽的话，应该是要劫子劫身哦。要知道邪淫的罪孽最难通忏悔哦，你必定要积大善大德，才可以挽回天心。结果齐望因此听了相士的这个劝告之后，拼命忏悔改过，拼命做好事，非常乐于布施。到了第3年，齐望他独立行善，不假手他，自己来干，不肯让人。这时候相士就说了，你脸上的印字纹全部显露出来了，你不必担心你没有儿子的。齐望果然生出了一个儿子，到了70岁还能够抱孙子。就是忏悔确实能够挽回天心的证明。我们既然知道错了，就要悔改。我相信男生呢，几乎很多都犯了这种过错，连圣经都会讲到这个事情。不要让我们陷于诱惑，但救我们免于凶恶。我看那个常常在电线杆上也讲到，神憎恨色情，在东西方的圣人都会有同一的这种讲法道理哦。所以各位只要去看一看，就知道圣贤人对我们都讲这个，这是万恶之首，千万不要碰。但是一般人不是这个讲法，就很严重了。耳濡目染之下，就容易似是而非了，搞不清楚了，模棱两可了。我也曾劝过这个办公室的女孩子，我的同事同学还有蛮有身份地位、阶级蛮高的女孩子的爱美嘛，女为悦己者容嘛，好像是一种天经地义的事情。其实各位要注意哦，女孩子不要穿的暴露。比方说你穿没有袖子的，你穿迷你裙，这对吗？在你认为来讲，这是我个人的事情哦，个人的行为嘛，应该不至于影响到别人嘛，对不对？这是很时髦的象征嘛，这种风俗嘛，认为这种习惯嘛，不以为怪了。其实你不知道，男生看到女生都喜欢眼睛吃什么冰淇淋嘛，你穿的越少他越高兴啊，为什么？让他起心动念产生这个意念的行为他思想上犯罪你都不知道啊。所以我们不要知道这个传媒给他看到否则我们等于是助纣为虐嘛，助男生作孽而已嘛。对女生呢要有这种自知之明要懂得保护自己所以是这样说，连握手都不要随便握手，因为会有传电的感觉。一有这个皮肤的接触，皮肤一有触电的感觉，你的心里面一定产生震动，就开始胡思乱想啦。当然人家不知道你想什么，但是你都被这个天地鬼神都记录起来。我刚才讲过了，都犯错了，都犯罪孽了。所以男生也不要随着主动跟女生握手，除非女生主动拿出来，你那时候为了礼仪嘛就没办法，就是要握手。但是你心存正念，能够产生幻想。这平时一定要有这个谨慎、操持、正心诚意的功夫，你才能够当下当剑不乱，你心里面不会乱，当然身体更不会乱了，行为更不会偏差嘛。这必须要一种平时要有操练的功夫，要修心，就是这样子。要不然的话，问题很严重，很严重。一握手，一勾肩，一搭背就出去了。
所以说，甚至于死啊，开始那一刹那就开始非常谨慎。所以女孩子一定要懂得明哲保身啊，更要知道守身如玉啊。男生也是一样。你看现在男生里面，男女之间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超过这个范围了，更严重，叫什么？同性恋。各位听过没？同志，你看这个政治人物啊，我看很多政治人都不敢反对哦，包括美国，包括我们台湾哦，还为他们啊，这等于是谋福利政治。他们有他们的权利，我们要尊重，讲了一大堆似是而非的道理。各位，到底可不可以同性恋？人有这个权利吗？他不知道因果，同性恋的因果很重的啊，那是大邪淫啊！男女之间不正常的关系已经是邪淫了，何况是这个同性之间的这个不正常的关系，这是大邪淫，非常严重的。各位，感应篇里面也有谈到这个同性恋的这个不可以的原因，我跟各位报告一下。为什么不可以呢？它里面讲了男子，当然女子的道理也差不多了哈。这男子行邪淫呢，也就是同性恋呢，有6种不可以的道理，哪6种？第一种，因为这个同性恋的行为实在是淫秽不堪，有伤颜面，而且会伤身败德，没有羞耻心，这是第一种不可以的原因。那有的抛弃了自己的结发妻子，却去伺候那些少年小孩子，违背天地阴阳之间的这个自然的道理，导致都是好恶有了偏差，这是第2种不可以的原因。这一类人的行为非常的轻佻，而且又不检点，而且甚至还会偷香窃玉，染污了自己家中的女子，这是3不可以的原因。举头3尺高，决定有神明。刚刚讲过了，神明对于这种同性恋的这个污秽邪淫的行为，会感到生气、嗔恨哦。所以降下来的惩罚一定不轻，这是第4点不可以的原因。以前人王法有明文规定不可以，现在的法律好像没有这种规定哦。以前的法律比较严格，而且监禁于杀。我们警察里面常常讲监禁杀这3个字。容易触动杀机，你看同性恋哦，你想要跑，跟别人谈恋爱，突然把你杀掉，很凶的，杀的比那个一般的杀的还厉害啊！那报纸新闻看过吧，听过吧？那个手段更残忍，容易触动杀机啊，丧失了宝贵的生命，这是第5种不可以的。另外，不是为了传宗接代，随便的这个把自己的身上最珍贵的东西卸掉的话哈，这种的行为是愚蠢到了极点。只是加速的伤害自己的生命而已，这是第6种不可以的原因。这同性恋不可以，不晓得同志们听过没有？我还亲自碰过这种事情，那我现在辅导里面还碰过这种事情。有一个个案跑来找我，痛哭流涕，不是他有问题哦，是他儿子有问题。为什么？我奋斗了一辈子。房子也有了，车子也有了，孩子也长大了，考上国立大学了，照理说是很好的事情嘛，哈，家庭幸福嘛，妻子的心灵美满嘛，结果儿子出事了。他说他儿子功课都很好，但是他的个性很奇怪，为什么会喜欢男生？而且在学校里面还写文章提倡同性恋，差点让他昏倒。他觉得他对不起祖先。他觉得没有回去，没有脸去见他的那个这个家族的人，知道这种事情会觉得很丢脸。如果你还有羞耻观念的话，儿子不以为然了，跟老爸唱反调，造成家庭革命。所以说，我们教育儿女要懂得事先防微杜渐，你要从小他思想方面能够受你主导的时候，你要认真的去主导他，要给他读经典。对，子孙虽愚，经书不可不读。他才有免疫的能力，他才不会随着群魔乱舞，他才有是非真伪的辨别能力，要不然都是受害者。书虽然读得多，可是只是知识，只是常识，他没有辨别真假的能力，很可怜哦。这都是实际的个案哦。我们知道，欲望越重，就表示我们造的孽越重。你看那个陈进兴，一天到晚对不对？没事就强暴。
他的欲望太重了，孽重情偏迫，他迫不及待。你看那个狗就知道了，巨婴犬嘛，有比巨婴犬啊，贪心何太赫？为什么那么贪心呢？新招一聘狗，一个母狗在那里，又骚又臭，群雄爱侧骨，你看公狗都爱得要死啊。强者居其间，比较强的就上去了，这个弱者绕其侧，你看比较差的狗的体力不够，打不过他的，就躲到旁边看。以遂思愿者，洋洋独自者之后，非常得意。妥舌迷两耳，这个舌头吐出来，两个耳朵垂下来，惭愧全不是，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惭愧，公然降诛在街头马路。莫有狠心人，大杖殴其疾。有一个人看到很不高兴，你怎么乱来？影响这个观瞻，妨碍风俗，砰一棒打下去。一片好恩情，俄请上魂魄，吓死都跑掉了狗。所以说各位了解哈，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没有一个不爱色的，男色女色，女爱男色，男爱女色，上至诸天仙哦，包括仙人都喜欢哦，下至于早狮，狮子跳蚤也喜欢，各位也应该知道嘛。凡有行事者，皆被业蛊没，都被这个业力啊埋下去，都被这个淫欲啊所扶住，所控制住。但是其中有轻重的差别，不是天渊隔，有天地之间的悬隔，就是刚刚讲的福重欲失衰，孽重情偏迫。有福报的，他这种欲望就开始慢慢的减少。比方说，有这个学问的人，或者是有修持的人，他这个欲望就减少了，他福报大，对不对？他不随便啊，他守身如玉啊。那福报差的，做仙班科的，他就乱七八糟，很随便，放纵情欲。所以佛家希望我们能够先扶住这个烦恼，就把它断掉，就是这道理。尤其是《楞严经》讲的最清楚了。楞严经》各位听过吧？里面怎么讲呢？若诸世界六道众生，其心不淫，则不随其生死相续。这个所有的世界里面呢，都有六道的这个众生啊，不是我们这个娑婆世界而已啊。如果这个心呢都是没有淫念的话，这就不会六道轮回了，就不会生生死死了，一直持续不断了。所以他说汝修三昧，本出尘劳啊。你这修行人啊，修个三昧的这个定功啊，可以出去这个跳出这个轮回的，解除这个缠缚的。但是你的修行那个淫心不除啊，尘不可出，你出不去哦，三界你出不去哦。纵有多智禅定现前的话，你就是不断淫，必堕魔道。上品叫魔王，中品叫魔民，下品叫魔女。所以佛经劝我们，智者，你是有智慧的人啊，你要三思啊，要仔细想想看啊。这是佛经对我们的开启启发我们这方面的智慧。当然念佛也可以让他扶住。像你看观音菩萨普门品里面有讲到若有众生多于淫欲，常念恭敬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你常常多念观音菩萨，这关容易破容易扶住容易解除所以劝那个年轻的小孩子就开始要念，等他发育的时候，危险的时刻，他就能够控制他的身体了，就不会被身体的冲动产生行为的冲动。你要爱你的儿女，从小就要灌输他这种观念，要观察自己的身体不干净，要懂得这个念佛要懂得这个道理。但是不需要跟他太强调这个这个器官怎么样啊，这男女这个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来讲，不需要。你只要把他的免疫系统增强，他自然可以，他碰到了，他自然能够迎刃而解。不需要我们这一天到晚的强调，你看现在性教育都跟你强调，通通出事。你看祖师印光大师讲过他是很保守的他知道这个厉害医生劝那个打脉的时候，这个妇女这个有病有病的话都不能够有房事不能够行房，否则会加重病情各位知不知道？小病会变成大病医不好的很多人不知道，医生也不讲，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说他结过婚的才跟他讲，他没结过婚的，医生最好不要讲。讲了让他产生这个念头、妄想、好奇，
奇怪，你怎么跟我讲这个？他根本没谈过恋爱，也不知道这个事情。以前是比较保守了，那现在几乎都知道了，你说怎么办呢？这一点，希望大家不要因为个因药成病啊，那更糟糕了。就我们劝人家要得体，要劝得恰到好处，要讲的这个刚刚好，免得他因药成病。你不讲还没事，你讲他更严重，会有这种现象，后遗症副作用。谢谢各位。最后提供一个方法给各位听众，这个方法就是用念佛的方法对治我们的这个邪心妄想。怎么念呢？就是南无阿弥陀佛这6个字啊，每一个字要念得很清楚，你小声念、轻声念、细声念和大声念音量自己可以调控。南无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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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好10句，每一句念完的时候，心里面要数一个号码，就1，第2句就是2，第3句就是3，以此类推，刚好10成一个循环。你要念得清楚，这个字句分明，南无阿弥陀佛字句分明，你要听得很清楚，听自己的声音。那心里面数那个号码不可以念出来的记在心里面，跟数钞票一样，不要给它乱掉，1到10这样子一直念下去，循环不断。你试试看，这个妄想杂念一下就静下来了。你可以10声勾个指头，10个指头就100声了。行住坐卧随时可以念，厕所、浴室这个睡觉的时候是默念，听你自己的心声。我们心里面有那个声相你可以仔细去听。这个佛号是不能离开心的，所谓佛不离心这样我们的心自然就会被这个佛号转得清清净净。所谓佛号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这决定得到大好处。将来等到我们这一期生命报尽的时候，决定往生极乐世界。今天供养各位这个重要的念佛方法，希望大家认真的去做。谢谢各位，阿弥陀佛。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在您听完了王警官的讲演，相信您一定是法喜充满，很想知道王警官还有没有其他的讲演录音带。现在特别向您说明，王警官的通俗讲演录音带有《绝了谁是我》、心理辅导经验谈、改造命运救世界、生命能量的释放、自我成长改造命运、关怀青少年心理、话说从头说起、预防青少年犯罪根本解决之道、怎样获得真实福报、从了凡入净土、生命尽头的省思等等，都很受到听众们的欢迎。各位朋友，若是有兴趣的话，不妨和学会联系索取。在此祝福您福慧增长，平安吉祥，阿弥陀佛。
要让它好按啊，背部要让它好按，按得到。哇，哎呦，破纪录了，破纪录了，人生转弯处要小心，向中间用力，成一直线向中间用力，两端用力要向中央，两端用力向中央用力。要两端用力，两端用力，小心车子，不要浪费啦，去喝一喝啊。里面凉快多了哈，里面好凉快，外面车压坏了。
背，对，好，靠膝盖啊，他头要靠膝盖，对。头要靠膝盖啊，头靠膝盖，哇，运动细胞。对，运动细胞。mang gì mà cũng nè, cái gì cái chép chép mang gì mà cũng nè, ai ăn sao rồi, cái gì cái chép chép mang gì mà cũng nè, chép背处不是要活起，
报告啊，不是这样子的。我们只要告诉学生，有这个法律的规定，我当老师的我有这个出现。只是呢，你这些行为，我们都用教育的手段来对你辅导，对你做处理掉而已。其实我们是有这个权利的，也就是说，我们要告诉他，他是对你的我们是有权利把你怎么样？这是告诉各位，那老师的前辈也是对的。好，这是法律的条文啊，是绑绑的。我们现在告诉的是，重点就是少年事件处理法之外，我们还一些实务的工作建议，是不是很重要？那么因为我常年也是从事这些少年犯罪处理嘛，所以我经常到学校跟现场处这边来做一个配合。我们经常有看到，有时候我一到去找的时候，看到一大票学生都趴在地上，就摆一起打背，也有人看到在打手势的时候，你摆的学生弹钢琴一样拱回。不对，我觉得这个大对的。我们一个观念就只要有2个以上，不管你是要处罚他或者辅导他，只要2个人以上，我们都建议要隔离，一个人要处罚，你讲嘛是一个讲，慢慢来，规大就要讲，慢慢来做事情，今年我老师就是要讲，一个来，你讲无法讲做的来都就行。还有另外呢，你在打魔甲的时候或者骂魔甲的时候，魔语在旁边，他已经在评估了，我等一下要如何应验。等到在处罚魔语的时候，某丁某丙以下列为他们都已经在评估了，甚至于等一下在第一个在处罚魔甲的时候，这个旁边还有那同学，本来他是要好好看的，看到这么多的同学在那里。我不能当总啊，我要有体贴的，那打就打嘛，所以就会产生很多的不适。我们的建议是要一个人，或者效果会很差。另外，其实呢，在做处罚，我们还是建议说要原声大，以等效。因为讲是要完整的，你完整的话。那么问题就容易产生出来。事实上，今天我们当老师的，当你听要打听最好的那老师就都听他的肩膀上脑袋瓜才10几年，我们肩膀上这脑袋瓜好几10年，你管他哪失忆？我们当然是不要给失忆嘛。我们现在最担心的是背后，就是背后那些青年人，不要忘掉哦。你跟他讲什么话，他回去讲，这样子也这样按这样的小心的时间。我讲你挽回，大家搞掉去不分，到来后面来修书认罪，这个是很麻烦的哦。你看嘛，最近我们国中一个老师报纸登那么大，上面一个小的嘛，应该就是你的同学嘛那个事情我也处理的。老师因为从自由班变调到普通班，结果不知道怎么搞的，普通班的学生去打自由班的学生，结果跟全班的家长公开道歉，全班的家长一到场才去骂3、4句，他说气得把老师打，我们这老师这样说难过的，对吧？我刚拿3分给刷，我给他们底下就打了你，我就在那边一个句一个打。纵然这老师有瑕疵了纵然但是我们是解释的，都骗老师的力量，那么爱听的听。那这个事情应该你在报章媒体都有看到，应该都有结果这老师在刚发现掉，一时借龄退休他是遭受这么大的侮辱，我怀疑韩文，已经韩文了，我看到哪个被培育了。但是这个本身就是我们要在这里做点提出来讨论，也不少大家讨论完毕嘛本身我们有批评道歉如有也有纯属巧合嘛。你知道是谁培育吗？你知道吗？现在对我们依据报纸所讲的是他有一点暗示普通班的学生去打自由班的学生。很显然这是重合，但这个事情到目前为止还围绕在教育的体系里面来处理。但
但是要让这样老师，不管是从业的事业，是依法律执行公务之人，在刑罚上是广义的公务人员。也就是说，像这种如果有杀害的行为，老师是公诉罪，交收公诉罪，我们就好，是公诉罪了，公诉罪是提起公诉的，查证史实和判决，判决依照公诉罪的，公诉罪会造成惩处的，也主管要连带责任的，这点分歧了，是不是这样子？老师是公务人员没有错嘛，依法在执行公务之人。他听给这些还是在从下东西的投资公司，好的，我们就是探讨这个问题。我们的探讨是老师那边那个处罚，这个案件我这里评论一下。后来我有参与，也当会有人参与，我是跟他们建议处理的人做成一个，我后来自己建议的。那像这个老师已经要快退休了。做出这个代志，马上大家说越来越多，何不去老师去看一下医生啊？这个经济长期的压力、工作压力，心肝肝倒牛皮，走路样，鉴定一下嘛，有一张诊断书的话，我看家长老师的那个劳苦功高，还有长期的工作压力，他心里面希望有出的问题，我们不要跟他非常的计较。第一个，第二个，校方我们的行政都不错，都上轨道，督促这个老师心理出了什么问题，跟学校的学生没有牵涉，是不是？那么老师本身他也可以安乐说。我的确大概是老了，应该退休了，自己都是有毛病。事实上，大家了解，别人自己都有毛病，哪有人没有毛病？你这个刚刚讲的，那跟这里对社会人去做建设跟艺术相关，效果有毛病吗？这个比如说躁郁症的这种情况，先看一下，分别比较搞定我为什么要这个说辞呢？要他青少年飙车拿刀砍人了，路边的人呢，他不认识呢，无冤无仇的砍下去了，你把他抓来问，你不说这样做，我压他的，我不准，压他不准，他就公表上躁郁嘛，忧郁症、躁郁症嘛，是不是这个样子？你说哪个鸡蛋可把哪个这个我们哪个见人语嘛？因此，我们在看待一个人的时候，不是看这个表面而已，我们深入去来了解。一个人的时候是有两个因素构成的，一个是生理，一个是心理。看他的身体会想说，他心里有毛病啊，那我们为什么不试着去了解他呢？因此呢，我们当场那个教育局的观点在这样做建议。第二，咱老师做这个问题你做是哪个人治疗啊？先这个大家讲严重的，先去来鉴定看看，先鉴定看看先让专家鉴定了之后，才来指责说他对或者不对，安全他客观，这是要比较客观的好，这是跟各位在谈的，这是校园治安事故的一个处理。那么。那么，事实上，校园治安事故有可能绝迹吗？不可能绝迹的。我们的不可能期待每一个人观念都跟我们一样。我们要容许一些人的观念是跟社会是有点脱节的。所以，咱们爱看地方，咱觉得要比较松讲也要容许某些人是跟社会秩序缺乏遭遇。好，刚才已经谈到法律了，我们也讲到一些实务工作经验。那么，我们这些最迫切恐怕要了解是，一定才能来行的，或者才能做厉害啊！伊就已经是问下我给我问，老师跟在教练师嘛，我问下，我看老师在做这些，你有没有和隔壁那个同学的办法？咱问得出来，还结果，
阮迄阵也无收啥，俺是人头皮比电啊。对，这个头皮比电啊，那个口气不一样，你知道好个差不多呢，效果差很大。因为你唔知道这在改水平啊。而且这个不按你直接讲到不按你人家提的，我们要这样的啊。那么我们刚才谈到这个是服务的工作经验啊，但是陈总刚才所提到的，是安平处理他专长嘛，一个专业嘛，对吧？你假大的做这代志，所以你给他来一种奖嘛，我不是啊，我但是我透过职务啊，去哪里做，啊，哪里来对啊，去学习啊，啊，无咩那去办。我办案我跟他吼，但是办案跟刚好跟你们在问学生的错误的行为一样，你们千万不要用询问来代替调查，也就是调查为主，询问而已。你听到如果错误行为，你要先问他的同学，家庭访问，综合了解了后，再来干嘛？你问你。其中有标价有记，在你讲话都有记，就是你了解了，然后你再问，他就比较不敢否认，而且效果会很好。千万不要说在办公室话叫来问，你来讲你办公室的时阵，伊有嘢头壳都看过，他如果要掩饰，你按照你串供，用到你研究出来，你再来互你问，安尼你都唔是人问得出来。你来去调查，再了解，把它挖出来，然后再来问，再重一次，就是你千万啊，不要用询问来代替调查，而是调查为主，询问为主，不然来了解了后，再来问。刚才有提到说，警察，我们要有在手警察看法，我话警察嘛是有啦。警察是甲做一个讲头的事务在咧做，有甲只学做咧做你若甲哪一只犯罪者伊习性，所以人讲若去挂牌咯嘛，其实不是这样子现在查案在针对这些非法的人，咱一定来发展一个咱自己的模式。现在我们比较查案比较看重的就是通联记录。电话的通联记录。那么将来我们学校如果也面临到学生，比方说逃学、逃家这样说去吹，或者刚过出来他好呢，他们这里巴是上随便也吹。我讲了，他说你吹你家己吹，我怎么吹？你就分析家长老师你怎么吹啊？没当了就精彩。精彩事实上这几万人嘛，到底怎样？刚刚你也看逃家之前。他是在家，要逃学之前是在学校，这个简单嘛，在课本里面嘛，要逃家之前，他是在家里面，对不对？在家里面，他就会动用到电话，电话他第一，你一点就叫他调通联记录，看你大人开，不下班的人开，你不要这些东西，逃家的人打的，逃家人打了，你就查非查，看着你门口的当年来查别人，那是我们来去报过去了那现在是查，如果去讲骗人的电话这个就把它报出来。我这总没有乖点，那讲别电话，就是电话拿起来嘛，把它拨通然后按警之后制造里面有噪音制造里面有噪音嘟嘟嘟有噪音，然后你就用台语来讲，我是电器用打不扣。我是外口去抢，抢收线咯，佮经过5分钟了后，就恢复正常。请你就领导迄个电话用户的姓名，甲电视头讲着，完全来电脑上面做了叫乱。大家若甲你讲，我试过10分嘛成功9分半，我直接化妆阿大都慢慢2，都嘛成功的。要讲到这电话的电脑其实3秒这个是不犯法，这不犯法，但是。你像我们最近这个电话这个简讯诈欺或蛮严重，你家己管理嘛，这无名显你说规定人都拢做有规模这个简讯诈欺，我今打去多钱，你都问拢袂了，骗太济人，再到我基于讲叫我一个叫你去了，人家底牌下去了，问问他这个偷钱，这个
刚才他们现在还在羁押当中嘛，那个好像政治蛮冲突的，海关不去查，你都要操作是吧？但是检警他说他去新店，我说几个一点钱空啊，有啥物叫着那个啥物人，那个啥轿车呀，有通知你叫啥物货啊，就这个嘛有国际也叫骗，我觉得博士对博士学，博士的要给700几嘛，700几嘛就叫他好，他老爹他700几，那个谁好的，那个谁好的，我甚至连你博士都会读出来哦。10年内底我好自己谈过，但是这个条我嘛开年，佮无钱呢，佮你这上少了，这囡仔就乖啊，连外口连条都差不多，就囡仔我你就不中着嘛，这就骗钱啦。嘛那年糕呢，年糕今年的环境大动啊，嘛就骗3亿了。知道吗？人讲这是我这人在疯啊，疯你死啊！这人讲这年糕，听人这年糕，你别说。老那个国中老师呢，他叫便宜，他说我便宜，我讲你哪叫便宜？我讲我讲，所以啊，人哦，人啊，一急啊，这个方寸都乱掉，就不能进。所以才说嘛，夜行性的动物哦，也聪明嘛，但是方寸乱掉跳急啊，怎么急不热锅上哪里了嘛？所以处理这些案件。你要看，还没电话，我喺下边电话电出来，你讲我电信上比较好。来，那比较恶来，你写起来啊，这招很管用啊，找我们的中辍生逃解钞票钱都很管用啊。我发个简讯给他，告诉他肯德基那里你就得奖还在领奖品啊。我好啊，要机构要搞屁股好了嘛，要说你得到什么奖，来进来肯德基啊，再来念嘛。这机票好来说，经常动车都好，你今仔都跳。讲迄人哦，然后就贪那农业票，很管用啊！这个是碱性诈欺，如果要恶起来啊，要捡起来嘛！我这他别的手机，这天气那出来，拢简单差点嘛无解困难。我把那个公务员啊，我到时候就一个新闻都冇破嘅，到讲咧记者又都通知我，但是用假名信息哦，用假名信息哦，假讲伊叫当时啊当时来安尼，就讲出来公务员。所以呢，想尽办法，我们对这些学生要修尽办法。好，那我们在对这些学生的时候，应该也要特别留意对我的家长，我们要提到。那在你那讲的话，你那可能那种关系，我假期给教育就是所以咱做老师的，咱主持的讲，就是讲咱家庭的语言啊，讲话就是，咱一定要谨言慎行。我就想，我打算理解的，包括对老师讲，还是不够小心，关于一婚礼方面，讲究竟是哪里呢？应该理解，他只是不够小心。为什么要小心？哇，这个是知道我修行明白。我常常讲给减轻担心，找那一些被害者的问题。我是话修行偌惊，一通电话才10年，你晓得吗？一通电话才10年，无相信老打电话，我就叫你查某的，有领导记得清楚。我要卡一个通知来问伊个时阵，我偌惊的，我惊到压接的电话。来安接着你看，我这个故事，我当时这样子用电信差这样救钱啊，用电话电，这条钱是叫你创啥？叫你创啥？是摕外口大表书记唔敢讲，无伊来配着钱。你看，这个菜头叫人用嘛，不来啊，有问题的。所以每一个代志背后问题都是。就是想讲，咱无钱你要带人去想这一切，你看迄个人接到电话，我把电话拍啊，电话是就讲咧偌，拢偌好，拄偌好，哪家己偷去救钱，我就问题。就是问题就闹大咯。所以我们这边有同仁啊，你要打一通电话的话，都要经过司法，不是电话起在这来，你叫上，你打工上的。因为你有刺激之气，会有不同的反应。
对不对？刺激去打电，一个刺激会有不同的反应出来，所以要特别留意。咱去打电方面，要特别小心，谨言慎行，要谨言慎行。我还再次强调，你的职位如果跑不出来，你连去教育孩子的机会都没有，对不对？你这里多条，按你讲啊，你该出发，你该活动都无意，所以你若要对的，不要让大人爱对，家己爱注意，爱谨言慎行，爱遵守相关的法律的规定。尤其亲手讲，你目睭前面慢慢去出差错，你看多少叫他狗屁，当然我对差别去讲，这里真正有遭到毁哦。好，那我们刚才谈的是一些粗浅的法律的条文啊。实务工作经验，那我们陈委刚才所讲的说，经常看到我们也是老人讲的引经者多做一定是多错，但是多错一定吸收很多的经验，这才是可贵的哦。好，那么我们如何来看出哪一些学生有哪一些不良的行为？你按我一概的方式，我是感觉我原来其他的第一个想法。这个我以前很讲的，我咧目前我比赛来讲课，我见写的其他我讲较济个，你搞经验来哈，其实这是犯罪灯火的辨识，不要再做自卫，你们跟辨识都是人，你们都在做人的工作，人的教育工作，辨识都是人，这个人到底是好人坏人，你们要那个辨识。你应该是看说这两事情都两开了，开发的。以下跟各位介绍的是犯罪灯火辨识的能力如何来提升。除了实务工作经验之外，我们当然还有一些研整。那么我们在这里这4个阶段来跟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报告。犯罪灯火就是反追杀，这是第一个步骤，就是正常与不正常。对，第一个步骤，这个地方他会怪怪，服装不整齐。对，你为什么发现他服装不整齐？因为你的脑海里面有记住服装整齐的技术是长什么样子，所以你看那个服装不整齐的，你马上可以分辨出来。就好像那个伪钞嘛，槟榔西施去的路上，那个比他阿伯要去的嘛，1000块要钱的伪钞。但是，如果在银行的去管，你同的审备交给银行到底他为什么？因为牢牢记住哪一些钱是正常，所以我们平常就把正常的说构成要件计算发出来对，当然那个不正常，你马上就可以分辨出来，马上就可以分辨出来，就这么简单了，是不是？好，这是第一步哦，它是属于我们的正常，我们的学生。那传统过来，传统惯性，到底你是食酒无，食毒无，还是外口有干方性关系无，还是讲处理这个方面问题了？你别讲赶快的出来，这样好像我们检查，你这个人行中行迹可疑哦。那个就是因为我平常将性变态的我就摆在当中，我把它的构成要件记在脑海
我去求诊，当年那个邓丽华小儿科，就遭受到蒙面歹徒给抢夺啊！那另外一道，他邓丽华医师有够勇敢的，就偏偏他护士我打电话给养猫养用，甲讲倒来地，伊都变个走，去甲讲，哎喐，啊我做讲甲现场，当场逮捕，伊讲倒来地，我当场逮捕。他说那边啊，毕竟期待他说那么积极，这那么主动积极的，他说我来颁奖，我叫我来去做啊，你可以做。我说我唔是那样子的，我也是讲阿伟在喏，这些警察拢是安尼啦，那记者查啊警察拢写报道拢一样的，啊中间有分出去，嘿，都是的，好像哦，这赌主嘛吼，人家就来讲，后来的警察就是。但是这把我后来都不离开，那个周边这把我后来反正民众他都不需要司机的，那司机叫他两个捞起来的，那澳台，那是澳台那个形象又很难看，我们公一样的，一样有一个文字的，对不对？一样一样，一样一样，当场来，这是这样是民众。抓了个，受犯罪人，那边抓，或者是暴力，那是干嘛？我们来处理他，要不然就罪的体验，包括这个公司，完成该完成该的事情，一个歹徒打开开来看，有一种抓着他，比如说有可能导致的，有可能要给你一个体系，还是你在这里。歹徒也是开始来看，包括自己管理，最终去管理，那么多对，他们所说的，他们游戏很重要。你看，这个地方，他动作改变，一个看看这个该有，他出现的是在这他们的地，该有，知道公司的意思，他说以前还是他的客户啊，是一个求诊的呀。啊！你看那个人已经把好了，啊！你看我今天回多少钱？啊！你话4年嘛，我到底，啊！你们过来呢？咱们有的医生一查一走出来，他说他是重伤，强盗嘛，强盗是要往里面去拿刀去抢，强盗这种人是发生的，这意外意外，啊！你以前呢？啊，那无我代表呢，我做办法，新闻啊，他以为新闻是不是？他就变成这样，我是把它开始就就是这样，所以新闻一来，你马上交功课，你马上交功课，我那边我在在说话，我这个出来我就在那说，出来我就都是配合，你看看那个谁。按起名发电脑关起来必须做，一个人是这样的，那个我有办法这样，我大概还反对任何的电子力，好，我们这个电子力，但表示你做不了，他们对是现在的无线制造都在换拿。现在青少年那是还有窃盗里面就是以窃盗机车为主，所以那青少年很喜欢机车就会延伸很多的问题，所以未满18岁先对他办要让他去，因为如果未满18岁在外面犯法，要在这些青少年都是窃盗。
助跑的位置。你要拿东西把它丢。哇！那个助跑要过远。以往这个女性对啊，靠近一点呢。背部要让它好按啊，对吧？背部要让它好按得到比较好。我怎么走有当演员？哇！哎呦！破纪录了，破纪录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有些青少年不敢，但是呢，他就有刚才提到的这些线的一个错误的观念或者这个行为，这是很容易去违反刑法。当然，如果犯罪者他是一个未满18岁的少年，只要他未满18岁，就2小无猜，他的这种性行为的话，不是强盗，是性行为，那么这个是构成也是构成。当然，对方女生也是未满18岁，是2小无猜，这个是高审分。好，针对报道这些少年的相关的网恋常识，那么我们都知道。人生转弯处要小心的，人呢。向中间用力，横一直线向中间用力。两端用力要向中央，两端用力向中央用力。要两端用力，两端用力，小心车子，小心车子，好。不要浪费啦，去喝一喝啦。在民国80然后88年6月24号开始有保护令，那么整个家庭暴力防治法的基础就是放在保护令的升级。从88年6月24号到现在我们7年级，到昨天我们受理了43有事件，他们其实讲哦，这个是一个因为是家庭暴力防治法，父母室内关系。哇，大地闯关游戏。这是题外话，我们谈家庭暴力防治法里面的重点就是闯关游戏。2个事情。一般人的观念就是说，保护令就是保护令，保护令事实上是在保护家人。积极的一个保护家人，让他提醒他不要施暴，因为施暴者不存在，那么被施暴者当然就不存在。所以保护令是提醒施暴者平常在动用暴力。好，这个暴力啊，是指肢体的还有心理这个。提供者一定要怕的。里面凉快多了哈。里面好凉快。外面热，里面好凉快。
危险危险，必要平安。怕压坏了。保护被害者机制跟你希望整个周末你这个当当的这个周对，好，靠膝盖啊，他头要靠膝盖。嘿嘿。头要靠膝盖啊，头靠膝盖哦，哇，运动细胞好。好，保护力还保护孩子要一个还保护那个。哦，对，运动细胞啊，嘿嘿。或者说要不要忙gì mà cũng à, gì có chấp nhận忙gì mà cũng à, ai ăn sao rồi, gì có chấp nhận忙gì mà cũng à,要背部不是要脖子啊，哦，这个。那么，您的时间关系，我们做节目，特别提供一下。刚才我提到，我们看到一个违法或者会有行为的学生，那么在学校是触犯校规，但是也相对的也是触犯法律规定，让我的学生才不会有所矛盾，或者他在外面犯错，总误以为他处罚的力道也仅如同在学校受处罚而已，他的感受不在，因为我们的学生终究他会离开我们学校，他会进入到社会，他会离开我们学校的围墙，在围墙之外面对的就是民主法治在受这个资产，这个管理的资产，我们的学生要跟他讲得清清楚楚的，所以我想应该大家都了解。但是我刚才有提到说，我们也要容许或者说每一个孩子都是观念都是非常都跟我们一样，都非常标准，都是的有几个就是那么表扬单的那大家也不要气馁，慢慢气馁尽量尽用这安全一来顾的尽量一来注意来观察，尽我们最大的一个心力。但是在我们处理这些个案的当中我们总是有一个无力感。而且囡仔这些暑假的按料到多少我请来讲训导主任当一个开庭，只有开不了庭，开庭都直接调查囡仔安怎大体的这体力分裂，这个是你们不要上面的。都把它从甲基调到乙基来签下的卖证器，都把它而这个负责性购买手续已经单过了现在尤其是在外面的民众大概都很多1P 他多，所以现在我们警察还规定，如果民众来你办公厅，你要观察看安全，我就说不行，我们靠家己，你来我靠家己。有的民众就受宠若惊了，在家我你问去咯，后家己通个你问，拢对啦，无按那个比赛，膝盖就贴出来，你我都气回个，我就气回，你就一定
差不多很多。好，好，刚才提到说，我们看待这些我们所出的犯罪的人口的时候是行为偏差的孩子，你如何去看待？第一个就是你怎样去看待？各位不要忘掉了。你的肩膀上是有一个脑袋瓜，所以地球上所有的人类都是主观的，都是客观的。除了你肩膀上有3个脑袋瓜才可以怪他，只要3个脑袋瓜才是客观，因为你主观就会产生偏见，偏见的话，那么处理事情就是会有错误。因此，一个按官尽量力求一个客观，一个原则，因为有宽恕才有真正的判断。记者一旦违法行为偏差，你第一个要思考的是我们要怎样，安内要不要做处理，安内让给正常。另外，就是要特别留意的是，我们在处理孩子的问题，刚才有提到，只要有2个人以上，你务必要隔离，一个来，否则对孩子不但没有处理好，很容易构成恶度的伤害。一定要隔离。那么我们有宽恕的心来处理孩子这些问题的话，我想孩子会比较乐于接受，而且没有反弹。那么我们今天跟各位报告这些，最主要的就是希望在我们当老师这个期间这一段这个生涯的生涯让去做差池。很多事情都是发生在意外，怎么会这个样子？我讲那句话为什么会引起这么大的轩然大波，都是你意想不到。意外就是意料之外，那意料之内你怎么去反应结果，往往就是意外。但是要预防意外就很简单，就好像我们在马路上行走，你要预防车祸，那你就靠右边走。然后该行什么所在，行该所在，比如是该安装者就安装者，按照你自己他选择第一。我昨天我们公关室打电话来电话抽测，就是问我一个假冒民众来做工遭受到家庭暴力如何来处理。事实上，我们不知道他是电话在抽测，但是我们平常在对于民众在处理家庭暴力，那一套很中规中矩的模式，按照公文一样。抽测叫做我们表现非常的良好，要好好表扬。分类的时间，咱平常时中规中矩，我是该安怎讲就安怎讲，该安怎做安怎做，按你上没有意外。好的，我们今天就跟各位报告到这里，我们要宽恕他，而且要中规中矩。纪念事情，那么多的吸取风水经验，最后祝各位身体健康，谢谢。谢谢何小队长先进的演讲，那么教导我们如何保护自己，也达成教育的目的。我们在这里掌声谢谢何小队长。好像是怎么这样？虽然口中说的是 fine， 可是好像是假装的很勉强那种感觉。OK， 好 today。Fine, thank you, and you. OK， 是你是 fine 就是嘛，就是三级的 fine。如果你觉得很怎么样，那怎么讲？只要普通都过得去吧。那如果说我今天非常不卡 ，Oh, today is not my day. You are great. Okay, you can get again. You can get again, okay? A long sentence. Okay, so one more time. How is today?
Okay, so are we ready to count? Are we ready to count? Are we ready? Okay, now let's count.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5, 46, 47, 48, 47, 48, 49, 50, 51, 52, 53, 54, 55, 56, 57, 58, 59, 60, 60, okay, 60, 61, 62, 63, 64, 65, 66, okay, 63, 64, 65, 66, 67, 68, 69, 总算到了100 ，OK？ So 1 to 100. Can you count? 你已经 count 了 ？Can you count? 啊，你刚才我已经有 count， 还是没听清吗 ？Can you count? Yes or no? Okay, you are great, so great. Okay, now let's count, let's count, let's count, let's count. Let's count from let's count from 11 to 20. 11 to 20. Okay, now that's okay. It's fine. Okay. 300. Count from 11 to 20. 1, 2, 3. Let's go. 11. Okay. So 11 to 20. Is that okay? 看看 OK 吗？有没有通过 ？Okay, can get them. Okay, now let's count, let's count, let's count, let's count. 1 to 5. 1 to 5. 1. Oh. 我们重新来了。Okay, great. Great. Okay, 1 to 5. You can get chocolate. Chocolate. Okay, you're welcome. So, can you count? Can
one time. Can you cou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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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 31 to 35. Yeah, you got it. Okay, very good. Wonderful. Okay. Razor. Or chocolate. Maybe time. Okay, chocolate. Your time. Okay, now, so everyone can count 1 to 100, right? Okay, now let's go to the sentences, okay? Okay, go to the sentences. The first one sentence. Just listen. First time, just listen, okay? Just listen. No speaking. Just listen. No pen. No pen. One more time, just listen. No. Just listen. Just listen. Just listen, okay? No pen. No pen. No pen. Okay, now. No. P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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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No pen, no pen. Go. No pen, no p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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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ay, now let's do no pen, no pen. Go. No pen, no pen. Okay, let's do no pen, no pen. Okay, let's do No pen, no pen. okay, no pen, no pen. No pen, no pen. Okay, now one more time, everyone. No pen, no pen. That's one time. Okay, 很好看。go to second。之前不知道里面的数据哦。OK， just listen。One long step may bring a great fall. Just listen, okay? One long step may bring a great fall. Okay, now. One wrong. One wrong. Step. One wrong step. One wrong step. May bring one wrong step. One wrong step. May bring a great fall. Okay, this group. One wrong step. May bring a great fall. Okay, this group. One wrong step. May bring a great fall. Okay, this group. One wrong step. May bring a great fall. Okay, 连起来咯。One wrong step.
boys stand up。如果你是男孩 ，boys stand up。有人不承认自己是 boy， 他是不是当女孩 ？OK， 那 one wrong stay man three three four go one wrong stay man three four好小声哦，我们今天男生比较少，不能说女生。OK， 我们one wrong stay man three four OK， 这样子意思，这样子意思。OK， now still stand up, still stand up。OK， 人多势众，当然不能够输给男生。OK， one wrong stay man three four OK， one more time。One wrong stay man three four OK， 是这样子。Now everyone one more time。One wrong stay man three four OK, last time。One wrong stay man three four No, no, okay, okay, no, very good, fine, okay. One, two, stay, and three, four, no. One wrong step, and three, four. Okay, very good. Now, just listen. Okay, just listen. Experience must be bold. Just listen. Just listen. Experience must be bold. Okay. Experience, go.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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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t. Must. Be bold. Bold. Experience. Experience. Must. Be bold. Experi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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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t. Be bold. Experience must be bold. Experience must be bold. Must be. Bold. Experience. Experience. Must be bold. Experience must be bold. Experience must be bold. Okay, now, girls, different. Boys, stand up, please. Boys, stand up. Okay. Experience. Must. Be. Bold. Experience must be bold. Experience must be bold.
experience. Experience. Must be both. Must be both. Okay. Experience must be both. Okay, both. Experience must be both. Okay, 这样可以。Now, so, this two, and up. Okay. Experience must be both. One more time. Experience must be both. Must be. Okay, must. Be both. Experience must be both. Experience must be both. Very good. Wonderful. Okay, sit down, please. Now, this is go. 1, 2, 3, 4. 4 girls. Okay. Experience must be both. Okay, one more time. Experience must be both. One more time. Experience must be both. Very good, great. Okay. Okay, this group, go, stand up, please. Okay. Experience must be bo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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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st be. Okay, sit down, please. Okay, everyone, one more time. Experience must be both. One more time, next time. Experience must be both. Very good. 不仅是不讲是。One more. One wrong step. And bring right forward. One wrong step. One wrong step. And bring right forward. Experience. Must be both. OK， 慢慢念没关系，That's OK，OK，OK， 我们现在前面最前面一口气 ，OK，No。One long step. And bring right forward. Must be both. Must be both. Okay, now we have 3 groups, right? Group 1, Group 2. 像你们这样讲，我们这边关系，我们很强 ，That's okay, okay. Group 3, okay? 1, 2, 3. Okay, now. Tell me, what color? Red, okay. Now, what color? Orange. What color? Blue. Very good. What color? Green, okay. What color? Yellow. Okay, you're smart. You're wonderful. Okay, now. Okay, now. Yellow. Okay. 那一人现在呢？你的历史代表 one color, okay? Okay, yellow color. No pen, no pen, no pen, no pen. Okay. Green, green. Okay, green 代表什么呢？ One wrong step. Make green or gray ball. Green.
表什么嘞？Experience. More people. Okay, now. 现在讲喽 ，OK， 跟他听，跟他听 ，OK， 跟他听，跟他对，跟他听，跟他听 ，OK， 然后你们会不会往前弯曲前动呢 ？OK， 会不会三方的？三方的，就是我们学校是有2个，我们要玩三对3的 ，OK，Are you ready? Ready, okay now. And please, down. Okay. No. Okay, one more time. And please, down. Okay, you win. Now choose one color. Red, green, yellow. Yellow, okay. We got yellow. Okay, you too. Okay, go. Hey, please, go. Okay, wait. Green or red? Red, okay, now what? Green. So, 这个干嘛讲下 ？Yellow. No. Green. One, two, three. Green or gray ball. Red. Experience must be bold. OK， 那现在我们要玩一个简单的 game， OK？ 这个 group 就是group 1，对不对？这个是 group 2、group 3， 然后呢，提前就会说 no food no game， 那这个 group 的人所有全部都要 stand up， OK？ 那如果他听到了，可是他都 stand up 怎么办呢？他就不会有 start。OK， group 1、2、3， OK。如果你听到了，而且 stand up， 而且 whole group be out， you can get 1 star， star， OK？ 那 OK， 那如果 teacher say no pen no game， 那个拿到 yellow 的人stand up， 然后不是他们也 stand up， 怎么办呢？那我们再给哪里正确的人上一分，送给他了，恭喜给他们 ，OK？ 你got it？ Yes or no？ 你知道吗？知道为什么吗 ？OK， that's OK， 不知道 ，that's OK， 是这样可以，是这样可以，是这样可以，是这样可以 ，OK 吗 ？Just listen， 不知道没关系的，他就知道 ，OK，just listen，just listen， stand up and speak up，OK？Are ready？Are you ready？ 好像没什么信心。Are you ready? Okay, now. Experience must be bold. 1, 2, 3. Okay, 然后呢 ？Experience must be bold. One more time. Okay, so please. So you can get 1 star. 但是永主要 get 给你们上一个 star， 来 ，OK。
One long day. One long day. One long day. May please a great fall. Okay, one more time. One Long day. Very good. Okay, that was done. 然后换上一个OK， the next now。看书好，看网站，你坐，然后旁边的人，你们做什么？Are you ready? Are you ready? Okay. No, ten, no, ten. Very good, fine. Okay, get one star. Okay. Students must be bold. Must be bold. Okay, one star. One day may bring a great song. Great song. Let's time, okay? One day may bring a great song. Okay, bring great song. Okay, sit down please. One star. Okay, now. Ten colors. Okay. 你们去哪里去啊？小朋友你去啊？Already? Okay. One long day may bring a great song. Okay, good one. Got one star. Okay. No pain, no gain. Okay. No pain, no gain. No pain, no gain. Okay, one star. It must be bold. One long day, they're doing a great song. Okay. Okay. Last time, okay? Last time. Listen. No pain, no gain. That's good, Mark. Good, last time, okay? Last time. Okay. One long day can bring a great song. Okay, one song. Okay. Who can give me
Okay, thank you. Welcome. Okay, please give me green card. Green card, thank you. Okay, please give me red card. Okay, thank you. Now, let's count how many stars you get, okay? Let's count. Group 1. 1, 2, 3, 4, 5, 6. 6, okay. Group 2. 4 stars, okay. Group 3. 8. Okay, so group 3. Win. Okay, 换一下吧。Group 3, win. 啊，这怎么高兴？好，因为有这种高兴，那我们是不是把手让人？要不要 ？OK, Group 3, win, down. Group 3, win. 好，那其他两组呢？都对 ，OK， 要相信，我们很强，等一下非常重要 ，OK， both groups, go, OK, now. OK 呢？再持续，我们最后一定要进行一下。No. One more time. No hands, no can. One more time. One row.
我们这一组啊，我们这一组就在strawberry哦，是吗？你刚才是点strawberry吗？有，lemon 对不对 ？OK， 走 lemon tea， 我们这一组叫柠檬水 ，lemon tea，OK，lemon tea。你们知道你们点什么吗？问他。OK，strawberry， strawberry。OK， hamburger，OK， 那我们接下来讲一个 OK， 第一个呢，刚才不是有些三个香甜吗？然后呢，我们就要玩丢了 ，OK， 如果是这些 no， 然后你就可以接上去，跟刚才接上去，而且你们那个屁，所有再念一次 ，OK， 那你就可以 roll die， 看小队多少 ，OK， 那你知道这些了吗？你知道 ？OK， 你首先然后举手 ，no pain no gain， 然后你们全部的人一起 no pain no gain， 你就可以 roll dice，OK？ Are you ready？ 好，在这之前呢，我们要充分表现我们的士气，所以让的对呼 ，OK？Strawberry， go， 来吧 ，strawberry， OK， 两种不能听他们，我们人多，OK，lemon， 看这些人手都软了 ，OK， one more time，lemon， go， OK， 还有人让你不能输啊。已经是应该是你们了 ，OK， 那 are you ready？OK，let's go。OK， 你很多time go。你会在想要在后面。
跳别人 ，OK。有，OK。等到记者照片去这里跟照片 ，OK。No, 1, 2. One, 2, 3. 他也要对我嘞。你要听哦，对，好久不会表演 ，OK。1, 2, 3, 4, 5, 6, 7, 9, 20. No. No. 8完全多。
192，就突然正抽2，然后东看看西看看，什么都没有做，还好不是我喊出来的，有没有？有到啊，到了，好了，快点来看。好来，请正观一下，很久一下就不少发光。各位好，对于今天早上的时候，我所谈的内容，各位有没有什么样的疑问，然后发问的？现在我们可以平常我习惯，大约会来到我每次演讲大概习惯来到3个小时，所以今天因为时间不够，所以我很快速的在今天早上把我所要讲的东西快的把它讲一遍。那我在想可能会有什么疏漏的地方，或者是说我有说要读的就忘记有没有这些？或者是说你在各位在教读经的时候的过程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疑问？在教学的过程里面有需要大家出来，就是说可以然后大家讨论，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吗？好，很好。相信各位以后一定会教出很多品德身心优良健康的国民。一定会，因为今天我才跟那个台湾市读书协会的那个理事长何理事长在去那个永康的路上才谈到，说现在这是一个好现象。怎么说是一个好现象呢？因为以往在政府很重视文化教育的时代的时候，民间反而是自主自动自发的力量不够。可是现在在政府对于这种就是这种读经教育不是真的很重视的时代里面，竟然有这么多人以抛头颅洒热血的，没有这么夸张，谢谢，没有这样的，愿意就是说奉献出自己的时间来为这个读经教育来努力，表示我们民间怎么样自我觉醒、自我觉悟的能力已经够了，我相信这种力量才是真正基层的力量。才是真正基层的力量，而且能够支持以后如果政府有这样的政策的时候，民间的共识才够强。我相信这种力量到时候如果影响到甚至未来政府立法来支持这种，会不会有什么关系？思考一下哦。的时候，一定对他的未来的演进、他的时间的长、他的深远、他的深度跟他的宽度一定会更够。所以包括到我们现
先接受这些教育的思想，然后政府在推动。我们难是难在什么东西？难是难在例如说像交通法规啊，政府推出一个新的法规出来，后民间根本都不适应，然后政府还给他们强制执行。例如说，有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我们最近不是郝龙斌郝组长，那个卫生所郝斌郝组长要我们要我们这个推动的政策禁用塑胶袋，有没有？民间的反应的力量就很大哦。对不对？因为大家对于环保的这种概念已经都有了一个概念了，所以长时间的民间10年、20年的力量的时候，政府一旦推动这个政策的时候，怎么样？就推动的非常之成功。我说为什么会成功呢？因为很明显的，当农会跟渔会相对扯的时候，农民影响接手的时候，那时候农委会的这个主管就要下台。可是为什么当要禁用塑胶袋？这个程度，限用塑胶袋的时候，这些塑胶业者10几万人上街头的时候，卫生署长没有下台，因为实际上这只是真正的变成了少数人的声音而已，对不对？所以这个政策的推行一定会又深又广。OK， 来，我们今天就先直接开始我们的诗经。诗经哈，我一直觉得说，我们在教儿童读书的过程里面，很多老师喜欢教唐诗，我觉得唐诗没有诗经来的好，唐诗没有诗经来的好。为什么？那我个人的观点，因为诗经这个你可以看得到上古时代那种民风淳朴的一种现象。好，上古时代民风淳朴的一种现象。而唐诗啊，它是比较。唐诗它应该是，我都跟他讲说，唐诗你要教唐诗可以，而唐诗是怎么样？唐诗是这些人作诗的这些人，他经过诗经的长远的思考之后，然后。我有看过周星驰的电影，他的眼睛撑很大，在说，哦，眼睛本来就那么大小嘛，来，好来，唐诗在这些。差的举手，没有举手，对，为什么？没有为什么？那麦克风听不到，我讲话声音还不够，没有请在部队里面，是当教育团长的，我还在救国团里面带过思想活动，所以说那种几千人的场合，麦克风突然间停电了，我还是有办法讲话，让各位知道。后面听得见嘛？好 ，OK。所以唐诗是一个人他在经典的内化之后，到达一个相当高的层次之后，他反应过来的。所以怎么样？你今天要去了解唐诗它整体的意境的时候，你可能是父母亲的基础也要够。但是诗经是怎么样？诗经只是纯粹上古时代的民风、民间的风俗的反应而已。那我们可以看一看上古时代那种道德还是很淳朴的时候，人们对于情爱、对于自己父母的、对于那种七情六欲的看法。所以我比较赞成那个老师来教诗经。那教唐诗的话也可以，教唐诗也可以啊。不过我还是鼓励大家教诗经。那我现在今天我尽量的在剩下的40分钟之内教各位唱几首比较简单的诗经。我会的曲子有12种调子。那它这12种调子呢，你只要诗经拿出来，这12种调子套进去。就是说，欢喜的有欢喜的调子，那你只要看这一首诗经的内容，它是比较高兴的，还是比较哀伤的，你只要把这个调子套进去，因为它是谈到的是男女之间的情感，把它套进去就可以用了。OK， 今天是最简单的，虽然它最常听到的就是关于。好，要讨论一下的，讨论一下时间可能要相对。要围在一起的啊！细看哦，细看就看得到。这个很简单哦，常听到，常看到，对不对？现在唱一遍，然后我唱
唱一句，各位跟着我唱一句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曾子行彩，我有六子，窈窕淑女，无为修之。修之者，无为之父，有才有才，三观三德。曾子行彩，我有快事，窈窕淑女，其乐有之。曾子行彩，我有六子，窈窕淑女，从不乐之。关机。没有鼓掌，下一首要唱。再一次。这一次的鼓掌是为了先民祖先的一个智慧所鼓掌。为什么？因为没有先民祖先们的智慧的话，我唱出来就绝对没有这么好听了，是不是？所以说，实际上你看我们中国人的东西实在是内涵非常的深厚。这种对于男女情爱的叙述，它非常感受非常的丰富，知道？可是怎么样？就像孔夫子说的怎么样？关雎怎么样？淫而乐而不淫，对不对？那种就是他快乐，他那种让人家觉得很快乐、很舒坦，可是怎么样？却没有那种邪淫的感觉，就是这样子。OK， 来。我唱一句，各位跟着我唱一句啊。关关雎鸠，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在河之洲，窈窕淑女，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曾子行彩，曾子行彩，我有六子，我有六子，窈窕淑女，无为修之，无为修之。修之不得，无为之父，无为之父，有才有才，有才有才，三观三德，三观三德。好，在后面一样，曾子行彩，曾子行彩。我有孩子，我有孩子，窈窕淑女，窈窕淑女，琴瑟友之，琴瑟友之，曾子行彩，曾子行彩。我有六子，我有六子，窈窕淑女，窈窕淑女，从不乐之，从不乐之。好，2句了，来，
情感放进去，这种，你看他这种男孩在追求女孩子，然后这种感觉哈，看追求的这种情感表现的恰如其分，有没有？表现的非常。所以我说，小孩子他小的时候开始启蒙，情感开始要启蒙的时候，教他们这种男女的情感，其实很好，其实我觉得很好。这不是强调说，小朋友要从性教育或者怎么样，其实我觉得小孩子应该建立他这个正确的男女的感情观，像《诗经》里面，还有这个也有那好称谓，都是一个很正确的男女的感情观。所以我鼓励各位家长这个。OK， 好，来，后面这个。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这样唱错了。我是错误示范，看看好不好听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唱。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与之好逑。窈窕淑女，窈窕起来，窈窕淑女，与之好逑。窈窕淑女，唱。窈窕淑女，与之好逑。与之好逑。我们把第一句这边唱一遍，这个第一段。关关雎鸠，到君子好逑。来，关关来，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与之好逑。再来，分之素菜，素菜有特性。哎，今天起来点菜，没有菜。素菜是这样子的，不是要姓那个这是古代的正
那
还有要让你们小朋友怎么样去欣赏音乐，好的音乐，交响乐或是国乐，否则的话，他怎么知道琴瑟友之和钟鼓乐声的感受是什么样子？对不对？所以中国的教育是怎么样？读书教育是一个全人的教育，全人类的教育，包括他的精神，包括他的精神的层次，包括他的音乐，包括他的，对不对？包括他的音乐欣赏的能力，包括他对于人生价值观的认定，都是必须在同一个时间去建立起来。OK， 来，还有要不要在上面？要不要？来，放野勇慢跑，这是比较轻快、比较活泼的。那不用抄没关系，因为你只要回家找到那本诗经，就可以找得到，应该是94首跟95首。那我多厉害，我读书读到是第几首背起来的。那个诗经里面的第94首是野勇慢跑，第95首是会。那这两首是比较轻快的描述，我唱一遍，我先唱一遍野勇慢跑。如果时间不够的话，我们声位就不教了，声位就不教了，我们就直接教到我最喜欢的鹿儿。我最喜欢的鹿儿，来。我要唱歌了。大家暖身一下，没事。好。夜晚长路短行，有一人行道。夜对不对？比如说姓郑、姓名、姓郑、姓林，林清扬、郑清扬，好不好听？好听，对不对？林清扬、黄清扬，这个好听啊。有美丽人宛如清扬，是很好听，对不对？好，来，我唱一句啊。夜有晚草，林木欢喜，唱。夜有晚草，林木欢喜。有美人景仰欢喜，街头小雨，自我远行。街头起来，街头小雨，自我远行。跟我一样，阶段一样啊。来再一遍了，第二段开始，这边没有办法，半头真的不要给你打，其他让你好嘞，正半好，这也好，好，来第二段了，夜有晚草，林木朗朗，唱，夜有晚草，林木朗朗。有美人宛如清扬，街头小雨，唱。街头
漂亮，像新娘管路，新娘这种感觉。好，来，我们再唱一遍。夜有满草地，来。夜有满草，林路花如锦，有美丽的新娘欢喜。有小丽，是我年纪。街头注意了，街头的小丽，是我年纪。轻快一点 ，OK， 好吧？来，接下来吧，从夜有满到第二段开始，不要有机会表现，你唱的比我好，以后就没机会。来，夜有满草地，来，夜有满草一路朗朗，有美人宛如新娘。刚上这种课就真的很有成就感，你知道吗？20分钟就可以教2首了，真的是非常的轻松又愉快。接下来真味，我现在看时间应该可能是来不及了，因为我比较喜欢教人家复合，因为我觉得现在孝顺的观念比较重要，孝顺的观念比较重要。真味哦，好，我上去。谢谢啦，我没有对你教本身名字有关系，我会不好意思会演。我有时候真的很感激的，因为我学了这么久，这是我第3次有机会在众人的面前唱这个。对不起啊，我唱到吓到他了。真味它是男女合唱的，好，所以以往我在教小朋友唱的时候，小朋友都比较没有办法，因为真味比较不容易唱。我唱一遍。真味。放欢喜，是雨，放你恭喜，女月万物啊，男生是月地主。天王万物啊，为之万海，虚虚结落，为之一起相约，真情所了，真情所愿，它是要念要对不对？对，但是我不知道这样对不对，但是唱习惯了，然后以后你要唱到不要跟着我学。好，第2段也是一样嘛，这女为了情情情，情情女月万物啊，是月地狱，天王万物啊，为之万爱，虚虚结合。为此一起相约，生死所愿，生死所愿，各位。
那你就讲当做没听过，我知道要怎么讲下去。上次讲的时候他也在场啊。但有一次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大概10岁、11岁左右的时候，我爸爸的一个朋友姓林啊，林妹妹他们家是从大陆一起过来的，包括他的父亲、他的母亲他们都过来，然后他的母亲先去世了，后来他那一次是他父亲的丧礼，他父亲的丧礼上面，我爸爸就带着我们去参加。那个林妹妹她本身就是那种也是小时候已经念书读过来的，所以她本身的文学造诣还不错。然后当人家念完祭文之后，他是大儿子嘛，他就出来唱那个《鹿儿》，唱给大家听。因为前一场那个就是这一场，就是那一次才爱上我，我就觉得其实真的很好听。他父亲的丧礼上面他唱过我，然后唱到他自己，然后哽咽唱不下去，然后他还是坚持后来把它唱完。那个场面真的不感人。我们现在的丧礼就是五子夫妇啦，要不然就是什么歌舞团啊，现在更夸张一点就有钢管啊，这个就差很多。就是文化的差异，你知道，我们对于文化跟礼上的差异。所以我希望真的说希望有这样相关的，我就希望说以后如果是有这样的差异，还是有这样的差异。看一遍，看一遍，今天好好看过，来，路者，你好，他让人家觉得，我觉得很好的地方是在对于那种回到家里面，他说这种就是从那边什么，父亲生我，母亲育我，父我去我，长我育我，父我去我，多父去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真的是欲报之德，昊天罔极。那个时候那个时候看到他这样子的这种表现的时候，觉得真的是我们父母亲那时候没有看见什么太大的1岁的小孩，你要说好，你要强迫为什么？但是我想说，可能父母亲的人生的从
所以后来我父亲去世之后，我才很认真的去，我又很认真的去想过这个书，让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首。希望各位如果父母亲都还健在的话，有幸父母亲还健在的话，要好好孝顺自己的父母，对吧？不要说欲报之德好天网，光你拿着一个报，我们不知道要去哪边报，那就真的很麻烦，对不对？好，来，我唱一句，你唱一句哈，噜噜者唱，噜噜。
上次我在另外一边帮他们上很简单的上这个诗经的时候，最主要的我是希望大家喜欢诗经，开始喜欢诗经，你会觉得诗经真的很棒啊！平常这来讲诗经不会，唐诗可以唱诵，诗经词典可以唱诵，那我这边有那个录音带，我有录音带 CD 啊 ，CD 诗经的 CD， 到时候我在这边的地址，我到时候再寄过来。那如果你们有需要的话，再来编。这个是有版权的，所以我们就私底下大家可以流传就好。那是我爸爸的那个朋友，他是之前的那个高雄师范学院里面的中文系的教授，他找他们学校里面的国乐社跟合唱团，然后他把他的调子看给他们听，他们国乐社帮他编，编完了以后合唱团帮他唱的，这样子，会唱很好听，比我好听多了，我这破我想，所以说到时候我们喜欢的，看你喜欢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再来听新的信息，然后再记得，主要的是希望以后我们诗班里面大家还能够教除了唐诗以外，还可以选择诗经来教 ，OK， 好吧？来，那这样子就算了，就不用再唱了。好，我们唱一遍啦，因为时间已经到了，我们这边唱完就下课，好不好？好，来，噜舌起来，噜。
其他都不会差，因为我们这个单位在办这个儿童福利，相信各位老师心理上充满着动力，他们怎么样大读在台湾读书协会，他们说小孩子一定要读经，跟小孩买一样，最起码要亲子游戏，因为学工，我们的家长，那我在带我的孩子的话，这个动力会是而已。那我们这个单位在动的话本来是9节期间在拿花了7万8个，都盖着嘛所以他现在也只要让一般这个花大概所以呢，现在那些单位在办这个活动，我们可以把这个可以再加进，然后一起希望各位一定要记忆。那在推广这方面，这个大原则，那你们家，那你们家，你看这个我们附近咱们做主人的，我跟我了解这个家长，我理解我们干部里打架也很辛苦。伊即马现在是咧推广这个英文读经伊安怎用呢？在时啊，伊若要困了，已经来办这个录音带。因为伊即马伊的这经典材料袂歹所以人在咧推广这个即马在时啊伊来办，按时啊咧困的时间互几来听，有时妈妈感觉讲足久了，他来讲这个。我是讲是啊，咱讲，咱对这个读经咱讲起来再到各位了解需要这方面的资讯会到读经协会那边有一些他们的记者还有高层我们就当去跟我们跟我们领导他说他有个工匠就是讲，咱上海囡仔现在咧讲伊当时在我们这个人的艺术方面，现在已经你现在老公这个班对，所以呢，我们这个现在那个电脑那个东西是有电子间所以它是有一个体验因为你若是讲，我常咧讲咱像咱以前咧讲叫咱做一个活动读经的设计读经班其实是读经协会推广地方推广一段时间起码稍微有一点成就就是讲安怎有人因为伊就是无所以这个读经，所以去成立一个幼儿园，伊经营好，有人迄个你若较坚持咧啦所以大家就是讲，我安怎好，我来做选择读经，我慢慢坚持我做时间所以我希望中国人对读经他是自然的，即马比较做哪个咱平常都要推广读经，咱若家己有时间，咱只要去照顾，咱若好做谢谢各位。现在谭老师，再请谭老师这个送最后的一个宝贵的结语你们要不要再出来一下？对。要不要出来一下？班上的同学第六组在这里。不好意思，我以前常在做活动，所以站起来拿到麦克风，你们可以不用出来，你们可以不用出来，跟着一个队伍。我最得意的门就是批班有时间，这是我教出来的，所以很多人想一下就好，这是独立的。然后其他的就是我们的思考的能力会变得比较灵活，而我们可以从一句话里面去延伸出更有意义的东西出来。因为这东西要自己才有。但是我要讲的重点不在这边，真正的重点我是觉得，第一，我觉得真的非常高兴。现在的读经的盛况，就是当年我的印象。当年在我念书在我当兵念书的那段时间里面，我就已经曾经想过，未来
够教一般读经班30个学生，这30个学生长大以后变30个老师，他再教30个学生，这样子就有900个，然后这样子一直传播出去。只是没有想到现在这么快就成功了，但是我并不，当然是真的大家一起努力的，所以读经这种事情是一个。也要感激各位，因为让这种梦想提早能够实现。那第二就是说，我们每次都在谈读经的坚持，怎么样坚持？其实我们不用坚持。各位知道，修行这条路，我们只是找回我们原有的东西而已。所谓的修行，只是把我们原来的那颗摩尼宝珠的光明展现出来。读经也是一样，我们小朋友。我们只是把原有的属于中国的教育，再重新的把它展现发挥出来。所以各位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我相信下一代的小朋友，当他30、40岁的时候，我们中国不管是政治、社会、经济任何一方面都是非常的进步。我们可以看得到世界未来的希望就在这边。谢谢各位。然后以上各位老师在提供他的宝贵的经验知识，还有智慧的结晶，会受大家一致的肯定。因为在座的人也是一致的认同，对不对？你肯定，我肯定，大家一起肯定。你努力，我努力，大家一起来努力推导，好不好？不要忘了，不是只有教小孩子读经。我们家庭要读经，大人也要读经，好，希望我们的家庭更怎样，歌声笑声读书声，好，这个有最好的一个读书环境。回去呢，家里不止儿童读45经，也可以音乐读经，啊，也可以呢，不止指教说我最多的读中国道德经，这是不是这样？不只是知道，每个家庭父母引导的最好的一本日常生活的书，这样是最棒的。这个孩子呢以后的这个素质，还有孩子的教育是非常的好。那就是呢我们一定重点，所以那个心也要用在我们身上，没办法，所读的如果用在自己的身上，然后我们一生就受用无穷。最后呢，我们是咱做中央今仔日的会咱就讲了，是叫老师就定义，大家讲了说话，好，对对。
啊，咱强到新北方，这届中国人是叫天国的同志，咱中国人绝对袂输啦。咱中国人啊，这个福建省开始5000多年来的数，这个拢真真正，这是真正天然的科技，对吧？咱无爱去发挥出来，唔敢去发挥出来，原因就是因为这阵西洋先进的国家，他大家已经是先化武器，还摕去用啥？这将来就要出摊。这个发明者，实在讲，去做去会使甲讲，唔知几万代将军拢来去搭台，啊，所以咱中国，咱的县民比县就是用文理做的，就是文理无法度人坚固的话，科技就是比较发达，科技发达，世上人类的观念，啊，所以这么样咯，啊，完了是咱对县民的看法，啊，正确啊，所以社会有新的人。拢家己安尼自我安怎？自我家己袂是讲，咱真正咱历史在悠久，要咱中国人啊，拢家己安尼看，啊看到拢无力，有当好汉听着啦，毋是看无去，是找无这个人传，对不对？自古以来这个大道嘛单传独修，毋是大家拢会当对啦，对吧？哦。你讲的是啊，较早的科技，咱若安尼地传落，咱中国爱有高手的专业，有成功。所以咱中国个性的这是天，啊，这是天。怎么来？咱的伦理道德，咱的一贯天道的真理，完全正，这是天。啊，来英文啊，哦，你连要甲教嘛教唔了，你要甲讲嘛讲唔了。好。咱尊敬大家，咱今日真荣幸请咱康医师好爱做主持，甲每个人准备一份手册，这份手册咱当然爱来讨论对。你也看这份手册内底偌济咱康医师的爱心对。所以咱若看无，咱爱交代咱的